拥有透视功能的我被骗去缅甸挖矿有多惨？本来以为会被累死在这矿区的时候，突然手镐挖到坚硬的东西，2个绿色光球钻到了自己的眼里。我的眼睛好痛！哼，想偷懒？信不信我一梭子送你上西天？该死的黄猴子，快点干活！阿布赶紧拿起半截的手镐继续挖石头。居然看见了石头里面的花花绿绿哦，这些代表的就是里面的翡翠。很快就到了收工的时候，他们挖的矿石也刚刚够今天的任务数量。你们看见没有？阿坤身边跟着3个陌生人，他们并不是这里的人，其中2人一直看着我们的身体。我们应该被卖了。那3个人应该是器官组织的人，我们恐怕真要被嘎腰子了。他喵的，反正横竖都是死，不如干一票大的。他们虽然有枪，但是一共只有5个人有枪，其他都是烧火棍，就是吓唬人的。我们这样做。第2天一早，他们每人就被抽了一管子血拿去化验了，而且还有一辆冷藏车停在一边。我们要利用嘎腰子那帮人没有回来之前动手。听闻他们嘎腰子的时候，为了保证器官的有效性，是不打麻药的，十分残忍。喵的，要死不当大吓人，不反抗也得死在这里，死也得死得痛快。别在那交头接耳，今天完不成任务，扎1个人祭天。这里面可能有好东西。什么好东西？我瞧瞧。切，就是一个废事而已，你小子想找死啊？如果里面真有好东西呢？要是你坚持这一块石头有价值，你就搬回去，等晚上收工，要是切开没有东西，你就完蛋了。这一块黑皮石头里面是豆绿翡翠，按照外界的价格，这块石头价值在200万以上。好，我就拿我的命试试这里面到底有没有好东西。我也相信里面有好东西，我跟你一起。有阿布你不完成任务就走了，害得我们在烈日下做工，你想累死我们啊武明之前是一家国企的负责人，不知道怎么就来到这里了。我对于我拿到的东西十分自信，不会害大家的。自信？你以为你是赌王啊？还是有透视眼能看穿里面有什么？你一个人没有完成任务，害得我们今晚都没有吃的。武明，你别太过分了，还当这是国内呢，还想有人阿谀奉承你呢。此时丧彪走过来给了武明一块西瓜，武明接过就啃了起来。哈哈，家里给我交了100万赎金，我要回去了。很快一辆吉普车过来就把武明带走了，具体带到哪里去了谁也不知道。丧彪今天还没有验货呢，你干嘛？还怕他们不找我们的麻烦？本来就是没有验货啊，要是等我们休息再验货，我可醒不来。丧彪慢悠悠走了过来，他身后还跟着2个跟班。就是你小子喜欢出风头对吧？把那石头给我打开，我倒要瞧瞧里面有没有东西。丧彪别过来，他们要杀了你。你为什么出卖我们啊？阿布哥快跑，我们打不过的。快走，搬上这一块石头。你们还能跑出去吗？外面有几百人呢，只要你们不跑，我保证没事的。阿坤对我保证了。要不我们投降吧，反正也出不去。我尊重你们的选择，但是投降肯定死路一条。阿坤要过来也得1个多小时，我们完全能跑出去。可是我们出去又能怎么样呢？还不是躲在大山里面当野人，还不如投降呢。阿布哥别管他们了，愿意投降的就去吧，我们得赶紧跑了。走，赶紧跑，别走直线。很快只有5个人进入了神秘的野人山，只剩下我们5个了。其他人既然不跑，那是他们的选择，别管他们。阿坤要过来了，我们赶紧走。阿布哥，这石头太重了，丢了吧？这是我们能活下来的关键，丢了你，这石头也不能丢。很快身后传来了密集的子弹声音，是阿坤也赶到了，只是这帮土匪没有夜视瘾，不敢追进野人山，反而阿布的双眼在黑夜下看得一清二楚。都别动，前面有一条5、6米、上100公斤的狮子。阿布哥好厉害啊，要我就做不到这么轻松。我当过几年的兵，杀个狮子还是没有难度的。现在捡点柴火准备吃肉了。很快大家点燃篝火烤起了肉。我们有2条路，一条是回国之路，就是穿越野人山，大概需要3个月左右时间；还有一条就是走缅甸的道路，这一条路顺利的话7天就回去了。需要3个月，那出去不真成野人了。那我们就走缅甸这边，这一块石头肯定有点价值，等出去了我们换点钱，就跟武明一样正大光明回去。走吧，按照商量的方案，先下山去试试。快看，外面停着好几辆警车，还有一架直升机。这好像不是缅甸的警车。此时的直升机在空中盘旋，沿着野人山在投放什么东西，好像是宣传单，难道是想劝降？拿起来一看，被吓了一跳，原来是一张国际红色通缉令。4天前在缅甸某矿区，刘阿布屠杀17名同胞逃向野人山，现在证据确凿，正式把刘阿布列为通缉犯。
我被国际刑警通缉了。肯定是老汉干的，他不但把我们出卖了，还诬陷阿布哥。阿布哥，你别怕，我们会帮你作证的。对呀，阿布哥肯定是老汉干的。你们可要坚强活下去，不然我身上的污水可真的洗不干净啊！阿布哥，接下来怎么办？等他们走后，我们下去拿点石头。我之前藏了一点东西，要是没有被拿走，可以顺便带上。也行，还得拿点生活用品。很快，警车和飞机就撤走了。他们来到宿舍，阿布用透视眼挑选了一些好石头，大军则带了一些生活用品。这种野人逃亡日子肯定不能继续过下去了。只要能找到合作的商人，我们有钱了就好办事。关键我们不知道找谁啊。有的老板会亲自来矿区买石头，我们在半路等着，到时候让山鸡带着石头过去卖。山鸡这一块石头开价200万，最低100万，你见机行事。这些小石头每块10万不讲价，而且我们只要现金。好的，他们不会不给钱直接抢吧？放心，我们跟你虚张声势。那我先过去了。你去前面放哨，看到阿坤的人过来我们就撤。山鸡把一些石头摆放在马路边，过了半个小时，一辆黑色的轿车停靠下来。石头怎么卖的？10万，10万1块的。什么破板10万块？切一块看看。很快，一位保镖提着一个切割机走过来就开切。我们都要了，多少钱？15块，一共150万，只要现金。哈哈，150万给你。后面的保镖看到刘刚的暗示，正想要上去抢，就在此时，大军手里握着 AK 走了过来。怎么敢在这里黑吃黑？拥有透视能力的我，被骗去缅甸挖矿有多惨？今天好不容易偷出一些矿石来卖，这个老板却想黑吃黑。还好大军手握 AK 及时赶到。怎么，你敢在这里黑吃黑？朋友误会了，误会了。要是合作愉快，还有大货。此时，一名保镖拿着箱子走过来。这是150万，大货拿来看看。你还有钱吗？马卫国一个眼神，保镖又打开一个箱子，里面全是米金。大军看后吹了一个口哨，山上再次下来2个工友。不开口200万，开口按照乘4来。切开看看。保镖拿着切割机，按照阿布的画线开始切割，一个小口子切开，淡淡的一抹绿露了出来。哦，给你数数吧。喵的，这家伙又想抢了！按计划来，先吹口哨。大哥，你怎么回来了？放心吧，我们这里几10号兄弟呢，不会有事的。行了，我大哥带人回来了，就不数了。我们走。走吧，看来他们是有备而来，吃不下。山上，大家坐在一起，看着面前的现金，100多万的现金，还有30万的美金，这可是一笔巨款啊！大军分了吧？多拿10万米金给老大，没有意见吧？没意见，大哥肯定要多拿的。见大家都没有意见，大军这才把这一笔钱给分了，一个人分了40、50万，拿到钱大家都显得亢奋起来。大军去搞点武器，要是我们没有枪，这些钱我们也守不住。好的，等会我就去。大哥，这手机怎么办？马卫国走的时候丢给我的。凭借这个手机，他们就能定位我们的位置，同样的，他们也能送来各种我们想要的东西。我看出来了，那个老板并不是什么善类。我们可以弄一批石头放在不同地点，要是他给钱了，我们再告诉他下一个地点。老大，为什么那么麻烦？直接要现金不好吗？现金携带不方便，而且容易被黑吃黑的。那石头我们去哪里弄呢？直接去矿区肯定不行，但是袭击运送矿石的车那倒是没有问题。已经探查好了，阿坤每周都会往下国边境运送一次矿石，每次都会派遣30人的护送士兵跟随，他们今天就会去送一次矿石。很快，远处开来了3辆车，前面是一辆吉普，中间是卡车运送石头的，后面的卡车是一些士兵。等会你负责打破最后一辆的轮胎，让车子陷入悬崖，我负责第1辆，这样就只剩下1辆运送矿石的车子了。好的，没问题。在巨大的气势镇压下，其他人慢慢放下枪投降了。老大，这些人怎么办？让他们干苦力吧。阿布看了看里面的石头，居然有3块开口的黑皮，其中1块居然还是冰种。这3块石头都用红布包起来了，按照开口的重数计算，这3块石头加起来出售价在700万之上。等会上车之后，把车上小石头都丢下来。老大，这一车小石头价值也好几百万，就这样丢了多少，有点可惜。阿坤肯定会派人过来调查的。到时候他们看见地上的石头，不少人肯定会被发财的美梦停住，这也能为我们争取点时间。很快，车子来到第1个地点，让俘虏抱着石头放了过去，还拿手机拍了一张相片。阿布这才给马卫国发了消息，让他过来收货，然后驾车去第2个地点。发生什么事了？是我干的，不杀他们的话，我们的行踪就会被泄露，到时候会被阿坤追杀的。3块石头都放好了，
你留意着看对方有没有打管，过来把卡车也推下山崖吧，我们要躲起来了。他们藏到了一处密林里，孙栋梁一直刷着手机。第一笔、第二笔款项都到了，但是第3笔就一直没有收到了，这怎么回事？喵的，那马卫国甩我们呢？走吧，他们很快就知道我们在这里了，我们必须在他们包围之前进入野人山。阿布拿过手机，然后放在树叶下，又拿起一枚手雷，直接打开了保险，在这里做了一个鬼雷。马卫国是不肯给钱对吧？那就让他付出一点代价。此时，缅甸某公路上有大批军警进入现场，那帮人就在这里面，我们的手机信号消失在这里。马老板辛苦了，给我上，谁抓到那帮黄猴子，奖励500万。这一次，大首领康莱发动了5000多人一起围困这里，一定要把那几个人抓回来，要不然这一条运送路线都不安全了。这帮人会不会逃往野人山了？要是前往野人山，那几万人也不够用啊！哈哈，不会的，那地方是死亡地带，进去就出不来了。怎么回事？报告，阿坤死了，被鬼雷给炸死了。阿坤可是康莱的亲属，居然被炸死了，他很生气。1500万，我要他们的人头。有钱就好说。刘刚带着你的特种大队上去，一个星期要么见人，要么见尸。老大不好了，你看。阿布哥，我们走了，感谢这些天的照顾，我们要通过大使馆回国了。等回国我们会帮你作证的。孙栋梁、陈田军留。他喵的，孙栋梁手里有300万呢，这属于我们5个人的钱，他都带走了。你们也走吧，他们要抓的人是我。你们出去之后，想办法去大使馆寻求庇护，我暂时是回不去了。老大，你说什么屁话呢？我大军可不是那样的人。老大，咱们手里有家伙，怕什么？别跑了，返回去再干一票吧。刘刚是专业的人，他们还有专业的设备，我们不是他们的对手。他们进来也没有多少人，我们是在暗处啊。也对，我们在暗处，而且我还有一双能夜视的双眼呢，还不一定谁输谁赢呢。好，那就不跑了，倒是想知道那个刘刚到底实力如何。于是阿布他们开始布置陷阱。没过多久，一条猎犬快步跑了过来，一不小心踩到陷阱，嚎叫2声就没有了动静。大家小心点，猎犬还有最后一条，要是这一条也死了，那么我们的实力就在一个起跑线了。他们就在附近，准备战斗。小卡拉米，来弄醒你爷呀！快走，他们有火箭弹。阿布拉着大军刚离开一会，一枚火箭弹落了下来，四周一片狼藉。我的个乖乖，这帮家伙什么都弄得到。走，老林，火箭弹没有办法发挥作用，继续打2点钟方向。队长有3挺机枪，我们冲不上去啊！听见队员的抱怨，刘刚也气炸了。妙的，他们好像能知道我在干嘛一样，自己正准备发射火箭弹，他们就跑。不能再追了，这里就跟那几个黄猴子的家一样，他们是来取自由。老大，那帮龟儿子怎么不上了？他们想跑了，你跟他们喊话，留下5个人的装备，不然我们不会让他们轻易跑的。好嘞，前面的龟儿子听着，留下5个人的全身装备，否则我们一路追随到底。拥有透视能力的我，被骗去缅北挖矿有多惨？好不容易从矿区逃到了野人山，这家伙还死追着不放。喵的，狗急了还跳墙呢，打他丫的！撤，不能打了，这里就跟他们家一样，我们干什么他们都知道。前面的龟儿子听着，留下5个人的全身装备，否则我们一路追随到底。刘刚都被气炸了，自己是过来抓人的，结果被他们这帮黄猴子给威胁了。想得美，我们走。刚刚走了一步，身后的队员被人一枪干掉。哈哈，你继续走啊，我倒要看看你能走几步。给他们5套装备，竖起白旗，我们走。这帮孙子不是挺能追的吗？怎么不追了？这些压缩饼干、罐头、饮用水还有小零食够我们吃一阵了。嘿嘿，看我这身行头怎么样？那家伙背包里居然还有一套新衣服，还行，比你那身强了好几倍呢。3人这一次好好享受了一番美味。老大，要不我们留下来混吧？这里军阀乱战，要是能跟某个头领搞好关系，我们不是也想干嘛就干嘛？你们是可以回去的呀。回去也是当孙子，不如在这里，只要手里有枪，干啥都不慌。对呀，回国之后1个月也赚不到多少钱，还不如留下来先发财。好，那我们出去了，看看加入哪个势力。缅北有3大特色，第一就是矿区，翡翠矿区特别多；第二就是电信诈骗产业园不少；第3就是黄赌毒。后面2个我们坚决不能碰。此时野人山外正有20多辆的车队走过，并且还有军用卡车跟随，同时还有夏国援助的坦克在开道。老大，这是又打仗了？打仗还会出动飞机？这应该就是去某个矿区参观吧？矿区参观就这么大的阵仗？这是去帕敢地区的，那边有缅北最大的翡翠生产基地，应该是一位实权官员过来考察。我们去中心区看看有没有办法接触到那一位官员。这石头怎么卖？ 20万。
这是一块紫罗兰，它可是与帝王绿齐名的好东西，真没有想到刚来就能捡个漏。随后给了他800华夏币，带着石头就在这中心区随便逛着。等会把这块石头送给那个官员，这关系我们就算攀上了。老大，你看他来了，他领着一群人来了。大人，艾克子献宝，请大人欣赏一下。献宝，大人舟车劳顿过来这里给人民谋福祉、谋幸福。我这有一些普通不值钱的宝石，希望大人能得到神的庇护。哈哈，不错不错。作为人民的官员，就应该走到前线，跟大家近距离了解人民的需求。希望大人能收下这普通的宝石。我们父母官是不收取任何赠与的，不过你要赠送给我，我也只能勉为其难接受。对了，你住哪里呀？东城南边504号。官员点点头，一手提着篓子走了。看看是哪个矿区出来的，看看价值如何，10分钟后来见我。交代完后，卢比就迫不及待地扑向房间里面，里面还有一件礼物呢。也没有几分钟，卢比就缴械投降了。大人，那石头是纯色的紫罗兰。哈哈，好东西，好久都没有这种好东西了。你过去问问看看那小子想做什么。东城南边，阿布正吃着辣条，啃着窝窝头，突然进来一个男子。就是你给我大人送了一块蓝宝石。阿布连忙打开箱子，里面密密麻麻都是米金。这是大人您的，我们想跟大人直接做生意，不经过第三人。做什么生意？翡翠生意。这里的翡翠生意都是有主的了，就这些东西不行啊。德钦虽然喜欢米金，可是缅北8大矿区都有控制了，不是给钱就能行的。我们主要想办理一个缅北身份，不管我们能不能开矿，1个月1万米金是您的，5万米金是大人的。随后阿布又把一袋子夏国币推了过去，1万给自己，这可是一笔巨款啊！我辛辛苦苦当牛马，1个月也就是几10万缅北币，还是你小子懂事。说吧，你想要什么？我3兄弟合法的身份，开采证件，3个银行账户，还有想办法搞一套夏国银行账号，以后我们每个月准时给你们打钱。好，3天后还是这里，东西给你们送来。德钦回到酒店，把箱子打开，里面都是米金。送了一块紫罗兰，还送5万米金，要求还那么低，不会有问题吧？大人，其他人供奉越来越少或者不给了，培养一些亲近我们的人也是可以的。这事就由你全程去办理吧。接下来我的计划是给军阀当雇佣兵，这样才能清楚知道这帮人的势力范围，知道谁跟康来有仇恨。雇佣兵好呀，一看就很高级。山鸡也点点头，表示同意。3天后，3人开着一个2手吉普来到了一处水泡。你们谁呀？来这里做什么？哪个国家的？我们是西方骑士团的。这里是果敢吗？他们请我们过来当雇佣兵的。这里不是果敢，你们走错方向了。果敢给多少钱？本事如何？阿布二话没说，抬手就是一枪。300米外亭子上面有个陶瓷就被击碎。还没有谈好价格啊！1个月1万米金，你们给我们看场子怎么样？要是我大哥那边需要人打仗的话，价格就再高一点。5万米金我们留下来。好，这里交给你们看管了，不容许任何人带私货出去，不容许外人过来破坏，同时要保护我们的矿工安全。山鸡，你在这里守着，我去看看这个矿区怎么样。站住站住，快拦住他！突然有护卫大喊着，并且举枪鸣笛。原来有一位矿工拿着一块石头在疯狂的跑。阿布抬手就是一枪，500米外一枪爆头。他的枪法极好，再加上这一双眼加持，射程之内指哪打哪。看到没有，谁私藏东西逃跑就是这样的下场。这是我们高价请来的大不列颠雇佣兵，不想死就老实一点。阿邦，可能有地方下雨了。要是上游下雨了，那我们这里会被山洪冲击。现在必须让人上来，并且把这里的石头都移走。你看错了吧？那么热怎么会下雨？我没有时间跟你解释太多。这里空气水分含量在上升，一旦上游暴雨，我们这里这些人都死定了。半天后，全部物资都已经抢救上来了，大家都站在高处吃着西瓜，看着热闹。突然，前面出现轰隆隆的声音，接着巨大的石头被推着浮了下来。山洪沿着河槽冲进。拥有透视能力的我被骗去缅北挖矿有多惨？好不容易逃了出来，在这个矿区骗了一个保安的差事，没想到却遇到了山洪，把整个矿区给淹没了。果然上游有暴雨，还好自己警觉性高。阿邦看着面前一切，吓得冷汗直冒。要是我们刚刚在下面，那基本都得完蛋嘛。1个小时之后，洪水停了下来。阿布捡起一块石头，这是一块绿皮石头，是山料。山料，红雀绿还不错。看来这一次冲击下来很多山料，这些料子比之前的水料还多还值钱。这次多亏你了，以后这里的安全就交给你们了。我老大答应给你们几个兄弟10个点。没问题，要是这里真有好东西，附近会有不少人眼馋吧？我们需要武器，无人机、子弹、地雷都需要弄一点过来。阿邦面露难色地说：“我们的渠道有限，除开子弹，其他好像都买不到。那我们的开支有多少啊？我自己去买。我得先拉一车石头出去看看，评估一下这里的价值，才能申请经费。”第2天晚上，阿邦开始出发，先前往北方，然后运送到边境，最终交易到夏国境内。阿布他们在矿区转了一圈，没发现问题，便围在一起吃起了火锅。
现在只能用木柴来烧火了。要是矿区开大一点，那还能用上发电机。老大，我想把骗我们过来那个蛇头干掉，这个蛇头害死那么多人。要是这里真很有价值，马上就要打仗了，到时候小命都不知道能不能保得住，想那么多干嘛呢？也对，现在都吃不饱饭的，想那么多干嘛？怎么回事？对方几百人，我们扛不住，我们先跑了。站住！再跑毙掉你们！你们就是这样抛弃阿邦的，跟着我在我身后开枪就行了。这些人见阿布还敢上前，其他人不敢说什么，畏畏缩缩也跟着过去。你们是哪部分的？不说话开枪了！你开枪试试。哟呵，真有不怕死的。阿布抬手就是一枪，300米外刚刚说话的那个人额头留下一个倒了下去。下面那帮人胆子很大啊，给我打！谁敢跑我就打死谁！这里顿时枪声大作，阿布拿着 AK 直接扫射，居高临下的占尽优势。对方本来仗着人多就能打赢，结果挨了当头一棒。看来这里矿区发现好东西的消息已经曝光了，于是这帮人才想过来鸠占鹊巢。他们开始还以为仗着夜袭就能冲破这一道关口，谁能想到天越黑他们打得越准，不管他们怎么隐藏，都是被人爆头。那帮孙子跑了，还按照之前的安排值守就行了。第二天，这帮人再次组织一次大的攻击，只不过这一条路被挖开了，不是那么轻易能过来的。一个勇士开着挖掘机想冲破这一条阻拦线，只不过开到一半被阿布一枪爆头了。一帮乌合之众也一直想拿下矿区，再给他们几百人也冲不过来。老大，他们又跑了，要不要去追他们？没有必要，我们守好这里就行了。很快，阿邦的车队浩浩荡荡的回来了。怎么回事？这里居然被人袭击了！我们没事，那帮人丢下10来个人就跑了。自己的人一个都没有死，这几个雇佣兵的战斗力可以啊！老大回话了，10个点按照出售价格给你，每次卖完货就结算。这一次卖了1100万，按照比例给你了。好的，合作愉快。我先去跟老板说说这里的事情去。查查钱到账了没有？老大，到账了110万华夏币。此时阿邦也打完电话走了过来。老大说了，上面的事情他来处理，以后你们来运货，送到帕敢中心区就行了，到那有人接头的。喵的，这阿邦死了，怕被人突了，让我们去送货。对你们送货，每次你拿2、3块石头，我当没有看见就当辛苦费了。那样更好，出去送货就能认识其他人，也能扩展自己的信息网。一车石头很快装好了，今天由阿布他们去送货，前后的2辆吉普，中间就是卡车。全体保持警惕，1个小时轮换一次司机，打起精神。没走多远，阿布就发现前面路中央被人撒了很多钉子。你们把地上的钉子捡起来，然后开辟一条安全道路。我先排个雷。阿布利用透视能力，不到3分钟，2个地雷被拿了出来，然后再一边引爆。很快，几个老板一番估价下来，这一车石头价值980万。接头人又拿出1叠米金，拿着这些钱，带着兄弟们去潇洒，明天再回去吧。大军，你带着他们去吃喝吧。老大，你不去吗？我还有事需要打听呢。最近政府方面没有进一步行动吧？最近国内在建设产业园，那帮夏国人的钱太好赚了，大家都在建设产业区，没空打仗，只有利益分配不均才打。还在扩建产业园。对了，最近一个产业区叫光芒产业区，实控人是夏国人，外号叫老汉，手底下有几百人。那个可恶的老汉居然一跃成为工业园老板了，就是他杀害了同胞，还把污水泼给我。晚上，大军等人醉醺醺的回来了。不怕被人嘎腰子？老大，我去厂子玩了，好像都是夏国方面的人开的厂子，不管是吃的喝的还是玩的。我交代你的事情呢？南区东街那里有摆摊赌石的，很多人都会去卖石头，也很多客人会过来买。好，明天我们去卖石头。老大，要不我在这里守着，你去玩玩吧，别憋坏了，就是黑了点，反正关灯都一样。这一块石头怎么卖？阿布抬头一看是夏国刑警，吓得赶紧低下头，低声用英语说话。2 million summer coins. 200我要了。What? While playing? 那2000总行了吧？200万夏国币，一口价，不买一边玩去。队长，你看一下，这石头值不值200万？要是真按照打灯上面的率，200万差不多，这叫帝王率。来，我转给你钱。我只要现金。你等我，我去取。你是掸包人？你唧唧歪歪打探什么呢？这块石头我要了。这块石头我们已经定下了，我现在就要了，你能怎么地？别人夏国彩云边境人，这一块石头是我们先看上的。拥有透视能力的我，被骗去缅北挖矿有多惨？我只是随意捡了一些石头拿出来卖，没想到却被夏国刑警、KK 园区负责人和缅北的龙头老大同时看上。我现在就要了，你能怎么地？
别人夏国彩云边境人，这一块石头是我们看上的。李队长不经意地露出了夏国的红色证件。李俊看了一眼，忍住了怒火。官家的人他不敢惹，否则自己要被查一个底朝天的。怒火只能发到小商贩身上的。剩余的石头100万我打包了，300万一口价。哼，你知道我什么身份吗 ？KK 产业园技术顾问，掸邦军事顾问团成员。怎么样，100万卖不卖？你不问问我是谁，为什么手里有这种好东西，不买一边去？好，我倒是看看今天谁敢买你的东西。李俊的人站在这里，确实吓退了很多想要过来的人，只是并没有太久，还是有人过来了。他仔细地敲了敲石头，这石头怎么卖的？一口价300万，300万拿到边境还差不多，但是在这里你得少50万，50万算是运输费用。可以成交。阿布并不在意这50万，对方也很爽快地结账了。然后走到了李俊身边。李俊，你老板看见我都得亲自递上一根烟，别觉得自己是一个人物，在我眼里你提鞋都不配。喵的，我觉得我混得可以了呀，怎么到了这里一个个的都惹不起啊？惹不起他们，那还不能惹这2个小商贩了？随后就叫保镖上去教训一番，没想到分分钟全被干趴下了。喵的，城里不好混，我要回农村，不然被人突了怎么办？老大，你们这次运货还顺利吧？还算顺利。对了，钱到账了，偷着拿的石头卖了500多个，再加上2次干股，有800万左右了。嘿嘿，还是自己弄点石头去卖来钱快啊！老大，钱的事就由您保管着吧，除了吃喝多余的钱都不知道干嘛用。等到了一定数字，我会想办法换取米金进入国内进行投资，这样再出来的钱就能随便用了。大军和山鸡都点点头。就在这时，身后传来了枪声，有人偷袭，跟我来。刚来到高处，就看见了有一个小队伍正在攀爬悬崖。阿布举枪对着悬崖就是一番扫射，下面的人丢下几具尸体，狼狈的跑。哎呀，快走，快走！哼，正面不行就来暗处，这帮人够可以的呀。阿布，他叫李白，他是老板的人。下一次别等人靠近才反应过来，小心扣你工资。你刚刚说什么？阿布这语气很不好，并且透露一股杀气。我说要做好你本分的事情，该给你的一份都不会少。要不是来之前大哥就交代了，这个矿区卖掉之前还需要稳住你，否则早把你轰出去了。后天这一车就满了，到时候还得辛苦你了。到时候我也会跟你一起下去。这意思很明显了，就是怕我偷拿石头吧？好的，没问题。你们几个守在这，谁敢靠近就直接突了。敌人很喜欢夜袭，你们站在灯光下很容易被人放冷枪的。我们老大交代的事情，我们必须完成。傻叉，不听劝。刚刚休息不到3个小时，就传来2声枪响。阿布走了出来，看见卡车旁边倒下2具尸体。你们傻呀，还不赶紧关灯趴下！真是猪一样的队友。此时大军朝东南方向发射了5发照明弹，300米的地方出现了密密麻麻的人。开火，闭着眼都能打到人。敌人也是傻叉，不杀完护卫就想抢卡车，把我们100多人当成猪了。战斗一直持续到早上5点，对方几十人受伤，还丢下15具尸体，暂时退到了距离5公里的地方。这应该是最后一次运送了，你的那一位老板肯定扛不住压力要卖掉这里了。确实，他们已经在谈了，不过对面还想着打下来，那样就不用出钱了。李白看见大军搬运一箱箱东西放在吉普车上，他想上来检查，一手被大军推开。你要干什么？里面都是一些军用品。李白顿时不敢继续检查了，要是这个时候把阿布得罪了，那车上的东西就无法运出去变现了。这次出发动用了2辆卡车4辆吉普，路上很顺利，没有被抢。很快车队来到交接点，李白过去跟对方沟通，阿布则开着车带着自己的人去城里了，还有自己一批货要出手。站住，这里不允许乱闯，不许无礼，这是我的客人。现在有货有空去看看吗？我没时间，叫他跟你过去。这批料子不错，一口价50万。这批料子是帮阿邦卖的，他们也是靠偷卖石头提高收入的。然后又打开了自己带来的货，当看见上面那一块没有包浆的翡翠后，他脸上一喜。这些一口价300万，500万一口价，你可以选择不要，不要的话，明天我拿到大街上卖。这可由不得你了。女子一挥手，身后几把枪对着阿布，阿布笑了笑，然后拉开自己的衣服，里面都是炸药。大家都是做生意的，你压价就压价，我也接受，但是黑吃黑你也不看看我是干嘛的。女子转身给他老板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别玩小把戏，要不然不找他合作了。老板说已经转给你了，你查收一下。确定收到了之后，他们扭头就走了。女子刚刚回来，脸上就被老板扇了一巴掌。就你也配跟他斗？你带着你那几个亲戚还想吞掉他？你差点坏了我的好事情。你们几个不是憋坏了吗？去教训教训这个女人。李卫国走了，屋里顿时传出打斗和惨叫的声音。
那小子可是一条大鱼，500万的货转手就是赚500万，都那么实惠了，还想吞掉别人，头发长见识的。看着那家伙挺有实力的，没想到还想黑吃黑。看得出这一次是那个当地女子擅作主张，应该不是那个老板的主意，他就是压价太狠了。老大，里面有一个女的，好像是被胁迫的。刚才去厕所时，她给了我这个。阿布看了一眼纸条，是一个国内的电话，顺着目光看了过去。大军所说被胁迫的女子正在给一个客人倒酒。别多管闲事，我们自己都活不下去了，哪里有空理会别人？老板，过来喝一杯。这不是上次没有卖给他石头的那家伙吗？走去瞧瞧他想干嘛。兄弟，介绍一下吧。跟着卢比混的也没有什么好介绍的。卢比那可是中央的官员，虽说级别不是很高，可是一句话还是很管用的，怪不得这小子那么狂妄。其实你可以跟我做生意，我这边销路不错，价格可以高点。你是下国人？不是，我是外国人，叫那个小妞过来陪陪我吧。李军哈哈大笑，然后一个眼神，马上有人推着那个女子过来。今天带兄弟们出来嗨皮，却遇到我华夏女同胞在缅北被人胁迫，但这里是别人的地盘，我该怎么办？要不要救呢？李老板叫那个小妞过来陪陪我吧。李军哈哈大笑，然后一个眼神，马上有人推着那个女子过来了。我知道你跟矿区有合作，能拿到一些石头，大家都是赚点钱，我吃一口你吃一口，大家才能吃饱，对吧？下一次要是还有好东西，我通知一下你。你是干嘛的？鄙人呢，就是搞点小产业。小产业，嘎腰子的小产业吧。我带他出去潇洒一下，以后电话联系。你小子可真懂享受，这样的女子在这里是很值钱的。你看当地女子黑乎乎的，一点兴致都没有。阿布开车离开饭店，来到一片荒凉地，猜测这个女子是个卧底，因为她身上有迷你摄像头，不过已经被捏碎了。哼，你敢动我，我就报警！报警？在这地方报警？你真的是幼稚！赶紧叫你家人给这个账号打10万块，要不然你就留下来当压寨夫人吧。很快电话就打完了，他们说打钱过去了，你可以放了我吧。阿布听到已经打钱了，二话没说丢下女子，然后扬长而去。吴倩是夏国某日报的记者，这一次卧底下来就是要摸清楚这里的黑色产业链的。本来想通过打款账号锁定犯罪人的，可是家里人告诉他，刚刚那个账号居然是国际红十字的账号。难道他是在救自己？可是救自己怎么还占我便宜呢？那个女子可能是卧底，我已经送她走了。老大，你说来这里的是不是都是被骗的？肯定不是了，也有些是为了发财而来的。我就说嘛，刚刚找了一个妹子，是国内刚毕业的，她跟我说这里赚钱太简单了，她一个月赚了10万块。那你给了多少钱？我给了500，不过我又给了200小费。那他一个月得接200多客人了。第二天中午，车队回到了矿区，阿邦就急急忙忙跑了过来。来了很多敌人，并且还带了雇佣兵过来，这次我们可能守不住了。阿布拿着望远镜看了看，的确来了不少人，但是都是乌合之众，不过他们的武器多了不少，还有几门大炮。老板什么意思啊？老板让厮守到底，看看能不能扛得住。你们还不去布置？要是被敌人摸上来了，你们的工资都不想要了吗？老板打算卖多少钱？你问问他我那一份能不能保证，要是不能保证，立马我带着兄弟们就走。阿布直接对了回去，但是李白却举枪对着阿布，阿布的人也举枪对上了李白他们。阿邦，你站哪一边？大哥，现在不是内讧的时候，敌人马上摸上来了，你的小命还要不要了？快问问老板多少钱了？阿邦也不是傻子，他的人最多，要是卖掉的话，他也得失业。好吧，我问问。老板的意思是想1个亿出售这个矿区的所有权，但是对方想拿下来不想出钱，所以我们只有守住才有钱。1个亿也太廉价了吧？老板说了，为了表示他的诚意，不管有没有卖出去，他都要先给你们发钱，你们等一会就可以查收。很快1000万就到账了，阿布开始安排众人，并且开始进入各自需要占领的区域。随着一声炮响，战斗正式开始。这次他们也请了雇佣兵，一直不怕死的往前冲。你们这些矿工也别闲着，过来拿那些5公斤以下的石头往山下丢。这不太好吧？老板知道了会出事的。怕什么？有事我兜着，你们不想多赚点钱吗？于是上百矿工也加入了战斗，他们只要闭着眼丢石头下去就行了。李白一开始就带人躲了起来，要是打不过了他，可是会带着人跑的。老大太过分了，居然让我过来送死，那帮人都不怕死的吗？一发炮弹就在身后爆炸，直接把李白掀翻了。打电话吧，争取给每人发点奖金。你也看见局势了。好，我这就打。大军站在一开始给换防之人发现金，每个人先发100，不多，但是能提升士气。经过了1天1夜的战斗，最终还是守住了。突然老板亲自打来了电话，
阿布那个矿区已经卖掉了，下午2点就正式交接。卖了？多少钱卖掉的？1.5个亿。行吧，我知道了。这个矿区已经被我们老板买下来，你们已经得到命令了吧？吨会东西可以带走，但是矿工要留下来。我得到的命令是今天中午2点完成交割，2点前这里还是我们的。你们要不服气可以继续打。好吧，我会看准时间的。阿布命令矿工继续干活。还有半天时间呢，得多弄点东西下山，不然白玩了。作为东南亚的王牌，英豪也是第一次被打得灰头土脸，这对于自己来说很耻辱。要是有机会，一定要杀掉这个对手。是不是不服？要不比试比试？英豪摇了摇头，他不敢。要是自己赢了还好，如果输了那不是丢脸了？李白，你个胆小鬼，怎么还没有跑路呢？你那个亲戚卖掉矿区了，卖了10个亿，你知道吗？10个亿不是1.5吗？很快到了中午2点，双方交割完成。阿邦要不要去跟我混？你这个老板太抠搜了。算了，我是走不掉的，很多把柄还留在他手里呢。我们现在手里大概有3000万上下，你们要不要考虑回去了？我不想回去，回去也是被其他人借走拿走，他们根本不管我是死是活，我也不想回去让他们祸害。老大，我可不走，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兄弟下山都不跟我说一声，又有货打算出手。是的，有几个老板在看货呢，价高者得。想不想干点别的？我园区一个高手，5分钟3000万到手，而且在矿区你连女人都没有，我那里漂亮女孩随便挑。去你那当保安？不，保安太难听了。你也知道，总有些人不听话，不听话就打，跑就嘎腰子，一颗10万块供不应求呢。一颗腰子10万块，还供不应求，他的心可真黑。嘎同胞的腰子不怕报应吗？看看吧，真混不下去了，我再找你。兄弟，我跟你说，我跟国内上面的人都认识，要不然你以为我怎么能弄那么多人出来？要不然我的腰子卖给谁？李俊只是说到这里就没有继续透露了。有人在偷拍，是你的人？我这生意能见光，我还以为你的人呢。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敢偷拍自己，给我搜！保镖开始逐层开始检查，下面口子还被堵住了。只要抓到偷拍者，那肯定送到园区嘎腰子了。阿布回到自己房间，没想到居然有个女子。这是之前解救出来的那个女子，她在这里做什么？偷拍的人是她。听见外面的脚步声，阿布拉着女子走进浴室，很快2个人的衣服就丢在地上。2位保镖走了进来，看到一个女子蹲在阿布下面在运动，保镖好像明白了什么，转头就走了。老大没搜到，不见了，怎么可能？再去检查一遍，必须抓到他。我再去那个刘阿布的房间搜搜。这个女记者真是胆大，竟敢一个人摸进嘎腰子窝点去偷拍，没想到被人家发现了。阿布为了救这个夏国记者，险些被 KK 园区负责人发现。李俊带人走到阿布的房间，看见浴室的一幕，然后看着地上的衣服之后露出大拇指。兄弟可以啊，加油干！我先回去了，可能有记者盯上我了，我得去处理。随着脚步声越来越远，浴室里走出一人，捡起地上的衣服，然后惊慌失措地跑了出去。芊芊，你怎么了？看你脸色不对啊，是不是被发现了？他们都是夏国某日报的记者团，这一次过来就是潜伏下来摸清楚缅北诈骗集团的业务。摄像机我没有拿回来，李俊已经知道我们的存在了，我去休息了。芊芊，你不会射身了吧？你说什么呢？我就是气愤，每次都差点成功，可是都是差一步。阿布在桌子上拿起一个纸团看了看，然后又看向第2个，再看看第3个。这一货属于李老板，多谢大家的支持。老板，我想问问李俊出了多少钱？这是商业机密，我对比了，的确是他的价格高。你这样让我很不服气啊！不服气，价高者得不服气。他不敢惹事，对方几十上百人，自己才多少人？我这一次开价那么高，怎么可能被李俊抢走了呢？我也觉得我们的价格是最高的，应该是上次那个小妞黑吃黑的行为让那小子愤怒了。你带几个兄弟去问候一下那个女人。赌场是一个纸醉金迷的地方，不管你有多少钱，你在这里都会输得一无所有。此时一位年轻男子输急眼了，他拉着一个漂亮的女子来到中间。我把我女朋友抵押了，1000万谁要？他干活特好。哼，魏哥你干嘛？我们回去了，输了就输了。谁要？我保证你们肯定会满意他的技术。 1000万给你，这小妞我要了。大黑人一手提起女子扛在肩上，就要往一边走。慢着，我兄弟也想玩玩，也想知道技术好是什么体验。大黑放下女子，摇摇肩膀，一副要决斗的样子。两位，按照赌场的规矩，这里是不能打架的。既然两位都看上那个女的，不如赌一场，谁赢了归谁，不好吗？行吧，就按照场子的规矩来吧。规矩就是西方流行的赌大小，简单方便快捷。你想一把定胜负还是怎么玩？一把定胜负。
既然按照赌场的规矩，那么我们每人下10万美金，这样也让赌场赚点钱嘛。大黑一麻袋美金压在了大上面，阿布也全部压在大上面。你为什么跟着我？赌场有规矩不能跟的吗？556大啊？什么大？大伟都要疯掉了，卖掉女朋友才换取一次机会，可是又输了。阿布用透视能力看到了，那荷官开盘的时候能再动一次里面的点数。这次阿布5万美金直接压在豹子上面，5万美金压在大上面。压豹子，这人是傻子吧？豹子的概率太低了，居然敢压豹子！这一次终于能分出胜负了，开吧。慢着，我不相信你，让大黑开吧。我们赌输赢，他看任何结果我都接受。这样不符合规矩啊！不符合规矩？你们开赌场这点魄力都没有，你是怕我赢，还是怕大黑赢？难道你们搞鬼了？你们要是出千，可要知道后果的。大黑走了过来，擦擦手，表示手里没有任何东西，然后打开色盅。3个6，大豹子，居然真是的，嘿嘿，承让了，这次我赢了，他是我的了。慢着，毛熊轮盘游戏敢玩吗？大黑把枪放在赌桌上，我先来还是你先来？如果你赢了，这些钱都是你的。阿布拿过枪过来，一手清空弹夹，当着众人拿出一颗子弹塞了进去，然后转动轮盘。那就我先来吧。大黑看着面前这一把枪，他本想吓唬一下人，可是没有想到对方居然真敢来。他是干嘛的都不怕死的。奥德彪，你过来。大黑喊了一句，那个兄弟就主动走过来坐下。找了一个替死鬼。阿布笑了笑，很从容的又来了一枪，眼神里面没有半点恐惧之色。大黑再次拿起枪，对着他的好兄弟奥德彪来了一枪。这次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一枪之后，奥德彪直接被开西瓜了，溅了四周人不少的西瓜汁。大黑很愤怒，他看着阿布扛着麻子，提着现金，大摇大摆的走了出去。回到酒店，阿布看着地上这个1000万当地币被卖掉的女子。你们只能一个个来，不能一起来。来旅游的？不是，过来工作的。听说这里有高薪职业，赎金有的吧？要不你们3个一起来吧，温柔点。你是觉得我们3个还不如一个大黑？不死你！我不是那个意思，我跟家里已经要了10万了，家里也没有钱了。天黑之前在这个账号打10万块，否则我找一帮人治你。走吧。女子连忙拿着纸跑了出去。我好像不够凶狠啊，心善了一点。很显然他不会给钱。刚刚那个账号也是国际红十字会的账号。大哥你心善了一点。这牛那么白那么苗条，还看不起下国男人，要是我早就让他唱征服了。大哥，那么多人并不是被骗过来，而是为了发财梦而来，他的死活跟自己有啥关系？大哥这里找到一个摄像头，喵的，我们3个大男人还能搞基不成，居然也有这玩意。阿布则拿出手机开始倍速播放里面的文件，很快画面里面有一位老板走了进来。我们只要把国内这一批人骗过来，男的送到园区玩电脑，女的送到风月场所当陪侍，一个人投保底20万。双方谈了半个小时后，便搂着一个白妞开始打扑克了。谁不知这一切都被录下来了。老大，这个胖子是国内一家工厂的老板，这个我先留着，以后或许有用。5000，我们明天就要回去了。丽君可是下了必杀令，那帮人可是真的什么都干得出的。你们吃，我过去练习一下外语能力。先生，我能跟你一起用餐吗？那自然十分欢迎了。你怎么看待这一次缅北那么多搞诈骗的？这个问题会显得你专业很不到位。要是我也是搞诈骗的，你觉得你还能活着走出去？我很好奇你在这里是做什么的。当然，要是不方便，你可以不说。只要赚钱的事情我都干。对了，也不知道送什么礼物给你，这个手机就送给你吧。多谢，有空去花都旅游，我可以给你当导游。再见。领队，我总觉得这个手机里面有秘密，但是不适合现在打开。赌场是一个纸醉金迷的地方，不管你有多少钱，你在这里都会输得一无所有。此时，一个漂亮国观察团的人输急了眼，在这里没人敢惹他。此时，赌场夫人也走了过来。查理斯先生，欢迎您来这里游玩。好了，开盘吧。556大。看见这个结果，查理斯完全扭曲起来，直接把老板娘按在桌子上，就要做运动。而这帮保镖没有去救夫人，而是拿起电话打给老板，问要不要管。嘿嘿，你这有点小啊。查理斯见有人挑衅上来，就是一拳。可惜来得快，飞得更快。想打架你还不行？老板有令，如果有人欺负老板娘，直接毙了。几个保镖这才冲了过去，按住查理斯就是一顿暴揍，然后拖着他丢了出去。你们的房费已经免除了，以后过来提前打招呼，也能免费住店，有任何需求都可以跟前台说。那就多谢喽。半夜，楼下一辆黑色没有牌照的车子开了过来，车上下来3个蒙面人，他们手里拿着 AK 对着酒店就突突起来。那3人打完一梭子子弹就开车走了。
清晨，又是一辆车子过来，然后车上的人对着酒店又是一番厮杀。这是大黑带着人要为兄弟奥德彪报仇的。不过这里毕竟是军阀的场所，他开了枪就扬长而去。此时大厅里，吴倩等人已经集合完毕了。这里太危险了，我们要尽快离开。现在这里的采访任务只能暂时终结了。很快，大使馆的大巴开了过来，看见上面的红旗，大家才安定下来。记者团成员拿着小国旗开始排队上车。夫人，你没事吧？我没事，应该是漂亮方面的人干的。是他们干的，老板会处理的，您上去休息吧。你们几个就守在那，技术工作交给高丽人，属于卢比那一份不会少了他的。这里有3方面的人，卢比的人就是我们，然后是军阀的亲戚跟他的卫队，还有就是一批高丽人。夏国人，黄皮猴子。老大，那几个棒子看我们不顺眼。阿布看了远处一眼，勘察队成员15人，还有一支雇佣兵小分队，人数在30人左右，全部清一色配备高级武器装备，其中包括肩扛、火箭筒、小型掷弹筒、国产全自动步枪、美式手榴弹，还有一辆吉普改造的重型机枪，火力强大，可以跟欧美雇佣兵一战了。那个军阀方面有卫队500人左右，全部配备半自动步枪、5挺机枪和10门迫击炮，他们的装备自然不能跟雇佣兵比较了。别人那么强大，咱3兄弟斗不过暂时忍忍吧。要是这能开发一个矿区，那就不是几个亿那么简单了，这可能可以开采几10年的。就在这时，头顶传来了战斗机的声音。就当大家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第2架战机随即杀了过来。这一轮炸弹下来，整个营地里面的卫队基本都活不成了。高丽方面的雇佣兵40多人，只有20多人还活着。这是夏国外贸出口代号枭龙战斗机，这是缅北官方的袭击，这军阀没有搞定官方，这还怎么玩啊？一帮废物都是废物，你能否击落再次袭击的战机？光靠我这一杆枪肯定不行，但是要是给我标兵毒刺之类的防空武器，那基本可以。1个小时之后，战机会第2次对于这里进行袭击。我给你武器，你如果能把战机打下来，我给卢比加10克点干股。如果我能击落战机，不光卢比要好处，我也要好处。你要多少？雇佣兵的价格5万美金1个月，每个月提前给。然后这里我要5个点。如果你真能击落战机，我答应你的要求。卡萨本来想求助高丽人的，可是高丽剩余的几个雇佣兵都躲起来了。阿布3人开着吉普来到一处山头，3人把装备搬运下来，开始组装武器。1个小时后，果然看见了云朵里面俯冲下来的战机，阿布立马发射了1枚毒刺，快速锁定，再次发射了第2枚毒刺。第1架战机尾部被击中，随着一道黑烟，战机坠向远处。第2架战机见同僚被击中，他也不做任何干扰，直接跳伞了。根据国际公约，不能对跳伞逃生的飞行员下手。还有这个公约，这是夏国几10年前的老古董歼七改版。怪不得连基本的干扰弹都没有，并且飞行员能力极差。如果都是这样的人，这仗还有的打。你真是大不列颠雇佣兵，看肤色不像啊！之前家族移民过去的。政府军队与北方的部落进行围剿，喵的！出兵经过这里，顺道想给矿区一点颜色，交了保护费就能继续开采。战机已经被我打下来了，现在能不能答应我的条件了？之前答应你的条件，我可以现在就承诺下来。你还需要什么装备？毒刺要是还能买，就多买点吧。那个武器太贵了，一套要几10万美金，我尽量再弄几套。阿布来到矿区，想看看这里面的矿质量怎么样。夏国人就是那个腐朽不自由、依靠人多的国家。安全都靠别国驻军的国家，文化都靠抄袭的国家，真有脸啊！以我现在的身份去你们国家，把你们的女人都抢了，你也只能眼睁睁在一边喊着加油。怎么你想练练？练练就练练，我是高丽白虎团团长，并且拿下了高丽3届比武冠军。一个黄皮猴子还敢跟我说练练？此时卡萨拿着望远镜看着，他并没有阻止2个人对决。这里3方面的人总要分出一个大小王的。宋天明直接在地上一点，整个身体飞了起来，要展现空中跆拳道。阿布在地上一点也冲了上去。2秒不到，2人掉落下来。宋天明趴在地上努力想站起来，却始终站不起来。就这白虎团还是高丽3届比武冠军，怪不得几10年前会被打得屁滚尿流。高丽也就是嘴硬了，其他都软了。宋天明举起了枪，想要偷袭阿布。老大小心！不用大军提醒，阿布也感受到宋天明的小动作，直接开枪打中了他的手腕。打不过就偷袭，你们也只配给漂亮国当宠物了啊！老大被人揍了，并且能力是被全方面碾压的。那小子到底什么来头？阿布来到矿区前面，眼神死死地看着这里，看见里面各种5颜6色的东西。一块区域真的有翡翠，这里说不定会成为第9大矿区之一。
此时又出现一架黑色直升机，山头处的大军发射了第3枚毒刺，直升机连开火的机会都没有就被击中坠毁了。阿布，你去阿克邦运送武器吧。宋天明被你打成半残废了，也只能你去了。3辆吉普开了出去，不到4个小时，车子来到阿克邦城郊接头地点。你们要干什么？这里是我们的仓库。我们在抓一个人，看见没有？1.6米左右的大胖子，脸上被揍成猪头了。我再给你一次重新组织语言的机会。大哥，误会，打搅了。阿布走进仓库一愣，人好像真在这里面。别杀我，我有钱，我有钱。你是夏国人？缅北骗来的不只是年少无知的年轻人，还有国内有名的建筑行业老板。他可是阅人无数、见过大世面的人，居然也被骗到了 KK 园区。别杀我，我有钱，我有钱。你是夏国人？只要你协助我回国，我给你1000万报酬。呵呵，你要是真有钱，那为什么不给他们呢？你觉得我就那么好骗吗？不是的，我是国内一家建筑公司的老板，我老婆是夏国下建16局的理事，我被骗到这里来，他们用各种办法想让我签字，并且想引诱我老婆出国，想把她控制。口说无凭啊！你可以查查，我叫刘铁军，我老婆叫刘二飞。阿布拿出手机，还真上网查查。刘铁军不够出名，但是他老婆的确是某建筑公司的理事，出现过在新闻上面。好，我可以安排人把你送到华夏大使馆，但是你要先给我打款。这我怎么知道你们是谁呢？我给你们钱，你们转手卖掉我还不是亏大了？你看看这批军火，你觉得我们跟 KK 园区是一样的人吗？给你5分钟考虑，要么给钱送你回去，要么你自己走。刘铁军看了看周围都是军火、炸药、武器、子弹等等。这里是一个小型军火库，这10几个人什么身份？好，我有100万美金存在汇丰，马上安排我老婆转给你，其余钱需要1天的时间筹备，可以吗？可以先欠着，其余的你到国内再打。随后阿布给卢比通了个电话，阿布给他100万卢比，安排人送他去大使馆。他们是当地的军队，会安全送你到大使馆门口，接下来的事情就是你自己处理了。还有别忘记把余额补上，否则你懂的。车子刚刚出来，外面就出现了抓刘铁军那一批人，上来就被一梭子打回去。这帮人只能眼睁睁看着刘铁军被接走，直到车子开到夏国大使馆，车上的士兵一脚把刘铁军踢下来，然后开着车扬长而去。站住！再靠近我们就开枪了。我是夏国人，别开枪，我是被诈骗园区骗过来的。老婆是我还活着，我现在在曼德勒夏国大使馆，你快把余额打过去，然后给我打一点钱，我买机票回去。铁军啊，家里实在拿不出来多少钱了，这次你得证明一下这个大使馆的真实性，我才能给你打款了。因为被骗很多次了，那一边都不相信了，刘铁军只好把电话给工作人员，让他们跟家属进行视频通话来证明夏国大使馆的真实性。我听说你还要继续给解救你的人打钱，到了这里就安全了，你不需要再给他打钱了。还有你打钱的账号要告诉我们。刘铁军听了李队长的话特别激动，我乐意打钱，你好像也管不着吧？我被关押在帕敢1个多月了，你们也知道我的位置，却没有去救我，现在有人把我安全带出来了，我给他一点钱怎么了？刘先生，并不是我们行动缓慢，在国外我们需要遵守这里的法律，我们需要一层层回报，请您理解。那我问你们，那帮诈骗犯用的是不是夏国币、夏国电话、夏国网络、断网，不知道吗？刘铁军嘲讽地看向这一位夏小姐。李队长看着刘铁军离开，并没有说什么。等回国了，我会跟上级说说这里的情况的。阿布的车队带着武器安全地回到了矿区。阿布有一支队伍要过来了，你得做好战斗准备了。我叫宋天明，那几个高丽人听你指挥。那就先埋雷吧，不然就我们几个人，哪里是正规军的对手？要是埋雷了，那我们怎么出去啊？我们怎么把翡翠运出去？到时候再排雷啊！你先得守得住，才能考虑后面的事啊！守不住，一切都白搭。埋雷都会吧？那些高丽人连埋雷都不会，还得阿布教他们。堂堂高丽雇佣军居然不会埋雷，不知道他们平常都训练什么。山鸡则站在高处，拿着地形图，把安装好地雷的地方做好标记。阿布拿着远望镜看着前面，2公里外面有3辆主战坦克，身后一个团的兵力冲了过来。夏国的外贸版 VT4 主战坦克，随着坦克率先进攻，身后一个团的兵力冲了过来。听到炮弹声，卡萨吓得直接尿裤子了。跑，快跑啊！卡萨爬起来就跑了，还喊着叫别人跑。高丽雇佣兵看见局势不对劲，也马上跑了。一下子前线就剩下3人了啊！这怎么回事？还没有打呢，都跑没影了。老大，我们也跑吗？就我们3个人在这里，等于送死这帮孙子。等会看看政府军的表现。对方的榴弹炮准度差得很，营地就在那一炮都没有中。随着一个步兵踩到地雷之后，前面也是一片血肉模糊。随着第2枚地雷被踩，整个步兵队伍居然后撤了。坦克孤零零的停在前面，也不敢开了。
一开始觉得我们身后那帮都是废物，现在看来好像都是半斤八两。看来埋雷是一件正确的事情，他们不敢前进，那我们就打呗。很快，对面慢慢后退了下去。卡萨听不见枪声之后，才跑过来，看着营地只有3个人，其他人都跑了。喵的，一帮废物跑什么？胆子别那么小嘛，咱们是拿钱办事的。拿钱办事，但是没有必要付出生命。不到几分钟，一发榴弹炮落入附近，虽然准头不高，就是声音吓人。怪不得这里流行雇佣兵，雇佣兵至少不怕死啊！大军扛上火箭弹，锁定目标，一发火箭弹飞了出去，3发导弹3辆，坦克直接就干报废了。敌人又后撤到10公里外面那个临时营地去了。卡萨竖起了大拇指，这3人战斗力杠杠的，不愧是欧洲雇佣兵，就是比高丽雇佣兵厉害。可惜人少了一点，不然还能干很多大事情。支付宝到账1000万美金。刘铁军应该到了大使馆，还给我们打钱了。嘿嘿，原来帮人回国的生意也不错。那小子是不是搞贪污的？1000万说给就给，管他呢，以后可以接一些解救人质的任务了，只要钱到位，人在帕敢或者山邦大区，那都可以去试试的。老大，卡萨好像吸面粉，你怎么知道的？他一开始尿裤子，后面有人给他打了1针，然后整个人就亢奋起来，还一枪差点打中他身边的人。我必须立下一条规矩，谁如果沾染面粉，那我们不是兄弟。2人都点头表示同意。老大听见矿工说他们买来一个夏国女子，用来给他们一家人生孩子。走去看看。他们来到一个村子，这里都跟原始村落一样，透过窗户就看见了几个黝黑的当地人正在做人类的原始动作，外面还有几个人在排队。阿布直接推门进来，一个年轻男子一拳过来，但是被迎面一拳下去废掉了。救救我，求求你救救我！看着女子样貌，她家庭应该还不错，不知道怎么就被卖到这里来了。你好，他是我们的人，你不能动他。这个女孩只是想出来挣点大钱，没想到却被人卖到了一家3代都是光棍的家里，受尽了折磨。身为大夏的我必须过来把她救出去。看样貌，她家庭应该还不错，不知道怎么就被卖到这里来了。你好，他是我们的人，你不能动他。你说什么？他是这一家人花了1000万买来生孩子的，你是不能带走的。都出去，我老大有话要说。如果我把你救出去，你能给我多少钱？我手里没有钱，只有这块石头，可能还值点钱。玻璃种，我还是第一次见识到冰种的翡翠呢，可惜就是太小了，不会超过100万。此女子被卡萨看上了，他让我过来带走，当初花了1000万对吧？卡萨出1个亿。村支书不行了，能不能这样？他们说要再留1天。哼，再留1天，那人还能活吗？我就要现在带走，不同意自己找卡萨说去。给你这些钱，把他送到前往曼德勒的车上去。好，我这就去。我会再跟他联系的。你要是敢跟我耍花样，我让整个村子都……2人看着村支书快步如飞，背着女子走了。有钱真是好办事啊！什么？琪琪没有死，苍天有眼，我们马上赶过去，求求你们一定要保护我女儿，不管多少钱我们都愿意给。妇人挂完电话跪在地上，对着前面的菩萨深深磕头。女儿5个月前跟同学去东南亚旅游，后面就失去联系了。对方也请来雇佣兵了，就是抢了他女孩的那个大黑，不是冤家不聚头啊，干他丫的！我们得阻止他们的排雷兵，否则等他们排完雷，我们必输。众人纷纷掏出手雷丢了出去，不过对方直接扛着钢板上来了，手雷的效果降低了很多。后方一发榴弹炮下来，直接把阵地上后面5人炸飞了。卡萨看见这一幕，吓得狼狈的跑了。卡萨的人又跑了。大黑看见这一幕，端起机枪往前走，身后的雇佣兵也开始火力压制。还不走吗？就我们这几十人，哪里是一个团的对手啊！喵的，撤向东边的山林。将军，我们拿下来了，未来福布斯富豪榜指定有你一个位置。很好，以后你们负责安全，我们负责开采，咱们合作共赢。随后，大黑拿起打火机点燃了树林。竟敢躲在里面，等着被烧吧！卡萨着急了，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就撤出来，伸手就给自己打了1针。喵啊！立马精神大作，兄弟们，给我冲！卡萨完全是疯掉了，被面粉给控制了。撤吧，大批政府军冲上来了，再不走就被包饺子了。好好的一个矿没有守住，什么好处都没有了，还得继续逃亡。你还想不想拿下之前那个矿区？我可以帮你抢回来。你要是能拿下沙昆，我可以跟你合作。你有多少人？不用很多人，就我们3人足够了。3个人，反正让我们过去，你也没有多少损失。完不成任务，你把我们突不就好了？听卡萨说你们很能打，那就给你一个机会，副官你带他们去前面那个沙昆的地盘。好的，你们跟我走吧。
前面就是沙坤的地盘了，这个口子一直拿不下来，要是拿下来了，算你们大功一件。我们这里有一个团的兵力，对方也有一个营的兵力，打仗不能光人多，要靠脑子。这里那么窄，前面架2挺机枪，你多少人上去都是送死。沿着这一条小溪上去，前面居高临下可以试试。那绕太远了，并且路很小，不方便进攻。大军拿100万现金过来，愿意跟我上去的人先发1000，到了地点再发1万。2个小时后，阿布他们已经来到关口左边这个平台了，3门火炮也抬上来了。大哥，你来校准吧，一共就30发炮弹，我没有把握。这帮人随时都带那么多钱，居然还带走自己300多人。预备，开炮！3门火炮同时开火，炮弹落在指挥室，瞬间就炸没有了。大军招呼身边的人往山下冲。报，沙坤的一个军师被炸死了，指挥室都被夷为平地了。就趁现在，给我一举拿下这个地盘。2个小时之后，昆罗也来到了现场。雇佣兵就是不一般，怪不得大家都喜欢，特别是康莱，他手底下有好几支雇佣兵队伍呢。说说那个场子吧。那个场子我给你1个营，要是拿下来了，我们就3-7开，你3我7。好，拿下就按照这个分。这是我儿子俊杰，矿区由你管理，出售卖货就让他来。父亲，那山沟沟的地方我不想去，我要去管理赌场，还有红楼我也能管理，我不想去矿区。哼，我让你去你就去，少废话。大人，矿区还没有拿下来，少爷过去也不合适，等拿下来再说吧。你多久能拿下来？1个星期吧。1个星期，口气很大，安排1个营给他开始行动吧。老大，我怎么看那这叫俊杰的小子跟副官很像啊？哈哈，那不是我们该操心的事了。老大，你看他不是阿邦吗？他在被人追杀。把他救下来，阿邦还是可以值得深交的。你这是怎么回事？我把老板的1车面粉丢了，还死了几10个人，我不敢回去，只能投靠你。跟着我吧，他要报复你，先过我这一关再说。带着你们的人调整1天，明天有任务。2天后，阿布他们来到了距离矿区几公里处。老大，我们500多人打一个团，并且对方还有坦克、榴弹炮，难度是不是太大了？你忘记正规军的实力了吗？叫我看来，只有大黑那几10人需要注意一点。大军带着人开始给山地炮调整角度，阿布则开始控制无人机。他的目标不是大黑，而是里面的头领。只要把里面最核心人员给炸死，这帮人就会狼狈而逃。预备，开炮！无人机也找到了他们的首领，精准的投下1枚炸药，刚好落在领头人脚下。下1秒，他的身体4分5裂。炮兵开始对于矿区4周随意开炮，这下头领死了，整个队伍跟无头苍蝇一样狼狈的往山上跑去。几百人就把一个团打跑了，该死的猴子，一群胆小如鼠的猴子。这些正规军不是问题，只是这大黑依托碉堡组成了完整的火力，并且还有重机枪，可不是随便能突破的。老大那边有2辆下国的坦克，正规军没有来得及带走。嘿嘿，走去瞧瞧。我只是向对面放了几枚炮弹，没想到对面一个团的正规军撒丫子就跑。正当我以为矿区被抢回来的时候，对面碉堡里却扫过来一梭子子弹。这大黑依托碉堡组成了完整的火力网，并且还有重机枪，可不是随便能突破的。老大那边有2辆下国的坦克，正规军没有来得及带走，我觉得可以用来打碉堡。走过去看看。坦克一炮过去，前面碉堡就被掀翻了。我们的碉堡呢？大军找到机会丢了一捆炸药过去，里面几位雇佣兵当场报销了。可惜了，角度不够啊，其余几个碉堡坦克打不到。碉堡里的大黑问候了领头人的亲戚1万遍。这些胆小鬼居然把坦克都送给对方了，飘不成你去试探一下，看看对方想干嘛。飘不成点点头，这事情简单，他拿着机枪走了出去。远处的大军看见有人端着机枪冲了出来，AK 直接扫射过去，飘不成站在原地，身上都是窟窿。飘不成，你他呀，出去谈判还端着枪啊！马德彪，你去问问他们到底想做什么，别忘了举个白旗。你回去告诉你们老大，明天早上你们只要举手出来，不许带走任何武器装备，我会给你们几辆车，让你们安全离开这里。好的好的，我这就回去告诉我们老大去。老大为什么要放走他们？他们可是我们的对手啊！以后他们又来打我们怎么办？我们的人还没有能力拿下专业的雇佣兵，他要是死守碉堡就是不出来，我们可能会被打跑。放走他们才是最好的办法。大黑听了要求之后紧蹙眉头，放下武器那不是变成别人的鱼肉了？明天我们要分批离开，看看他们会不会信守承诺。
次日，大黑他们分3批离开了矿区，阿布并没有为难他们。俊杰搂着他女朋友来到了现场，都过来，给你们免费做个体检。体检恐怕是偷偷检查吧，就是要把这些人都输入进去工体数据库，一旦有人需要器官，就要嘎腰子，嘎其他器官。老大，这帮人不光对下国同胞那么狠，连自己人都不放过啊！我的人就不体检了。俊杰听了这话，脸色立马难看起来。你敢不敢再说一次？我说我的人不需要体检。俊杰掏出枪对准阿布，大军拉动了枪栓。你小子再动一下试试。昆罗的人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一个是老大儿子，一个是雇佣兵老大。俊杰的女朋友王慧走了过来，哈哈，你的人不需要体检，其他人过来吧。随后阿布开始部署防御工事，防范再次有人突然杀过来。老大，那个王慧带了一帮女的过来，在这里开了一个红楼，在这里开一个黄窝，是不是过分了一点？一次3万缅甸币，3万100多块，还有的钱赚。能赚钱，他们一天最少连续工作8个小时呢。矿工一天赚的钱基本都给他们了，这里的护卫都没有心思了。我去看看。大爷，快来玩啊！王慧在哪里？我们王姐忙着呢，没空搭理你。阿布并没有理会他，不在这里肯定去俊杰的营地了。刚走到门口就听到里面在打架。喵的，2个人大白天就打架。那个黄窝明天必须搬走，不然我轰里面的人。听清楚了没有？你不要得寸进尺，你做你的事情，你拿你的钱，我做我的事情。这些矿工每天那么累，我在这里是服务他们。你的黄窝在这里，矿工就没有心思干活，士兵就没有心思看家护院。我只是过来通知你，搬不搬是你的事情。这是我父亲的主意，你倒是轰一个试试。别拿你父亲压我，我们是合作赚钱。俊杰，这个地方我们一个月能赚几10万呢，你跟你父亲说说，让他施呀。很快阿布就接到了昆罗的电话，护卫都没心思站岗了，这个黄窝必须移除，否则明天我就一炮轰了。还没有出矿呢，就想着赚外钱了。昆罗还在跟另一派打仗呢，矿区方面都要依仗阿布，哪里敢因为一个黄窝就闹翻了。次日清晨，一辆坦克对着营地旁边一炮过去，里面的客人直接吓得尾掉，女子也跑出来哭哭啼啼的，他们还以为正规军又攻打上来了。这里是你的还是他的？轮得到他对我们指手画脚吗？父亲那一边并没有说什么，还是撤下去吧，搬到路口镇子上去。俊杰也气愤，他虽然有一个营的兵力，可是这帮人一旦真打起来，没准跑得比自己还快呢。王慧眼神里面露出一股恶毒之色，挡人财路如同杀人父母一般，你给我等着。老大，小心王慧，他眼神不对。就他，我还不放在眼里。没几天，第一车矿石已经装满了，需要拉到阿克邦去。这是第一次运送任务，你亲自运输过去。你没权指挥我，你要是在这里搞小动作，我先送你上西天。让你做就做，这次由你的人来运送，这一批货很重要，我安排人运送吧。好吧，叫他们小心点，我总觉得这一趟运输不简单。很快，阿邦的一个兄弟开着车，带着一帮人离开了矿区。他每隔半个小时要向阿邦汇报一下情况。就当车子刚刚离开小路，要进入国家公路的时候，树林两边突然冒出一批人，枪林弹雨直接落下来，整个车队被完全打成肉馅，连钢板都被打碎了。很快，四周走出来10几个蒙面歹徒，把几块大一点的石头拿下来，然后掏出一个打火机丢了过去，整个现场燃起了一片熊熊大火。1个小时之后，阿布带着人来到现场，现场报废1辆卡车、3辆吉普，18个人一个都没有活下来。你说怎么办吧？下一次怎么运输？我希望这事情跟你没有关系，要不然别怪我不客气。你们还是回去阿克邦吧。老大，18人全死了，身份也确定下来了。当地赔偿标准多少？一般1000万当地币。1000万当地币，算下来夏国币才3万多一点，太少了，全部提高10倍。这钱由你亲自来发。要不我来运输，你让出10个点。滚！这事应该是毒贩干的，过几天我要给那帮人一点深刻教训。2日后要再次向阿克邦运输原石，这一次阿布要跟阿邦亲自送过去，一共就带20人左右，2车石头。老大千万要小心啊！王慧的眼神不对劲。王慧，我大张旗鼓的准备，不就是为了让他注意吗？车队再次离开矿区，1辆坦克开道，后面1辆吉普车，中间是卡车，最后是1辆吉普。他们的老公死了，可是他们不但不伤心，反而还很开心。原来他们都是一个矿区的护卫，这次出来护送矿石被人杀害，当地赔偿都是1人2万块的。可是他们的新老板仁慈，直接10倍价钱赔偿。为了给他们报仇，这次老板亲自去护送矿石，阿布亲自开着坦克，上空还有无人机在查看附近的情况。刚来到一处转弯口的时候，无人机捕捉到那里隐藏着一支队伍，30人左右都是蒙面人，他们还捆好了几个炸药包。阿布没有犹豫，坦克炮口开始转动。
跳出来，拿着枪带着人冲了过去。只见地上东倒西歪一帮人，不少人身体被炸得四分五裂。自己滚出来！大哥，我是罗哥的人。罗哥，这帮人果然是毒枭的人，是谁给你们消息的？我不知道，是上面让我们在这里打劫你们的。我们可是罗哥的人，劝你最好放了我们。那你知道我是谁吗？不就是昆罗的人吗？你想杀我，还是先问问昆罗再说吧。阿布拿出手机给昆罗打了一个电话。罗哥的人要劫我们的货，被我抓到了，现在该怎么办？那些吃面粉的人太凶残了，我们惹不起的，还是放了吧。算了，你走吧，以后别再被我逮到。那这些人怎么办？你杀了我们那么多人，你想怎么办呢？当然是赔钱了，这2车石头都给我们，开到我们营地去。我去毒枭都那么狂妄的吗？一个毒枭而已，真以为天下无敌了？来多少自己杀多少。阿邦把你们的手机全部缴上来，这一趟没有完成之前，还是别惹事，等回来再好好跟那帮毒斗一斗。报，昆罗的人把我们的人全给扎了，一个都没回来。哼，收拾家伙去干他丫的！没想到那个废物昆罗也敢招惹自己了。阿克邦北面，昆罗正带着2个团跟昆沙决战，好像正在被压着打。报，矿区那个雇佣兵把昆罗的人给扎了。这小子不要命了！放眼整个世界，谁敢得罪毒枭？连当地政府都不敢。副官，你带人去剿灭那帮人，给罗哥一个交代。不如看看那小子有没有能力跟罗哥对抗。如果他赢了，也算是我们一个强大的帮手。就他那几10个人，怎么可能会赢？要是输了，矿区被占领了，我们去不去有什么关系呢？并且昆沙也在调兵遣将，我们也没有办法离开。老大，你不是说叫我们找点自己人吗？这些都是以前跟我混的。我这里也有几位开卡车的朋友，他们也想加入。多交一点自己人最好了，遇上危险还得依靠自己人。你们都听好了，老大让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他的命令就是圣旨，知道吗？未来1个月，你们将要跟随大军进行日常训练，训练包括射击、投弹、负重50公里，收入方面不会少了你们的。准备战斗吧！罗哥那一边的毒枭可能会来报复，交手之后不要客气，全扎了。矿区10公里外，女头领带着500人，10多门迫击炮，2门山地炮，还有大量手雷。进入战斗状态。一发坦克炮弹落在中间，这几米范围10几个人瞬间报销。大军拿着机枪就开始扫射。对面的几枚炮弹在附近爆炸，吓得大军带来的人撒腿就跑。喵的，谁敢跑，老子崩个谁！大军机枪对着乱跑的人一梭子过去，有个倒霉鬼不幸被击中，直接一命呜呼了。见大军那么狠，其他人连忙举枪还击。阿邦在后面组织人开始有序的开炮，2名毒贩手里抱着炸药包就冲了过来，嘴里喊着什么玩意也听不懂。大军一梭子过去，2个人原地爆炸了，地上被炸出一个大洞，毒枭方面损失惨重。小子，你确定要跟我们作对吗？不如我们谈谈。女毒枭把手里的黄金手枪一丢，就走了过来。胆子这么大，就不怕我一炮轰了他？为什么要跟我们作对？你扎了我18人，你还问我为什么跟你作对？那是他们该死，你老老实实撤出这里，大家相安无事。你觉得跟着昆罗混就没有人能奈何你了吗？哼，我要是不走呢？你知道我是怎么对付对手的吗？我会抓了他们的家人，挖了他们的发动机，割掉他们的西瓜，扎了他们的，玩弄他们的。你说的这些对我一点作用都没有。大家听好了，跟我们作对，你们的家人会被，你们的女人会被我的人。好，我记住你了。我现在可以走了吗？走吧，我倒要看看是毒枭厉害，还是我雇佣兵厉害。还要得罪我之前，先把老窝藏好了，别被我把老窝给端了。森迪一挥手，整个队伍后撤了。老大，为什么不一枪干爆他的西瓜？毒枭还有几千人，要是疯狂报复，我们得不偿失，并且毒枭跟国内某些人有着说不清的关系，不好得罪。军哥，我们的人最多，为什么不是我们当老大呀？我看那咪咪眼不爽，他有什么资格对我们指指点点的？要不我们反了吧，哥几个去弄死那个小头目。听说这个矿区一天起码几百万的产值，要是让军哥上位，那钱不就是大家的？喵的，下次谁敢说这话，看老子不打死你们！另一边，一个叫邓昌的和王慧从一片小树林里走了出来，脖子上还印了许多草莓。我们都是单身汉，这矿区母的都没有几个。之前这里有一个窝点的，我提议不如让他们回来吧，这样我们也不需要浪费那么多时间去镇上了。你要是怕兄弟们寂寞，可以让你全家女性过来，我们肯定会照顾生意。阿布刚说完，邓昌就怒了，拿起一块石头就冲了过来，只是石头还没砸过来，就被阿布放倒在地上。竟敢挑战我老大的权威，毙了你这家伙！老大，是我没有管教好，我一定会处理好的。不想干的可以结算工资走人，我们这里来去自由。王慧在营地拿着望远镜看着这一切呢。哈
哈哈，很快他们就会内讧。我们的敢死队准备好了没有？拿下那小子，这里就彻底属于我们了。我安排了10几个人，都是父亲身边的核心。现在他们自己人还内讧了，这是绝佳机会。哼，我要挖掉他，废掉他小，然后挖掉他，我让他跪在我面前，看着我的窝点做大做强。其实王慧还接到森迪那一边的电话，他也会安排人过来，然后一起行动。你们当地的护卫要是想来我这一边混，可以登记造册，工资直接翻3倍。哼，姓刘的，你几个意思？敢抢我的人？什么你的人我的人？这里的安全是我来负责，都是我的人。阿邦，明天你来负责当地人的训练，过关的人登记造册，然后享受他们原来工资的3倍待遇。我看谁敢过去，找死呢！这个雇佣兵为了给兄弟报仇，直接开着坦克去炮轰毒枭老窝。为了应付他们接下来的报复，他居然明目张胆的去挖正规军的墙角。姓刘的，你几个意思？敢抢我的人？什么你的人我的人？这里的安全是我来负责，都是我的人。我看谁敢过去，找死呢！好好当你的少爷，别多管闲事，要不然毒枭来了，别怪我不保护你。你，俊杰支支吾吾的，不知道说什么了。他其实很怕毒枭的。今天营地里很热闹，还有不少人拿着钱在排队。原来屋子里有个女人，是王慧弄来的。我跟你说过规矩没有？他欠我20万，利滚利已经到50万了，我让他干活怎么了？老大，这里怎么这么热闹？里面在搞什么？里面开火车呢。不是说了不能在这里搞？王慧想找死吗？动王慧现在还不是时候，先找几个兄弟拿枪对着这个门口。里面的人陆陆续续走出来，他们看见外面的阵仗也是一愣。王慧一个眼神之后，四周的人就散开。阿布走进了房间。你欠王慧20万？是的。家里不能给钱吗？家里可以给钱，但是我逃跑被抓了。按照王慧的规矩，我是不能活着出去了。这王慧可真讲规矩啊！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王小雅。阿布拿出手机快速输入名字，居然真的找到了他，居然还是一个小网红。此时王慧也走了进来。人家愿意给赎金，放了吧。放不了，他得罪我了。在国内的时候，他跟我争这争那，我就用手段骗他出国，然后绑他过来，钱倒是打了不少，可是我还是不想放人。你是不打算送他去其他地方了吧？不打算，你做你的事情，我做我的事情，你不要干涉我的生意。阿布走了出来，这里气氛不一般，很多人都想对他动手了。刚出来就看到远处有新的矿工加入，并且背着挺重的背包。高爆炸药！毒枭的人想通过隐藏矿工身份来矿区暗杀我。邓超、李华，你们几个人明天跟我一起出发去送货。我听我大哥的，我也听我军哥的。喵的，老子说多少次了，老大的话就是圣旨，你想死不成，不想做就滚。大军上来就拳脚相加，阿布一直在给他们机会动手，可是这帮人不中用，一直忍着不动手。晚上，一个矿工趁着护卫不注意，开始靠近阿布所在的营地。走到一半的时候，踩到了地雷，吓得整个人开始冒着冷汗。一道探照弹照射过来，只见他抱着一包高爆炸药，一动不敢动。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森迪会帮我报仇的。嘿嘿，王慧，谢谢你啊！要不是你提醒，我还不知道这小子想炸我呢。喵的，这小子居然把矛盾给我了！明明是我跟那毒枭合作要弄死他，现在变成自己出卖毒枭了。俊杰，我有点不舒服，明天要去市里看下病，这里你看着点。我陪你去吧。不用了，这里还需要你，不然那帮人肯定会做手脚。第二天，王慧独自一人来到毒枭的地盘，他不敢不来。敢出卖我的人，你的胆子挺大的啊！那小子无依无靠，你国内可是有不少关系的人。我不敢，我哪里敢？我不知道他怎么知道有杀手的。我今日过来就是解释，真的跟我毫无关系。不是你是谁？你是觉得我奈何不了他，于是想跟他合作了。看见我这帮兄弟没有？给你一次选择，是选择这3位兄弟，还是那10几个兄弟？面前这3位兄弟是非洲来的，一看就不是好惹的主。要是被这3兄弟欺负，没准会直接死在这里的。我选择他们。随后，王慧被那10几个人拉进了一个房间。走吧，去阿克邦，那小子过去了，我要去会会他。忙完了正事，让你们好好放松。我们要夏国女子，漂亮的夏国女子。走吧，年轻漂亮的夏国女子在阿克邦等着你们。这次运送矿石很顺利，阿布让大军购买了一批无人机，这些东西都是要进口的，价格挺高的。车底有一枚定时炸弹，不会是大军弄的吧？回去的时候我可是要开这一辆车的。我们找个地方谈谈怎么样？这家伙居然知道我的具体位置，看来身边有他的人啊！敢不敢跟我赌一场？你想怎么玩？用他们的命。他们的死活跟我有什么关系呢？看见他了吗？他哥哥是夏国刑警，杀了我们5个人，包括我之前大哥都是被他杀了。于是我们付出好几个兄弟的命才把他抓来。
你的意思是，他就是你的赌注？打一场，打赢我的人他就获救了。来吧，速战速决！嗨！在阿布的双眼看来，对面的动作简直就是0.1倍播放速度，慢得要死。等一会你先洗个澡，我们的人会送你到曼德勒夏国大使馆。你到了之后，不要说关于我的任何事情，一句话都不要提。求求你，救救我哥！我哥是为了救我，他才独自离开队伍，现在被关押在帕改某工业园。求求你救救他！你哥不是缉毒刑警吗？我哥是特招进入夏国某部的，因为得知我被害，他在组织关键演习期间离开了队伍。阿布给李俊打了一个电话，开门见山就说了，一个人要多少钱？阿布是看上这个人的人品了。大人杀了几个园区保安，现在被打得半死，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你要是需要100万就能放人。阿布直接给李俊打了150万。矿区王慧她是一个人回来的，下车之后好像走路都没有力气。我累了，需要休息一段日子。慧慧，你怎么了？怎么脸色不对？你身上怎么那么多爪叶？有点过敏抓的，我累了要休息一会。哼，你是不是去开火车了？你瞎说什么？滚！俊杰捂着脸出来了，他还真不如王慧凶狠，被王慧吃得死死的。俊杰哭着跑到另外一边营帐寻找新的快乐。这里聚集了一群人，是山鸡的兄弟决定造反了。我已经和李平威方面商量好了，我们的人一起动手，就趁着那小子去检查的时候动手，大家一起出手，直接把他打死。嘿嘿，到时候我们就是这里的主人了，女人随便玩，钱随便花。哈哈，我们马上就要翻身当主人了。这边大军带来的兄弟们也在商量对策。本来要跟大哥一起的，但是大哥跟那小子一路，还殴打了我弟弟，不能忍了，必须叛变。我们等这一天很久了，来矿区本来想发财的，结果那么多规矩，还当苦行僧，那肯定不行，那必须要反了。王慧这一边也休息好了，他看向面前这帮自己的人。成功之后，你们今晚来我这里，我奖励你们，钱肯定少不了。等他们先动手，你们马上补枪，记住了吗？一场暗杀的大网已经慢慢铺开，刘阿布能不能挺过去呢？他们三兄弟位于缅北这龙蛇混杂之地，为了能站稳脚跟，招兵买马，扩充实力。万万没想到，这些兄弟为了钱财之力，竟丧心病狂的意图将老大杀害。然而此时的阿布还像往常一样看着矿工下班回去休息，他这一双眼比 CT 还灵光，一眼就能知道这帮矿工有没有私藏矿石。突然看见邓昌跟李平辉慢慢靠近这里，他只是右手一抬，矿工之中人群散开，两挺重机枪先开始突突起来，前面冲过来这一批人根本就来不及开枪，就全部被打成马蜂窝。老大，你为什么要杀了我这帮兄弟？因为他们要杀了我，我必须先动手。那你也应该告诉我，我来杀。我怕你舍不得啊。把叛徒都抓过来。原来俊杰知道王慧偷偷去开火车后很气愤，主动把要对阿布动手这帮人捉了起来，而且这些人只听王慧的命令。哼，这里的安全由我来负责，这里的销售由俊杰负责。希望某些人要明白里面的利害关系，不要成为下一个送死之人，把他们全部枪毙了。哼，俊杰那个废物居然敢举报我！不过他杀了2个兄弟的兄弟，这下那小子跟2个兄弟要离心了。阿布杀了大军的兄弟，他很生气，扛着枪就找他了。你为什么不跟我打招呼就杀了我的人？怎么打算跟我分家了吗？我生气不是因为你杀了我兄弟，而是你不把我当兄弟，你瞒着我，我们是生死兄弟，你居然不信任我。我也不想瞒着你们的，你听听这个。我去跟他商量事情，你们就躲在暗处，等我出来，你们直接扫射哨所，这样我就是老大了。啊！这是我的声音，他瞄的是谁诬陷我？如果我不把你当兄弟，你觉得你还能站在这里？你告诉我，我怎么提前跟你说？老大，是不是也有我叛变的证据？是的，我这也有你的录音。到底是谁？是谁在挑拨我们兄弟之间的感情？我弄死他！背后的人太厉害了，一旦老大相信了这些所谓的证据，那我们3兄弟的感情就彻底结束了。我有强烈的直觉，这个人还没有死。第二天一大早，大军就带着人开始训练了。这次要从里面挑选一帮人加入队伍。昨天的事情没有任何人敢提起来，那帮人死了就死了，没有人敢为他们喊冤。俊杰也想明白，不能再听那个娘们的教唆了，应该跟这个雇佣兵合作。父亲都跟他合作了，这是互利共赢的事情。此时矿区门口来了一辆吉普，5辆卡车，上面全部都是美式装备。领导说了，只要你能杀死毒枭组织相对核心的人，并且拿到毒品证据，这些就都是你们的了。哈哈，卢比这次怎么这么大方？这些都是国际援助的，国际上面知道官方武器装备很差，于是援助了一些近距离作战装备，但是只能用于打击毒枭上面，不能用在别的地方。知道了，你先去休息吧。进入地堡，快躲进地堡！阿布回到地堡，就通过无人机开始寻找炮击来源。
这是榴弹炮，这种榴弹炮最远射程有30-40公里。很快，无人机在高空拍到了对方的炮兵队伍，这是2门夏国负4轻型榴弹炮，在对着这里进行炮击。原来是沙昆的人，这个矿区是昆罗的一个财神庙，只要打掉这里，那么昆罗就没有太多的收入。沙昆的人把炮弹放完就开车走了。是谁提供了坐标？这一轮炮击太准了！你们后面是不是有尾巴？怎么你们一来这里就被炮击了？阿布双眼看向卡车，只见卡车底部隐藏着一部定位器。难道我被人跟踪吗？自信一点，把那个嘛去掉。有没有沙昆的私人电话？我要亲自跟他通话。有的，159-3088。我是星级矿区的刘阿布，3天时间我要你200个人的命，你准备好200具棺材，听清楚了没有？嘿嘿，听清楚了，你快点来吧，昆罗的走狗对吧？我在阿克邦等着你。阿布挂断电话，德钦拿出地图，开始指认沙昆在这一片的一些资源跟地盘。我看这个76地区就不错，这个区域是沙昆种植罂粟黄金地点，打下来沙昆一定会心疼，而且卢比也会有功劳。我们直接带人过去干不就得了？我们现在要钱有钱，要人有人，要家伙有家伙，怕什么？我们一走，王会闹事怎么办？哼，那就先干掉他，一个娘们而已，干掉又能怎么样？有人不希望他死，这个王会能量可大了，再等机会吧。今天又是运输原石的日子，车队快到国家公路时，阿布带着一个班的人前往了另一边，在距离76号地区5公里处停了下来。3架无人机进入目标上空，一架是侦察无人机，2架攻击无人机，其中一架携带了改造后的反坦克地雷，另一架携带了大量易燃物。侦察到前面那个营的护卫正在食堂用餐，阿布果断进行投弹。另外一架无人机正对着一片罂粟进行了喷晒，随着一道火光浮现，整一片罂粟区点燃了熊熊大火，大火呼呼的烧着。随后大军这一边端着机枪对着前面的哨子疯狂扫射着，他身后的人一枚枚手雷丢了过去，里面的人一个都没有跑出来，完全被子弹给喂饱了。还以为沙昆真如传说之中那么牛逼呢，这个军阀也就那样啊！要是多带一点人，这一片地盘也得占领下来。这一次算是给他们一点教训，要是还敢招惹我们，那下场会很惨的。阿克邦北面沙昆本人也投入了战斗，势必要拿下这一块硬骨头。这个昆罗还敢跟自己作对，找死了！老大不好了，阿克邦东边被人偷袭了，76号地区的罂粟全部被烧了，我们的一营的人被炸死了，一个存放鸦片的岗哨被人端了。他喵的，一定是那个雇佣兵干的！马上集合一个团，越过阿克邦，我要报复，我要把那小子碎尸万段！老大，我们一旦撤兵，这里就会被昆罗彻底拿下，我们不能意气用事啊！再说了，他们是雇佣兵，打不过就跑了，我们也不能拿他们怎么样啊！那怎么办？我兄弟怎么办？我们的钱怎么办？东西被人烧了，我们就没有经费了。这里肯定不能撤兵的，不如我们也请雇佣兵，然后联合罗哥的人去报复，那可是罗哥的货。此时，一个几十人的小分队走了过来。沙哥你好，我们是高黎猛虎旅下属的特战团，这一次过来想跟你合作，你给我一个营，我们过去报复，拿下矿区之后，我们5-5分成。好，拿下矿区5-5分成。我要先看看你们的实力，前期投入都算你们的。等拿下矿区，我们再详细聊聊。好，合作愉快。面前这一位雇佣兵头目就是宋天明，已经养好伤了。这一次集合了一个连队的雇佣兵要猛攻矿区。他被人绑架了，可是他不但不害怕，反而还很开心。被救出的时候还转身给了绑匪一个飞吻。原来他是高丽最大的财阀之女。听说高丽雇佣兵要攻打夏国雇佣兵，非要跟着过来，没想到半路就遇到了埋伏。前面有雷区，排雷兵上前速度清理出来一条安全的道路。只不过这一次为数不多的排雷兵被躲在高处的大军一梭子给打死。老大，那有个高丽娘们，打扮得格外漂亮的，拿着冲锋枪正在靠近这里呢。过来打仗居然还化妆，真有点看不起人啊！手雷别给我省着使劲丢。爆炸过后就是疯狂的机枪扫射，别人都在疯狂的输出，大军则偷摸到了那个化妆女子后面，一枪托直接把人砸晕，然后扛着女子就往回跑。此时阿布透过一切障碍物，看到宋天明那边已经准备发射迫击炮了，对方的炮火要来了，快撤到第3道防线进行阻击。宋天明的迫击炮对山地进行了一次火力覆盖了，不过发觉哪里不对劲，怎么没有惨叫的声音？难道是打机枪换一个地方？很快整个雷区排干净了，3辆吉普开始轰着油门冲了过去，机枪手对着两边开始扫射。没多久，吉普车突然就不受控制，在地上一个翻滚就倒了下来，两边立马冒出几百人，对着路上的车子进行饱和射击。原来这段路上早就散满了钉子，等宋天明进行火力支援的时候，人又没影了。本来以为有了毒枭的加入就能拿下他，看来是我想的太简单了。毒枭的人的确很勇猛，
可是没有脑子，一窝蜂就上去了。大军扛着女子回到了矿区。麻烦你先过去阿克邦躲一段日子了，这里要打仗了，打仗有女人存在就是不祥。我要给昆罗打个电话。王慧固然重要，但是比自己的矿区比起来还差点。昆罗直接把他和俊杰都调走了。哈哈，这下清静了，早就该把他轰走了。我猜他应该是歌舞团的人，不然打扮那么精致干嘛？老大能上吗？还是先等等？等等吧，我给宋天明发消息，看看他怎么说。宋天明打开手机，就看见了夏国那个雇佣兵发来的相片。喵的，李婉清哪里去了？那一位可是财阀之女，跟高丽各界都有关系。一旦她被俘，那宋天明罪过就大了。李婉清是我的女助手，请问什么条件能让她回来？条件就是退兵，并且放下全部武器装备回去。退兵没有问题，但是放弃全部装备那是不可能的。准备斩首行动。宋天明打算瞒着高丽国内，要先救人，要不然自己也得遭罪。一旦把人救出来了，那就能赎罪了。全体准备夜袭，这里的人不擅长夜袭，当地人的营养跟不上，很多都有夜盲症，一般到了晚上都是睡觉的。老大，大鱼啊！那个小牛好像是高丽财阀的人，他说放掉他，他愿意给10个亿。他说的10个亿是夏国币还是高丽币？应该是高丽币吧。要是高丽币，那也就是500万左右。500万是不是少了一点？我可是枪林弹雨之中把他扛回来的，500万肯定不行。看好了，不要让他跑了。如果今晚宋天明派人过来解救，证明他很有价值。要是宋天明不来，那么证明他也就是一般价值。好的，我肯定不会让他跑了的。大军扛着机枪就走了。夜里，宋天明带着一个连队出发，全部人员都是携带了夜视仪，在黑夜下完全不惧怕，看不见敌人。可惜他不知道阿布的眼睛是可以透视的，他只要把敌人的坐标说出来，炮兵手调好角度开炮就行了。随着空中一发照明弹升空，四周突然冒出一大批人。想不到我那么缜密的计划居然会被对方提前知晓，撤退，快撤退！队伍不得不后撤，一个连队已经无法突破这一道封锁线了。一连几天，宋天明都想突破前线，就是不提人质的事情。阿布也很愤怒。给你5分钟录下小视频，我必须给宋天明一点教训，要告诉他我耐心到底了。那个老大5分钟恐怕不够呀，你看这蓝色小药丸，应该不止5分钟。你这玩意没有用的，又不能延长时间，下次我给你带点息定药。嘿嘿，那感情好。不到8分钟，大军神清气爽地走了回来。老大搞定了，他十分满足，还收了一个电话。阿布接过电话，看了看视频，力道可以，就是时间短了点。你会说思密达的语言吗？我只会脏话，嘿嘿。阿布拿出手机开始拨打这个国际长途电话，思密达语不会就用英语交涉。此时高丽某大厦里，李福山接到了一个神秘电话，电话里面传来了女儿很享受的声音：我女儿没有死，该死的夏国猴子居然反馈说没有人绑架自己的女儿。原来高丽方面已经指责夏国雇佣兵绑架人质，希望夏国方面协助解救人质。然而夏国大使馆的人把沙坤跟昆罗都叫过来了，他们都说没有绑架财阀之女。你们不要伤害我女儿，赎金我从500万涨到5000万华夏币。刚开始5000万可以，可是我都伺候你女儿好几天了，加上服务费我要1个亿。好，我答应你，你不要伤害我女儿，我现在就去筹钱。社长大人，你早这么爽快不就完事了吗？该死的宋天明，他一直隐瞒我女儿被绑的事情，去找个人做掉宋天明，还想当自己女婿，做梦去吧。好的，社长，我这就去办。老大，你刚刚说那个西丁什么的这里有没有？他说晚上还可以过来找他。大军有点不好意思了，现在确实有点力不从心啊。暂时没有，多喝点红牛吧，钱没有到账前不能让他跑了。第二天，李福山就打过去了价值1个亿的比特币。你现在自由了，给你家里打个电话，看看怎么把你送回去。爸，我怀疑是宋天明故意把我卖掉的。父亲，你能不能亲自派人过来接我回去？你先在那里待几天，等我解决了宋天明就去接你。如果他们再为难你，就用钱砸他们，只要你别受欺负就好。矿区前线，宋天明不光拉来了2门榴弹炮，还在准备火箭炮。只要他准备完毕，攻下矿区轻轻松松。他露出了一股得意之色。此时门外走进一个毒枭的人，从身后直接按住宋天明的脖颈，然后轻轻一扭，宋天明脑袋就来了一个360度的旋转。李哲月走了进来，确定宋天明死了之后，才笑了笑。钱已经打过去了，合作愉快。我们还需要以宋天明的名义再次发动进攻，然后把他的尸体丢入山林，把罪责推给矿区雇佣兵。敌人居然再次进攻了，并且这一次进攻居然没有重武器开路，宋天明怎么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呢？偷偷告诉你，点击左下角链接可以看到连夜制作的最新一集，爱你哟。
他是高丽国最强的男人，没想到只是弄丢了一个女人就被人扭断了脖子。原来他是高丽国最强的财阀之女，因为他的失误被人绑架了。他不但不上报，还一直猛攻，导致女儿受尽了折磨。财阀大怒，直接派人把他秘密处决了。我们还需要以宋天明的名义再次发动进攻，然后把他的尸体丢入山林，把罪责推给矿区雇佣兵。双方再次近距离发生激战。没多久就看见了一堆人抱着一具尸体滔天大哭。宋天明怎么死了？不可能呀！就算真被击中，那也是正面击中，怎么后背被人打成这样了呢？那个李婉晴实力很强啊，居然因为他被绑了，宋天明的小命就丢了。2天后，李哲月来到了矿区，这一次过来是要接大小姐回去的。先给你父亲打一个电话，告诉他你被谁接走了。从你离开这里那一刻，你的安全我们不再负责。你就是这里的头目，你知道得罪高丽帝国的下场是什么吗？这里的文明都是高丽带来的，你见到宗主国还不下跪磕头？宇宙都是你高丽的，可以了吧？再说话加5000万赎金。李哲月一句话都不敢说，那么多枪口对着自己呢。李婉晴还转身给了大军一个飞吻，看来这几天大军狠狠满足了他。阿布看着2个人慢慢离开，直到半个小时过去。趁他病要他命，全力反攻。随着一声令下，2辆坦克出现在大家面前，整个队伍开始依托坦克的防护往前反攻。山地炮开始对于敌人营地进行炮击，在钢铁洪流下，对方根本就扛不住这种进攻方式。沙坤的人跑得最快，然后就是毒枭的人。阿布看着被俘的这帮人，毒枭方面一共抓到20多人，直接一梭子打死在现场，还让人录下视频。只要是毒枭的人，抓到一个那就扎一个，绝不留情。宋天明死了，毒枭跑了，这一次战斗就算是结束了。阿布来阿克邦，我们3方面谈一谈吧。走去阿克邦，虽然没什么好谈的，但是昆罗的面子还是要给的。和谈就在一家酒店举办，昆罗上座，张凡坐在下面这个专属位置。高丽新来的头目跟宋天明很像，应该是宋天明的哥哥或者弟弟。既然大家都来了，那么我就直接说了，我打算让出一部分股份，大家一起发财。和谈之前我需要杀几个人，他杀了我们多少人，我就要杀双倍。我是不是给你脸了？森迪笑了，他拿出一个平板打开，里面是阿布对一批叛变的人进行射杀，其中10几20个人都是夏国人。你说我把这一份视频发给夏国巡捕局，夏国会不会组织巡捕大老远过来灭掉你？呵呵，后面他们身上搜出大量毒品，怎么不播放出来？还有你没有资格在我面前耀武扬威，你要打就打，要杀就杀，不要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看来今天和谈是谈不拢了。我看这样分配吧，我们高丽原发现的30%干股，这里是昆罗的地盘30%，这位小姐也是这里一把，她也30%，剩余10个点就给她吧，她的贡献最低。那没有办法喽，继续打呗。都别乱动！突然，客厅暗格冲出来一批人，这帮人手握冲锋枪对着阿布。只见阿布走到森迪面前，当着众人就是，然后把他按在桌子上，捏了一下。那么小，我还以为你是一个男的呢，挤一挤还是有的。说你安排杀手想干嘛？杀了我，然后杀我昆罗哥，最后你来当老大吗？你别乱动，不然我引发炸药了。他们不是我的人。大家好啊，自我介绍一下，我大哥叫康来。阿布的人直接把刚刚冒出来的人给突突了，现场血流成河。既然不是我们的人，那就先干掉。呵呵，康来可是这里3大势力之一，佤邦、某果、克钦邦都要给面子的。比你还牛掰吗？我连你的人都敢杀，一个康来算什么玩意？好了，大家继续谈股份。算了，谈不成的还是打吧，最后谁活着不就是属于谁的了？小子等着瞧，我们走。按着，我看上他了，你继续喝茶，我跟他交流一番人生。阿布一手抓着就拖往一边的卫生间，森迪站起来想阻止，但是被大军用冲锋枪指着脑袋。你敢轻举妄动，马上就会被打死。昆罗自然不可能因为一个女子跟阿布闹翻了。宋天泽带的人太少，不敢行动，女助手不配合，还被扇了一。森迪摸了摸前的一个纽扣，外面立马传来爆炸声。女助理慌慌张张从卫生间跑出来，提起放有炸弹的手提箱，快步走出了谈判厅。这个阿布胆子那么大的，居然敢公开对付我，摸自己人还差点伤了自己的人，你死定了！老大，刚才在城里买的特效，我得去实战一下。阿布并没有去潇洒，他刚走出酒店，就看到有个男子指使一个卖花的小男孩靠近自己。我去，定时炸弹！毒枭的报复来得可真快啊！张凡回到车上，拿出无人机开始寻找他的身影，竟然敢用定时炸弹报复，那自己必须让他知道后果是什么。无人机跟踪他来到一位老者面前，老者掏出1把美金给了他，这应该是收了毒枭的钱。执行完任务并拍照后，无人机返航。浪费1枚炸弹，他不值得1枚炸弹的钱。刚回到酒店门口，
就看到一边停靠着一辆房车，房车四周都是保镖。通过神眼看到里面躺着一位老头，很虚弱。这车上居然经过改装，都是一些医疗器械。父亲不需要担心了，明日就出发到公海，医疗船和工体已经准备好了。就赖医生的技术，那肯定是万无一失的。这一次的手术很特别，必须采用活体上面的器官马上移植，这样成功率才高。国内是不允许的。还好家里动用关系搞定了一切。我好像还听见他们的谈话，我的耳朵什么时候那么敏捷了？左边那一辆面包车上绑着的3个人，就是他们所说的供体吧？怪不得人人都要采血，原来就是当标本。一旦有人需要供体，马上就能找到啊！现在这帮人都疯狂到这种地步了吗？阿布回到房间准备休息，突然听到远处隐藏的2个暗杀者在说话。等拿到赏金之后，就去绿茵馆场子玩玩。那个场子全部都是下国来的女子。对，而且还十分年轻漂亮，并且都可以走，关键只要1500。阿布拿出一把美式 M24大狙，带上消音器，取出2枚子弹。我就开2枪，要是你们能活下来，就是你们命不该绝。他发现同伴被杀后疯狂的逃跑。居然跑直线，王者荣耀没玩过吧？位移都不会。青铜渣渣居然跑直线，王者荣耀没玩过吧？连位移都不会的。原来他只是不同意毒枭的条件，就被他们疯狂的报复。藏炸弹的小女孩，还有那专业的暗杀者。老大，昨晚我跟那白妞大战了2个小时，她都哭了，说下国男人怎么那么可怕。嘿嘿，我算不算为国争光？666，你终于硬气起来了，走去摆摊卖石头去。刚刚摆摊一会，几个熟面孔就走了过来。有没有能到刻佛像的石头？心中有佛，哪里都是光芒，内心都是黑暗的，就算带着佛像也保佑不了你。这一块多少钱？诚信要100万。这6块包起来吧，我要了。60万下国币。什么？你确定不是当地币？你一个卖石头的敢坑我？你知道我认识谁吗？我认识你们的官员，我认识这里的军阀。大军默默地举起了枪，廖医生的不满瞬间消失了，脸上立马变成了一副笑脸。60万现金老老实实的放在阿布面前。这个15卖不卖？你要是同意我就买了。好吧，卖完我收摊了。女子给远在夏国搞珠宝生意的叔叔打通了视频。叔，这块石头是我被人用枪顶着15万买的，你看是不是亏大了？这是一块山料，类似莫西沙的料子，通过打灯里面达到了高品种，15万美金买下来，小赚一点吧。市面上应该在120到150万左右。15万美金，叔，我是15万下国币买的。哪个傻子15万卖这种高等货给你？100万叔叔马上收了。帮我也看看呗，我也是被人用枪指着60万买下来的时候。廖医生，你们今天是遇上贵人了，你这一批货卖给我，我给你120万。这60万买的能卖120万，没有被坑，还翻倍了。侄女，忙完之后能不能联系上卖你原始之人？要是能跟他做生意，家族能继续赚大钱。好的，等爷爷的事情忙完了，我就找他去。弹劾失败，阿布便回到了矿区。老大，他就是你上次花150万在园区里救的人，被卖了一个腰子。我妹是不是已经被？她还活着，已经回国了。你好好休息吧，休息好了，我看看有没有机会送你回国。我已经回不去了，为了救我妹脱离了队伍，并且我属于特殊部队，要是回去马上上军事法庭，一辈子出不来了。要是不嫌弃，我跟你混吧。跟我混，那你也得有点本事才行。我需要看见你的价值。我是个机械改装方面的人才，只要给我材料，我能给你做很多武器装备。好，等会我给你一架无人机，如果你给我改满意了，我可以让你留下来。阿布来到矿区，双眼看向前面。一般的矿区1年到头也出不来多少帝王绿，可是这里居然有一大片。现在实力太弱了，在没有找到国内有实力的大老板前，这帝王绿还不能被挖出来。那不是刘刚和马卫国吗？这帮人过来可不妙啊！矿区没有多少好日子了。怎么样，拿得下来吗？要是没有外部势力参与，恐怕不行。我可以动用当地空军对这里进行轰炸，行不行？这个雇佣兵头目有点本事啊，要是能杀掉头目，这里就散了。好，我帮你找出来头目是谁。走吧，晚上还有一个局。76号地区，宋天泽正在指挥室里看着面前的地图。我们的勘察队不光在这个地区发现了翡翠矿，还发现了一个金矿，最重要的是这里发现了一个巨型重稀土矿。要是拿下这个地区，我们国家未来50年的重稀土都不需要担心了。这是战略物资，一定要掌握在自己人手里。我需要重型装备，这个矿区人数众多，光凭我们500人可能拿不下来。我弟弟已经给我们上了一课了。
当地就一批夏国人，没有什么厉害的人。你们可是500勇士，难道我们高丽的男人不如夏国男人？等天武到位，我就拿下这个矿区。打几个野人也要用天武，你可真是个废物！我要去总统那里去投诉你。矿区，阿布拿到了无名改装的无人机，改装之后的无人机多加了电池，现在能飞40公里，还解除了高度与速度的限制，还增加了自杀式投弹方式。现在无人机侦察到67号地区那边有一批高丽的雇佣兵，他们在扩宽一些基本道路，好像要迎接什么东西到来。难道高丽打算从本土运输一些重武器过来？继续往前侦查，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要运输过来。只见距离76号地区80公里处，一个车队开始缓慢的前进，因为道路问题，这个车队是速度很慢很慢。高丽版本的海马斯天武火箭炮，高丽版本的自动榴弹炮。我去，要是这些武器来了，任何一样武器都能轻松拿下矿区。不过就这一批重武器也价值1-2个亿了吧？一个矿区而已，他们就算拿下来了，那多久才能回本？这不是打炮打蚊子吗？我想听听你的看法。我们必须想办法摧毁，我们现在能摧毁它的只有2台坦克了，可惜我们的坦克同样开不到那里。我们可以把坦克炮弹改装好，可以利用高空俯冲带来的加速度撞击达到引爆条件。可以，我来规划地图，并且建立信号联络站，同时计算他们可能休息的地点。你来改装炮弹。很快2发炮弹已经改装完毕，信号系统也架设好了，一枚炸弹要20公斤左右，所以对电池改装要求极高。2架无人机已经起飞，来到预定地点，果然运输车队因为道路问题再次停下来了，不用犹豫，直接自杀式攻击。遥感卫星捕捉到高丽出售给大南的一批武器，正沿着夏南边境一直往西移动。这一批武器装备都属于重型武器。高丽这是什么意思啊？想要把这一批武器部署在边境地区？这可是成套的天武版海马斯系统。最近高丽与樱花狼狈为奸，还跟着他们的美爹到处跟夏国作对。要是让他们参与到东南亚搅局，会很恶心我们。我已经报告上级，一旦这一批装备达到缅北，提议越境摧毁。很快2架监视臂挂着4枚空地63型导弹腾空起飞，战机越过边境线进入南部区域。当2名飞行员锁定区域要进行投弹的时候，看见了目标区域熊熊大火。指挥中心，目标已经被提前摧毁。2架战斗机开始升空返航，本来要过来炸掉这个运输车队的，结果过来的时候发现已经被人给干掉了。偷偷告诉你，点击左下角链接，可以看到连夜制作的最新一集，爱你哟。他们只是为了抢下这个价值1000万的矿区，却不惜调用价值2个亿的重型武器。这疯狂的举动引发夏国出动战斗机予以摧毁。原来此矿区的秘密不是仅有翡翠矿这般简单。老大，你看这是什么东西？阿布接过石头看了看，这是金矿。我说高丽那帮人怎么不要命的攻我们矿区呢？原来他们已经知道这里有金矿了。怪不得他们怎么那么多仪器，原来是找金矿呢。阿布丝毫没有想过这里会有大量重系统，人们一直都觉得只有夏国才有那玩意。加强训练吧，要把我们的人训练出来。宋天泽的人很快就会越过山林迂回过来了。遥感卫星发觉高丽方面并没有后撤，反倒是集结越来越多的人了。现在需要你们过去看看他们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这一次只有你们3个人，你们可能会遇上军阀、毒贩，还有凶神恶煞的杀人犯，一路上要注意安全，坚决完成领导交代的任务。阿布最近通过德清购买了一批无人机到，并且买来了几台发电机，现在这里配套设施越来越齐全了。怎么回事？老大，好像是我堂弟的车队，他刚到爆炸区域，现在已经联系不上了。很快，阿布操控无人机赶到了现场，车队遭受袭击，卡车被人安装炸药给炸了。那一伙人已经沿着左边小路进入了山林。组织50个胆子大的跟我来，这帮人还在山林里面，我会帮你堂弟报仇的。不到半个小时，已经追击到前面那一伙人了。双方在山林里面展开了激战。他们不知道阿布双眼有透视能力，并且还有夜视能力。不管他们怎么躲，阿布总能找到他们。我最后给你们一次机会，走出来投降，我给你们一条活路。要是负隅顽抗，那么别怪我不客气了。阿布刚刚说完，暗处一个人身上绑着炸药就冲了出来，嘴里还吆喝的喊着什么。阿布直接扣动扳机，随着一声巨响，地上炸出了一个巨坑。很快，现场再次发生激战。在阿布的透视能力下，
对方一下子又死了好几个人，慢慢剩下的15个人走了出来，举着枪投降了。还以为多硬气呢，原来也是怕死的人。15人被绑着拉到了矿区，就被绑在矿区最明显的位置。现在全部人都下班了，都看着这一切。阿布拿着一把镰刀走了过去。毒枭再次残害我的人，我必须给他们一个交代。还有，如果我身边的人涉及到了毒品，也会跟他们一个下场。你们15人，谁说出来你们的老巢在哪里，谁将会获得活命的机会。放心吧，不会有人告诉你的。何况你根本就不敢杀我，否则罗哥会帮我报仇的。明天就到你了，希望你也能那么嘴硬。这老板有点跟毒枭宣战的意思，都公开处死毒枭的人了。是啊，这种事情昆罗可不敢做，其他人也不敢，偏偏一个雇佣兵头目敢，他的胆子有点大啊。消息很快传到了森迪耳边，并且连视频都整理好了。森迪面前跪着很多人，都是矿区护卫队的亲属。我就是比杀人嘛，敢杀自己一个人，我就杀他10个人，我要让他身边的人都不敢跟那小子做事。我们必须马上转移了，一旦被他知道我们所在地区，恐怕会过来杀了我们。作为金三角最大的毒枭，作为罗哥手下3大金刚，你觉得我要害怕一个雇佣兵？我跟你打赌不出3天，他的人就会袭击这里，我们不走，全部人都会变成亡魂。要是我猜错了，我愿意去伺候老黑。好，我成全你。第二天，一个野狗叼着一个西瓜高高兴兴地走了。原来又一个毒枭死了。此时一边来了不少老幼妇孺，哭哭啼啼的。他们站在一边登记名字跟验证身份信息。很快他们手里都拿着好几捆现金，高高兴兴地走了。死一个马上发钱，当地赔偿款只有3万左右。阿布每个人直接给30万，有一家被全杀了，一个人就领到了几百万。发完钱来到第3人面前，一桶汽油泼了过来，一个打火机丢了过去，整个现场焚烧起来。我去，他真不怕呀！这都好几天了，好像也没有人拿他怎么样。人群之中突然有人抱着炸药就冲了过来，只不过才跑了2步就被远处的人一枪击毙。哎，光有勇气还是不行，这个雇佣兵头目很能打的，都打赢了漂亮国的 UFC 选手。毒枭想杀死他，难度很大啊。晚上，一位蒙面男子举着双手走了过来。你明天要杀的是我兄弟，我希望通过提供毒枭老巢的信息来换取兄弟的性命。可以，但是你提供的信息要是有问题，我扎你拳。你可以派人先监视我家里人，要是出现问题，你先扎了他们。你走吧，信息真实的活他不会死的。第2夜，一支30人的队伍已经出发了，2架携带高燃汽油的无人机器开始对于整个村子喷洒这种高燃汽油。喷晒完毕一道，火光浮现，整个村子顿时燃起一片熊熊大火。出口处，大量的人跑了出来，刚刚跑出来就被2挺机枪扫射倒下来，整个村子一片鬼哭狼嚎。说森迪跑哪里去了？他昨天白天就带人走了。他居然跑了，这倒是可惜了。这里只有一帮小喽啰啊。坤哥有事吗？原来这帮毒枭知道老巢被人端了，居然开始给昆罗压力。为了和平赚钱，昆罗不得不组织第2次和谈。李队长3人通过伪装身份来到了阿克邦。老李，那不是前段时间消失的那个小网红吗？怎么在这里？记住，我们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查清楚高里想搞什么。3人刚要走，突然四周冲出一大群人，全部手握 AK。站住，把钱留下，否则开枪了。李队长举起手放下箱子，劫匪上来打开箱子看了看，很满意。老大，这里还有个小美女呢。妮儿，弄啥了呀？真漂亮，带回去。晚上我教兄弟们开车。2个小弟要去拉小夏的时候，李队长突然拔枪，旁边的特种兵速度也很快，2个人点射打掉了前面的劫匪。可是这帮劫匪不打算放过3人，举枪还击。突然，一辆改装的吉普车开了。劫匪看到后直接跪在地上，把枪丢在一边。小夏刚要趁机开枪，可是下一秒就被一巴掌扇在地上，吐出一口鲜血。你们是夏国人？翡翠商人想要跟这里的老板合作，我们有能力吃下这里的翡翠。好，我倒是想看看你有多大实力吃下我手里的翡翠。你们如果真是商人，就来辉煌酒店；要是有其他目的，给他收尸就好了。阿布说完，马上有人过来把这个小夏给绑了。李队，小夏要被他们绑走了，我们必须得救他。偷偷告诉你，点击左下角链接，可以看到连夜制作的最新一集，爱你哟。刑警去缅北办案有多难？他们3人乔装打扮来到阿克邦，先是被人抢劫，然后又被雇佣兵捉走1人。如果你们真是商人，就来辉煌酒店；要是有其他目的，等着给他收尸就好了。随后，阿布又走向那批劫匪。我刚过来，这里就发生枪战。你们是昆罗的人吗？阿布见他支支吾吾不说话，就直接开枪了。我在这里的期间，任何袭击都会当成毒枭对于我的报复。回去跟你们上面的老大说说，别玩枪，容易走火。其他人这才连滚带爬的跑了。这里要举办和谈，他们居然敢开枪，没有被枪杀都不错了。如今阿克邦4大势力：康莱外来者、沙昆争夺者、昆罗控制者，
雇佣兵最凶狠之人，超越毒枭的存在。李队，小夏被他们绑走了，会不会被开？我们2个冲过去也得送死。放心吧，他们比毒枭正规多了。走，我们再取100万，我们要当这个翡翠商人。房间里面，阿布看着这个曾经买过他矿石的女刑警，虽然她乔装打扮过，但自己可是有过目不忘的本事。老老实实说你来这里的目的，你不说我就找一帮男人欺负你。我们就是翡翠商人，我们可以跟矿区交易，并且价格比其他人高。哼，你不说是吧？走，我带你去里面打扑克。就在此时，外面走进一人，一把推开小夏，挡在了男人面前。我还说人到了怎么不见面呢？这一次我是代表森迪全权负责和你。话还没有说完，整个人就被扛到里屋去打扑克。小夏在一边听着这美妙的音律，有点痒。要不是他过来，自己肯定会变成女人的。这帮人太无法无天了，并且还要持续多久呢？过了很久很久，那个门终于被打开了。小夏看了看那个男人和屋里的情况，赶紧闭上了眼睛。用座机跟你的人打电话，我倒是看看他怎么跟我合作。好，我马上就打电话。余光看到那个女子，她跌跌撞撞往外走去。要不是这个女子的进来，恐怕自己就是那个下场吧。我应该对你说一句谢谢的。我老板说了，他随时可以过来见面。好，皮多大酒店左边大厅，晚上8点，我等他。我需要看见他的实力。还有，要是被我查出来你的身份不相符，我会让你感受到痛苦的。酒店外面，李队长看见一个女子走了出来，看她的状态可不怎么好。如果不是情况紧急，我也不会动用手里唯一一张王牌的，牺牲了他用来保护小夏。也不知道这么做对不对。他说你们是翡翠商人。其实阿布害怕的是，他们是不是来抓自己的？他现在毕竟还是个通缉犯。对的，我们是当地的珠宝商，这一次过来就想跟矿区合作，想拿到一手货源。李队长一个眼神，特种兵提着箱子走过去，打开箱子来展现他的财力。100万的小老板吗？我一车石头可都不止100万了。先看看质量，这种地方第一次来不敢带很多钱。哼，我最后给你们一次机会，过来这里做什么？老老实实说出来，我可以放你们走。一边的特种兵突然翻身一脚踢了过来，阿布直接一拳打在了他的大腿上，倒地后2把 AK 顶在了他脑袋上。这个小孙怎么回事？知道你有点武艺，可是起码也得尊重一下雇佣兵头目吧？这就是你所说的商人吗？李队长取出来一张银行卡。我们真的是商人，这里面有5000块，你看看够不够？5000万还行，但是他想杀了我，我处决他没有问题吧？按理说肯定没有问题的，但是没有了他，我们的安全就得不到保障。是他不懂规矩，能否放过我们一马？好，我可以放了他。在我跟毒枭谈判完成之前，你们3人不能离开客房，一旦被我发现，你们就在这里安家吧，记住了吗？翌日，3方面的人都进入了酒店。这一次，昆罗和森迪都没有来，只有他们的得力助手过来了。这一次和谈，我们是释放了善意的，我们不再攻击你身边的人。作为回报，我们只要矿区1成的干股，同时你不能干涉我们的生意，不能干涉我们的罂粟种植。干股是不可能给你们的，要是你们不主动招惹我，不在我控制的范围内卖面粉，我们可以河水不犯井水。至于矿区那些人，一个100万，你们想救那就拿钱。那恐怕不成，如果我们无法和谈，就会继续对抗。你们不要太把自己当一回事，我们可是有杀手锏还没用呢。呵呵，我的条件就是你们撤出阿克邦，停止攻击我的车队，并且距离矿区100公里范围内禁止种植罂粟。条件说了，如果你们不答应，那么就看看谁能活得久了。阿布根本不给昆罗助手说话的机会，带着人就走了出来。刚出酒店，就看到路口一个老奶奶露出颤抖的笑容，随即巨大的爆炸掀翻了四周的人群。给你看看我们是不是以实力的角度跟你谈判的，祝你好运。一辆车子把李队长3人接上，然后车队开始前往矿区。虽然附近时不时有爆炸，可是这些爆炸并没有吓退阿布。前面哪里有炸弹，一眼就能看出来。四周有什么人说话都能听得清清楚楚。车队回到矿区，这一次带来了大量的物资，因为知道宋天泽的人已经在靠近了，这里要做好长久战的准备。给你们2个小时看看，不能接近核心区域。看完以后就送你们回去阿克邦。2个人都去四周检查一番。他们要知道为什么高丽雇佣兵一定要拿下这里，不可能只是为了翡翠矿。李队长，那2辆坦克就是我们夏国出口给政府军的，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就打败了政府军，现在都给矿区当门神了。这群雇佣兵实力很强，矿区也很大，还是新矿，潜力巨大。难道他们只是看上这里的钱了？因为第一次交易，我们心里没有底，打算买1000万石头回去。要是合适，我们会继续订货的。好的，1000万大概就是3车的样子。你们先休息一会，有一帮高丽棒子来了，我先去解决一下，回来再给你们装车。坦克开始出动，开始前往预定地点，就是应战。不管高丽那帮人从哪里来，
他们总会陷入提前布置好的陷阱，就算陷阱都被拆除了，他们还得逃得过无人机，并且还有许许多多暗处的监控。随着2发坦克炮弹开火，战斗正式打响。他们在山林里面被炸得完全找不着北，狼狈应战之后又踩到地雷。50人的队伍10来分钟就归西10几个人了，剩余之人冲了出来与雇佣兵正面对战。高黎兵不行啊，在火力上不如雇佣兵，在战斗能力上不如雇佣兵头目，完全就是被动上来挨打。战斗胜利开始打扫战场，一堆的尸体直接丢入悬崖喂狼，一点都不想浪费汽油，用汽油烧可是很费钱的。队伍回来，有些人去休息，有些人继续参与后山的训练，整个雇佣兵军团十分有序。随后李队长在远处就看见那个雇佣兵头目拿着镰刀，直接把被抓毒枭之人劈成了2半。回去告诉森迪，得罪了我会10倍报复他，别让他出现在我面前，否则我就把他……偷偷告诉你，点击左下角链接可以看到连夜制作的最新一集，爱你哟。他们只是来缅北买几块石头，却让他们体会到在一个没有法律的国家是多么的危险。回去告诉森迪，得罪了我会10倍报复他，别让他出现在我面前，否则我就把他……阿布解开绳索，剩余几个毒枭一人抱着一个西瓜跑了。一边的小夏已经吐了，他还没有见过如此血腥的一幕，居然直接用镰刀切西瓜。这帮人太无法无天了，真不把法律放在眼里了。看来毒枭跟雇佣兵也闹得水火不容了。任务完成了，走回去检测一番，看看高黎雇佣兵到底为什么来这里。一路上没有什么问题，直到要接近夏国边境的地带，车子被前面一个检查站拦下来。他们下来去交过路费的时候，一个男子的手放在了小夏的翘臀上，小夏气得一巴掌过去。哎呦，小妞脾气还挺大的啊！别废话了，男的毙掉，女的抓走。众人正要射击，李队长赶紧拿出证件。怎么，你们想杀夏国刑警？你们吃了豹子胆？哈哈，你活着别人才知道，你死了谁还知道你是夏国刑警？李队长一脚踢开面前的护卫，马上把枪点射，其他2个人也反应过来，马上对射。刘刚走了过来汇报情况。老板，来了几个夏国刑警，是毒枭杀的。刘刚立马明白什么意思了，杀了那2个男的，然后诬陷给毒枭，到时候夏国肯定会对付毒枭的。那居然是马卫国，国内有名的大善人。队长，你们先走，下辈子我还跟你一起当刑警。小夏感受到了危险，他已经知道漂亮女人在这里的遭遇了，他举枪就要自尽。李队，你们走，我留下来突围。别着急，我们死不了的。就在此时，2架从夏国方向飞来的武装直升机喷射着火舌，2枚对地导弹呼啸而过，直接炸掉了前面的检查站。刘刚看见飞来的武装直升机也是愣了一下，他一个眼神，马上2名队员蹲下来开始安装防空导弹。只不过这一次他失算了，刚刚安装好就被李队长击毙了，没有了防空导弹，武装直升机如入无人之境，刘刚不得不带着人离开现场。万万没想到，这地方居然会有越境的武装直升机，撤吧，这地方守不住了。至于炸了几个叔叔，那不算什么，反正也没有证据。要不是他们及时赶来，恐怕这一次是真的交代在这里了。这个马卫国也太无法无天了，我都自报家门了，他们居然还敢动手。等回国后又仔细查查这马卫国的生意经了。西南某基地，一群领导在开视频会议，结果出来了。经过我们国内权威部门检测结果，76号地区所在的矿区检出金子成分，还有重稀土成分。金矿还有重稀土？不可能吧？这里哪里来的重稀土？并且重稀土含量十分可观，比我们国内的质量还要高不少。76号地区极度存在一个大型稀土矿。怪不得，原来高黎方面并不是看上翡翠了，也不是看上金矿了，而是看上重稀土矿了。对于高黎来说，电子就是他们的一切，电子就离不开稀土。一旦这个矿区被他们占领，那么高黎就根本不畏惧夏国的封锁了，反倒是能让高黎变成最大的稀土出口国了。我觉得可以利用我商人这个身份，对这个雇佣兵军团进行特定武器的出售。给他们出售武器，那也不是专业雇佣兵对手啊。高丽方面的500人都是有实战经验的退役之人，一旦重武器到位，怎么守得住？我提议出售一批山地炮或者迫击炮，同时出售一批地雷。这个地区我们没有办法拿下来，不如给这帮雇佣兵。那人的身份查出来了吗？还没有，好像是虚假身份。他不光跟高黎军团打，还跟毒枭打。要是没有武器装备的支撑，恐怕情况不容乐观。领导，我也觉得的确应该支援一批武器给这个雇佣兵。要是他死了，那么整个76号地区都是罂粟了，都是毒枭的地盘了。一个雇佣兵是不被我们接受的，但是他打毒枭，打高丽军团，那就能被我们接受。小夏一开口，视频里的那一位老者就露出了笑意。行吧，李厅长，这事就由你来负责吧。
自己说100句都不如旁边这一位小夏说一句，要不然我怎么会动用卧底来护着他呢？对了，这一次翡翠原石是谁买的？是我买的，我擅作主张买的。要是亏了，我自掏腰包补齐亏损。好，刚刚得到消息，有商人花2000万买走了，你们赚了1000万，哈哈，在外面就是要不拘一格。小夏不错。在酒店，王慧与森迪见面了。1000万，我要拿到那个雇佣兵头目全部信息，包括他的家里人、亲戚朋友，还有他在意的人。打钱吧，这种调查别人家庭的事情我最擅长了。今天邀请你来，主要是告诉你，有2个夏国属属卧底在你身边，但是我不知道谁。你觉得我会相信你说的话？提供消息者是谁？我说了，我全家都得死的，我只能说消息绝对可靠。你不是有货卖给上京某些人吗？这你都知道。我只能说那么多，你小心为妙吧。要是你嗝屁了，上京那些公子哥的精神支柱找谁要去啊？你不会是卧底吧？我要是卧底，您还能安全站在这里吗？我总觉得王慧是不是故意要搞我们？你看他还怕我们吗？喵的，是谁出卖了卧底？除了李厅长，没有人知道那么多卧底信息啊。但是他肯定不会出卖自己的，那会是谁呢？小巷子里，地上有一个被绑的男子，他是夏国安排潜伏在我身边的一个内应，你杀了他。黎萨被怀疑了，一边还有人正在录像，只见他闭上眼对着男子开了1枪。很好，今天来了一批北美勇士，有50多人，等会你洗干净了去照顾他们。森迪姐，我会承受不了的。我都为你想好了，吃了那些药丸，你就能超常发挥了。这话让黎萨面如死灰，2个男子刚要上来强行喂他吃。我老大让你来开会，你都敢不亲自来，你在高傲什么？呵呵，怎么现在连一个小小的军阀都敢招惹我了？你是沙罗的人吧？他也不怕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你连一个小小雇佣兵都对付不了，你还有什么资格在我老大面前作威作福？兄弟们都排队啊，游戏马上开始了。就在此时，年轻男子身边的人陆陆续续倒下，原来远处有不少狙击手。就你也配在我面前耀武扬威？给你脸了，把他带回去好好伺候伺候。对了，花点钱，让王慧安排一批女人过来，去照顾北美来的那些人。黎萨听见这话，终于松了一口气，躲过一劫。此时矿区里来了一位十分精悍的男子。我是夏国某力军备库的对外负责人，你可以叫我小龙。那你来的目的是什么？夏国方面监测到这里即将发生战争，这一次派我过来，就是想无偿赠送你们一批武器。偷偷告诉你，点击左下角可以提前看到连夜制作的最新一集，爱你哦。他只是随便在这里占了一个矿区，谁知矿区里不仅有翡翠，还有黄金和稀土，却引得各方势力想要夺取。就在他以为打不过，想要跑路的时候，他来了。夏国方面监测到这里即将发生战争，这一次派我过来，就是想无偿赠送你们一批武器。说你们的条件吧。第一，这一批武器只能局限76号地区作战。第二，我们需要你们全部高官的个人信息，包括家庭住址、亲属等信息，还需要给你们配备最新的定位器。第三，停，你是来搞笑的吧？大军送客。为什么？你来给我们送武器，你们肯定有求于我，你们没有资格跟我人5人6的。武器你们可以送，我也可以不接受。那我们可以送给你们的对手，你们只能送给政府军，军阀你们送不了，送给政府军我抢回来就是了。看见那 CT4 没有？就是我抢回来的。哪条要求你不能答应？武器我要，但是是无偿的，我不接受任何一条条件。这里有什么你们比我清楚，我守不住只是换个地盘而已，但是要是我输了，这地盘就属于高丽方面了。好吧，东西我带来了，条件我也可以答应你，但是你必须接受我的挑战。你要是能打赢我，我可以马上提供这一批装备。好，看你带来了武器的份上，我就让你一只手。小龙笑了，他带着一股劲风冲了过去。我去，他是怎么出手的？我的连招还没放完呢，自己怎么就被废了？突然，阿布指着远处冒烟的地方说：“那一边是你的车队吗？”是的，他们就在那边调整。最近毒枭来了一批国外雇佣兵，都是瘾君子。看见你的车队带着那么多武器，不劫持你劫持谁？阿布带着人就走了。小龙忍着剧痛打了一个电话。首长，他没有答应任何要求。现在车队被漂亮国的雇佣兵偷袭，我的手被他废了。他的个人实力在5个我之上。这次对决的要求是上面领导要求的，领导想知道这个雇佣兵头目的实力。如果他是一个废物，那么这一批武器也没有了价值。前线在布坦协同下，偷袭者丢下几具尸体之后跑了。这帮人的战斗力还是不错的。
比杰克逊差点，怪不得王慧都不过来找自己麻烦，原来在招待这些大黑。阿布看向这一批武器，93式60毫米迫击炮，105毫米无后坐力山地炮，Gold 112型防步兵地雷，高爆 TNT 炸药，液体炸药。嘿嘿，我理个乖乖，这个矿区难道都是黄金？不然夏国不可能突破规矩给自己送来那么多东西啊！全部都是杀伤力特别大的家伙。他是夏国情报部门的人，专门服务某利集团。这个集团通过其他子公司出口武器到其他国家。老大，这一批武器价值几个亿吧？你确定没有亲戚在夏国高层？我是大不列颠夏裔，除开大军跟山鸡，他不可能向别人展现自己的身份。我有一个计划，高丽方面情报局的人不是要过来吗？要是把高丽情报局给绑了，那要价高点没有问题吧？上次那个社长千金，他们给钱多痛快。你可真是一个疯子，但是我最喜欢做疯狂的事情，别人不敢想不敢做的，我都想试试。情报局过来的人不会超过10个，我们完全有机会把他们给绑了。我改装的超远距离续航的无人机已经完毕了，你来做计划就行。此时高丽情报局的人拿着4星手机正在拍照打卡，一点危机感都没有。我们这次过来的目的就是指挥大南和高黎雇佣兵军团联合行动，最终拿下矿区。放心吧，我们号称比 FBI 还强大的情报机构，亲自来现场指挥那个矿区，还不是轻轻松松拿下？这一次要展现高黎情报部门的厉害，要让他们知道高黎才是这里的王。我们也不用去得太早，等他们坚持不住的时候，才是我们上场的最佳时机。对，反正公款旅游怕什么？这里的公路条件不行，但是风景还挺好。矿区西边，5辆吉普车利用无人机成功避开哨所，来到了这里。阿布看着无人机反馈回来的画面，有点疑惑。确定这是高丽情报局的人，是不是幌子？情报机构的人游山玩水，还在拍照打卡，但是附近没有其他人了，要么先拿下这帮人回去。马卫国一直盯着矿区呢，我们一旦离开太久，矿区会不安全。这帮人还在游山玩水看风景，突然四周冲出来一批人，前面一个西装男子反应过来要开枪，他刚刚要拔枪就被击中脑袋倒在地上，其他人吓得直接跪了下来。很快这帮人就被带走，大巴车直接被开到了一边的悬崖。说出你们的身份，我放你们回去。你们该死，思密达，快放了我们！说吧，你们是谁？听说过东亚第一强国高丽吗？我们是高丽的人，你们这帮小猴子跳来跳去的，小心我们总统发威灭掉你们！我很害怕，先说说你是谁吧。我是高丽国家情报局东南亚负责人金德志，你们这帮跳梁小丑还不把我们放走？哦，我还以为绑错人了呢，原来没有错啊！给他们录下视频，然后附上我们条件，发邮件给他们总统。高丽总统现在很愤怒，前往金三角地区的10个人被绑了9个，死了1个。现在劫匪要求我们给予赎金，每个人1个亿。什么？你是不是在开玩笑？作为高丽最强的情报部门，能让人轻易给绑架了？哼，我也希望这是玩笑，这是高丽的耻辱。要是被国民知道了，他们不会同意支付赎金的。我去，意思是说这钱要让我来出喽？虽然我掌握着财团，可是财团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李社长不得不给女儿打了一个电话。晚清，我们情报部门的人被那雇佣兵给绑了，你去那个矿区联络一下，看看最终怎么处理是最合适的。朴不成，你跟他们一起去，看看有没有机会把他们做掉，因为他们太废了，不值那么多钱。夜幕降临，一辆轿车进入了矿区，车上下来4个人，主角就是李婉晴了。他对于这里十分熟悉，大军陪同李婉晴走向了看守营地，另外3人被安排在另外一边等待。阿布看了那个陪同一眼，他经历过血战，身上戾气很重。他身上有监听器，还有定位器，这些东西会暴露这里的秘密。你现在脱掉全身衣服进去里面休息。你可知道我是谁？你小子不服气，来打一架啊！我祖父隶属首都第1师，他曾经亲手扎了好多个小猴子。我祖父能力就差了一点，就是开着坦克在高丽首都撒了一泡尿。哦对，那时候所谓的首都第1师已经不存在了，军旗都被拿来擦屁股了。你找打！朴不成忍无可忍，挥拳过来，阿布后退一步，轻易躲开这一拳，紧接着如同饿狼一般打出一拳，朴大龙身体飞出去5-6米，他趴在地上动弹2下都没有办法站起来。偷偷告诉你，点击左下角可以提前看到连夜制作的最新一集，爱你哦。这个财阀的人被抓了，为了省点赎金，竟派出自己的女儿去谈判。经过1晚的努力，终于出结果了。只见大军提着裤子走了出来。老大，这神药真的有用，一夜8次郎，后面他都哭了。赶紧说正事。他说了，他们打算1个亿打包带走这些人，但是不允许我们对外公布这事情。那宋天泽那一边呢？他说无权指挥宋天泽，他能答应的条件就这些了。老大是不是不满意？那我再去跟他深入的谈谈。
阿布的确不怎么满意这个结果，他走到关着情报局秘书的房间。我们做一个交易好不好？什么交易？那个朴大龙已经被废掉了，我想把脏水泼到宋天泽身上。等会儿我会放你回去，你把这个视频交给上面，就说2个人因为解救人质闹出纷争，你看见宋天泽亲手偷袭朴大龙。高丽大使馆，金秀娟跟高丽的当家人打去了电话，并且给他发了一份视频。总统大人，他们的条件是要赎金，然后让宋天泽退回76号地区，2个条件都答应了，他们就开始放人。宋天泽这个废物，居然感动我的人！老朋友，我听说你们国家情报局的人被绑了。放心，作为老朋友，我这边会利用夏国在当地的影响力进行解救的。你的信息是不是有误啊？我们情报局的人都好好的呀。马麦批，夏国方面就是来嘲讽自己的吧？当家人立马给李社长打了一个加急电话。没多久，大军十分虚脱地走了出来。老大，我不行了，我要去休息了。长到了3个异形不行，还有宋天泽暂时退回76号地区。阿布点了点头，虽然没有完全答应自己的要求，可是也差不多了。只要宋天泽回去了，那么我就能腾出手对付马卫国了。等马妹到位之后，就派人送他们回去了。阿布开着车来到了镇上的一个夏国餐馆，这里的刀削面很好吃。刚走进餐馆，就看见前面一个女子。老大，那女的不就是有人花500万想让咱救回去的那个卧底吗？走过去会会她。你生意怎么做的？那要问妈妈，她才能决定我接什么活。妈妈，王慧，您家吃饱没有？有客人等你呢。这个凤姐是王慧的手下，但是比王慧是更加凶残。宁家虽然没吃饱，但是只能站起来去工作了。阿布走出来，想去宁家工作的地方去看看，门口2个护卫伸手要拦他，阿布直接拉着2个人对碰。刚走进这一栋楼，凤姐已经站在门口了。怎么地，来消费还是来闹事啊？阿布不搭理他，直接上2楼。这里的护卫如临大敌，但是不敢动手。2楼好几个房间里都传来美妙的音乐，其中有一间门口有几个人在排队。阿布过去瞅了瞅，原来宁家是这里的抢手货呀！大军看来这人是救不了了，他不仅是卧底，还是王慧的赚钱机器，他肯定不会轻易放他走的。不服就打他个锤子！现在咱们才是老大。虽然咱不怕他，但是晚上睡觉总有个蚊子在你旁边飞来飞去，也是挺烦人的。刚好前面一个肚兜女走了过来，过来喝喝茶，给你1000块。肚兜女走了出来，2个人就在大厅坐下来，凤姐就站在一边，她倒是想看看这小子又想干嘛。我看你不超过20岁，为什么不上学了？上什么学？家里还有一个弟弟，父母支持他上学，没有我的份。那为什么不在国内找一份工作呢？国内大螺丝嘛，1个月累死累活赚不到5000，还不够我跟男朋友花的。这里呢，凤姐给你提成多少，这里又能赚多少呢？我刚刚来不久，来这里可以公开做生意，1个月2-3万吧。行了，给你1000块，你去忙吧。老大，他不是被骗来的，是他自己主动来的。可以说90%的人都是自愿过来的，他们都是为了发财而来。此时阿布无意中通过透视看见了其中一个里面隐藏的2位大黑，他们正在准备2把狙击枪，看来目标是自己了。这个王慧呀，老是给别人提供方便，居然又跟森迪合作了。可是他是昆罗的人，又不好报复的太严重了。阿布开车往矿区走去，车子开进去一条小路隐藏下来，身后那一辆车子开向矿区。他们在半路也背着装备进入了树林。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们头顶上一直盘旋着一架无人机，他们在距离矿区1公里左右就隐藏下来了。这个距离能让他们完成狙击任务，然后还能从容离开这里。2个人并没有被炸死，而是被炸伤了。他们背靠背相互依赖，远处1枚子弹射过来，直接击中雇佣兵的手臂。很快又是1枚子弹射过来，另一人的手臂也被击中。2个人马上掏出1枚烟雾弹丢向口子处，随着烟雾弹散去，2个人已经依靠在一棵大树边。大卫，我怎么感觉那个人是鬼魅呢？我们根本就发觉不了他在哪里，反倒是我们的一举一动都被他知道。大卫刚想说话，额头就被人用枪顶住了。大卫对吧？你们一共来了多少人？一共54人，全部都是退役陆战队组成。说下你们的目的。大卫摇摇头，这不能说。暗中为罗兴亚人提供援助，扶持民主政党上台，最终建立军事基地。你们地理是数学老师教的，这里是金三角，你们扶持罗兴亚人，是不是方向搞错了？要是这里毒品泛滥，给全球造成巨大伤害，你说联合国是不是可以公开对于这个国家进行外科手术打击，并且这里很适合训练士兵？好了，我知道了，回去吧。凤姐还说你们2个老黑玩得很疯狂呢，伤势好了，欢迎继续来玩。阿布突然用匕首把大卫同伴的西瓜摘了下来，抱着西瓜走了出去。
大卫直接被吓晕过去了。另一边，森迪正在厂房里指挥，面前几吨的高纯度面粉即将送到世界各地，现在已经开始人员运送了。大卫行动被发现，现在是受众上发了求救信号。那是那小子的地盘，派人过去不是被人守株待兔找死吗？大卫的同伴杰森打算带人过去营救，都被发觉了还能发信号，很明显就是等着我们去救人呢。通知当地我们的人，想办法抹脖子。可要是大卫死了，这帮人可能不听我们话了。这帮废物，你来安排往下国运送面粉，还有一些什么阴和什么片，这一吨的好东西也由你来安排。好的，森迪姐，你放心吧。如果你完成不了，我会认为你就是那个卧底，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卧底刘九还没有死，但是他全家全族已经死了，你自己掂量掂量。森迪丢下一句话走了。森迪给了昆罗一个大大的好处，希望昆罗派人把大卫带回去。俊杰带着一帮亲信过来，把大卫抬上车送到阿克邦进行紧急救治去了。此时76号地区，黎萨看着30吨面粉装车，开始分装各地进行偷偷运输。要是完不成，自己死定；要是完成了，那很多人会因为自己而死。但是这个罗哥是谁还不知道，想说王也不行啊。仓库里面的面粉越来越少，而面前的现金越来越多，因为自己出色的销售，罗哥特意发来的奖励。偷偷告诉你，点击左下角可以提前看到连夜制作的最新一集，爱你哦。这个仓库有30吨面粉，正在通过各种手段偷偷运输给夏国方面。其中一个手段就是阿布矿区的车队。此时，一辆运输原石的卡车被拦了下来。你们过去把司机跟随行的人拉下来绑住，然后查查车上有没有面粉。很快，一堆石头被清理下来。大军把几个雕空的石头搬出来，里面居然隐藏大量的什么鹰跟什么赌。原来是森迪偷偷买通了自己运输队的司机，每次每车放100斤左右的什么落鹰跟什么赌。怪不得最近那么多人想开车送货，之前可是都因为太危险没人愿意去的。大哥，军哥，我们错了，都是我们一时鬼迷心窍。大军不听他们废话，直接就是一梭子。三兄弟早就说好了，只要碰毒，不管涉及到谁，直接毙掉。从今以后发现一个毒枭在我的地盘搞这些东西，奖励1万夏国币，我会对于举报者负责，举报者只向我举报就行了。车队开始返回矿区，车子走到半路停靠下来，因为这里有一个大溶洞，这个溶洞深不见底，一包包的面粉就这样丢了下去。没办法，普通燃烧会让四周的人间皆染上毒瘾，要是掩埋，马上整个山头都是人，都是去挖土的人，只能丢进去这种深不见底的溶洞了。传闻这里通向湄公河。大南派出1500人越过老挝，他们也要在矿区争夺战上分一杯羹。阿布决定主动出击，等马卫国、毒枭、宋天泽合兵一处就太难打了。2辆坦克以时速30公里的速度开向西边，身后一辆辆卡车拉着大量的武器弹药。此时大南那边已经跟宋天泽的人会合了，宋天泽已经在这里修建了防御工事了，就等着阿布来送死呢。老大，我们是不是人少了一点？对方1500人，还有500专业雇佣兵，我们只有300人，其中100多人还是炮兵。打大南100人足够了，一群乌合之众而已。当年打他们都是爷爷打孙子，过去几十年了，就是爷爷打小孙子了。对付一帮乌合之众，300人都是看得起他们。要是拉我们连队上来，100人扎的他们喊爷爷。这一次带来了20门山地炮，还有带来了10门迫击炮。无名开始汇报坐标，阿布站起来，挥动红旗，开炮！一发发火炮落在大南队伍之中。老大他们向大南发动进攻了，根本没搭理我们这500人。嘿嘿，这可是绝佳机会，准备反击。什么？我们要主动进攻夏国阵地？我爷爷说夏国方面善兵作战很强，一旦进入他们阵地，那就要肉搏。听说他们一个人能打5个。之前几次小型进攻都被灭了，现在他们士气十分低落，一点斗气都没有。夏国人怎么了？他们难道不是一个西瓜2只手？远处随着无人机精准提供坐标，可以说大南的人跑到哪里就被炸到哪里。还有一批老兵要证明几十年前他们的先祖还是有能力对抗北方这个强大邻居的。结果一辆改装车上的机枪突突过后，整个队伍全面溃退。哎呀，快走，快走！人还是带多了，几十年过去了，他们一点长进都没有啊！远处的宋天泽按兵不动，眼睁睁看着大南这帮人跟猪仔一样被人撵到山林去了，并且丢下一地的尸体。活下来那帮人也已经彻底丧失了战斗力。我看过这个小镇了，的确适合建立一个工厂，专门组装无人机。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我们没有商人背景，无法获得足够原料。不需要认识什么商人，就通过海外版淘宝下单就行了。通过下面公路就能把我们需要的东西买回来了。嘿嘿，我会组建一个营的无人机团队，到时候装备大量自杀式无人机，完全能弥补我们人手不足的缺点。要是能打造成为瓦格纳那样的超级军团，那以后的日子就好过了。
1000万投资建设厂房，1000万招收当地相关人才，3000万购买各种配件原料。只要自己有足够的武力，那么超级军团也不是不行的。夏国某处烈士陵园，一处坟墓上面出现了清晰的相片，证明3代已经没有人了，可以公开了。李厅长深深3鞠躬。你在毒贩身边卧底10多年都被找出来了，还有你的家人也惨遭报复，我一定要查出是谁出卖了你。身后传来脚步声，一束鲜花放在墓碑面前。这一次得到线人报告，毒枭打算向夏国出售几10吨的面粉。我已经上了他们的死亡名单，今日开始遇上毒贩，我会就地击毙，不给他们忏悔的机会。这一次在国际禁毒机构的举办下，派遣了观察团进入金三角，要对于整个区域进行考察。上面打算让你利用这个观察团的机会，查查罗哥到底是谁。只有最近几天没有查获面粉，传闻毒枭得罪了什么人，被人搞了。我想知道我们安排在毒枭身边的卧底是谁，我想趁机接近他。那你不如去问问当地不怕毒枭的人，或许更能得到真实的情报。这次要出境还有刘铁军，他这一次是陪同老哥过来看看的，还请了一帮专业的保镖。老刘啊，如果我们见到了那个人，他真会帮忙吗？他的大女儿就是第10级被救的那个女孩，这次是希望找到他们的小女儿。那人应该是给钱办事，既然他没有帮忙办事，应该钱没有到位。那好办，多少钱都是愿意的，就算变卖家产也是愿意的，只要一家人团结在一起就好。薛瑞无法相信巡捕司了，只能求助当地的雇佣兵。此时阿克邦王慧从其他厂子调了一批姑娘过来，因为国际禁毒观察团要过来这一边考察，这可是一次赚钱的好机会。毒枭那一边也准备好了一大批过期的面粉，还拿出一大批真正的面粉来冒充，他们要让官方缴获这些东西，并且还送了一些人过来当毒贩，要让官方抓起来当战利品。每年一次的禁毒表演还是要配合，配合之后就可以继续做生意了。此时毒枭身边的2号人物黎萨找到了王慧，你身边有一个叫凤姐的对吧？交给我。凤姐，那可是我的得力干将，最近搞禁毒，你们不要太狂妄了，并且我也帮你们销了不少好东西，多少给点面子吧。他出卖了大卫，害死了他同伴，有人要弄他。你们现在可是惊弓之鸟，我要是跟那小子合作，你连来这里都不敢来，给个面子我赔点钱。这么说你不愿意喽？我可是认识马卫国。我也认识。然后你给他找了几个姑娘，我们可是给他提供稳定的好东西。就在此时，外面走进一行人，走在最前面的就是孙栋梁，就是第2集卷走阿布他们300万的那家伙。他看到黎萨双眼就放光，想要上去摸一下，刚刚伸出手就被一巴掌扇了回来。偷偷告诉你，点击左下角可以提前看到连夜制作的最新一集，爱你哟。明儿弄啥了呀？喵的，老子你也敢打！他正要动手，几把枪已经瞄准了他。一位戴着西装男子走了进来。他们是罗哥的人，我们井水不犯河水，小孙不要在这里闹事。你也知道我是罗哥的人，不想死就别多管闲事，不然我保证让你见不到明天的太阳。王慧人今晚送到车上，要是你完成不了这个任务，我就让你来陪侍。黎萨带着人走出酒店，除开矿区那个2愣子，放眼整个金三角，还没有人敢跟毒枭作对。我呸！等老子抓到他，我要让他跪下来服务。小孙啊，要是这帮毒枭不组织我们开产业园，没有必要跟他们作对。麦总，楼上有绝对大明星气质人物，我都安排好了，我带你过去。嘿嘿，小孙啊，还是你懂事，走走走。这是安眠药，你给凤姐水里倒进去，等她昏迷之后把她带过来。孙栋梁已经完事了，下来休息一会。还好之前没有回国，这里才是天堂嘛！搞电诈太赚钱了，这个世界就是傻子多。孙栋梁再次吞下去一个药丸，然后走出了酒店。此时黎萨正在跟手下召开会议，因为通过原石运输毒品的路子断了，必须寻找新的运送方法。突然门被打开，孙栋梁进来了，看到这么多人也是一愣。美女在这里呢，走，我们一起呀！一个搞电诈的狗腿子也想垂涎自己，德华，他就交给你了。德华不光喜欢女人，也喜欢男人。他贼笑着一手把孙栋梁丢到桌子上。你们玩得开心。顿时里面传出一帮男人的笑声，居然想对女毒枭动手，孙栋梁真的飘了。次日，麦总刚下来，就看到对面的楼上掉下来一人，正是孙栋梁。我去，他居然被人爆了！你们这里男人也玩？他想搞那个女毒枭，结果被他身边的人搞了。麦总，为了您的安全，不要招惹毒枭。你们赶紧过去把他抬走，这小子还有作用呢，千万别死了。
此时，刘铁军带着薛瑞找到了阿布。我们没有别的意思，这是我大哥主要想找到他小女儿，价格可以随便开，不管是5000万还是多少都可以的。你之前给我发邮件，我不是已经告诉你，就当他死了吗？在下薛某愿意拿出1个亿寻找我小女儿，不管死活。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薛瑞一愣，什么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阿布打开手机，选择一张森迪的相片，薛瑞认真看了看。这个女子就是我女儿，我能见见这个人吗？你见她？你身上有几个零件？她叫森迪，是罗哥身边2号人物，高级制毒师，手段残忍，一口气屠杀了缉毒巡捕3族人。还有，回去问问你大女儿，她是怎么被人弄到这里来的？她为什么被卖到一家3代光棍家里？薛瑞一愣，然后呆呆地站起来。刘铁军连忙跟着薛瑞离开这里。这一次本想带女儿回去的，谁想得到自己的乖乖女居然变成毒枭了，并且还是毒枭身边的2号人物。这种人一旦被抓，那肯定是死刑。夜里4点人最犯困的时候，阿布失眠了，总觉得有什么事情会发生，然后走到房顶去吃棒棒糖。就在此时，一辆卡车开了过来。阿布仔细一看，卡车里面的司机露出一股狂笑，已经进入狂暴状态，车上堆积满了炸药。喵的，是什么仇恨让他那么疯狂，想要炸死自己？对着冲过来的卡车清空了弹夹，卡车一个不稳撞向了旁边的建筑。爆炸过后，地上留下一个几十米的大坑，整个阿克邦都地动山摇。他的大女儿可是我救出去的，现在居然反手开着装满炸药的车过来炸死自己。要不是今晚睡不着，就刚刚那种冲击波，只要稍微靠近100米，这里全部人都得死。老大，我们死了13人，都是被炸死的，平民死了50多人，都是在前面那个几栋楼里面的。上报名单，我们的人会多一笔政府发放的补贴，你要监督这些钱确定到了牺牲兄弟手里。阿布身上充满一股戾气，就是想扎人。他离开了这里，嘴里点着一棒棒糖，往城区走去。城区一辆黑色的汽车被一帮人给拦下来了，这帮人过去就把车上的人拉下来。刘总，好久不见啊，你为什么不来救我呢？我给了组织钱啊，你们为什么不来救我呢？对不起，我无能为力。我已经跟国内报案了，但是国内行动都需要统一部署，我真没有办法。原来这个刘铁军与宁家都是卧底，只是刘铁军运气比较好，被阿布给救了。我为了大家才过来当卧底的，结果我曝光了，你们却不管我，那我肯定不满意了。今天我把你大卸8块送给你妻子，你没有意见吧？宁家接过一把切割机，打算直接把刘铁军给切了。求求你能放过他们，我没有出卖你，也不是我让你当卧底的，我只是认识你而已，你的一切不是我造成的。我知道，我就是讨厌你们见死不救。此时身后传来有人鼓掌的声音。你也是见死不救之人，既然你也来了，那就一块受死吧。身边的人刚刚想要动手，他们的额头就中枪倒了，剩余2个人吓得跪下来，举起双手。怎么你敢扎我？刘铁军告诉他我是谁。他是国内一家慈善机构负责人，自愿卧底金3角，后面不幸被发现了，我们正在营救他。扎了我，国内那帮人会把你列为通缉犯，而且你家里3代都没有办法考公了。我是不是给你脸了？回去告诉森迪，我需要他一个满意交代，否则明天过来领取他的尸体。森迪就是他亲生女儿啊？是的，亲女儿让父亲开车炸死我，亲女儿设局把姐姐卖了。他姐是私生女，他现在那个母亲是后妈，他亲妈生他的时候难产死了。后母把正妻的女儿骗到这里，然后森迪居然适应了这里的生活，于是把同父异母的姐姐骗过来，再让父亲去当人肉炸弹。这剧情很狗血啊！你走吧，是个宁家，我带走了。黎萨刚来到矿区，就看到被打得没有一点样子的宁家。看来这个宁家不是很重要，不值得森迪亲自过来。说吧，什么条件我才能带走他？先说说我的条件吧，拿1吨什么银交给我，你们也可以不给，我会把他扎了，分开一块块送到你们手里，你有这个权限，答应吗？阿布一把把他拉过来，就是一顿欺负。放过我，你要是敢动我吗？你兄弟的老母亲就活不成了，其他条件可以等我回去再谈。偷偷告诉你，点击左下角可以提前看到连夜制作的最新一集，爱你哦。放过我，你要是敢动我吗？你兄弟的老母亲就活不成了，其他条件可以等我回去再谈。你还想回去？宁家，你回去告诉森迪，2吨面粉送过来，他就活着回去，不然就过来收尸吧。要是森迪觉得你没有价值了，你就做好见上帝的准备吧。老大，产业园的麦总来了。客厅，阿布见到了孙栋梁的老板麦总。相信昆罗也跟你说了吧，我们打算来这里开一家产业园，带动当地经济发展，我们通知你一声。昆罗没有跟你说，我点头你才能开吗？
他说了，10个点干股你就点个头，1年千百万随便赚。我是这样打算的，我通过手段弄500人到1000人左右过来，他们每个人能搞小额贷10万块，前期就有5000万到1个亿，后面我培训他们搞。你这是做卖猪仔生意？我们的产业园模式很成熟了，你什么都不用管，1年千百万随便赚，这种好事情就跟天上掉馅饼一样。这里我打算自己做点生意，就不劳你们大老远过来了。你这样说话，昆罗答应了。还有你不问问我老大是谁？阿布走过来，一把抓住麦总的西瓜，狠狠地砸了下去。身后的2个保镖想冲过来，但是2枪过后就倒下了。从实力的角度出发，你没有资格在我面前耀武扬威。很快有人进来，把3人丢了出去。昆罗答应了有什么用？没有自己，他连一个阿克邦都守不住。没多久，马卫国的1号情人周典也来到了矿区，直接开门见山，你的矿区我想拿下独家，只有我有这个实力，其他人都不行，其他人也不敢。价格呢？现在的价格我们没有多少钱赚，砍28%，现在的成本很高。你觉得你有绝对实力吃下这一批货？喵的，你个周点上来就砍了20%，那我赚什么？老马在夏国国内3界通吃，砍20%算是看得起你了。你不跟我们合作，你的东西都运不出去，运出去了也没有人敢买，最终还不是要便宜卖给我们。看来我不得不好好考虑一下了。周典起身走了，刘刚并没有现场动手，因为这小子也没有拒绝跟同意，还得给他一点时间。此时阿克邦一辆辆客车上下来各国的观察团，他们被安排在这片民房居住，那些酒店都是做客人其他生意的，不适合观察团。小夏跟欧美方面的观察团一行人往主城区走去，突然看见前面酒店刚出来的一个少爷，嘴里正吸着什么东西，他一个箭步冲了过去，直接把一个抽烟的少爷给按住，然后铐上。夏警官，这是游客，并不是我们的国人。我认识他，他是湘江公子哥带他去验的尿。喵的，你是谁啊？你管得了那么多啊？这又不是夏国，我就算抽大烟了，你又能怎么样？信不信老子晚上……你只要是夏国身份，我就不容许你沾染面粉。你今天说的全部话都会被录下来，到时候牵涉到其他犯罪，你就等着被查吧。2个队员过来，直接把人拉着下去做尿检。好像我们没有海外管辖权，这人好像还是一个小明星，我们是不是惹上事了？一边欧美的观察团成员都竖起大拇指。Che Guo is really ruthless in anti-drugs. No matter where he should be caught, the procedure is simple. It's no wonder that the number of drug addicts in Xie Kingdom is declining every year. 回到驻地没多久，那个所谓的龙公子检查结果出来了，尿检呈阳性。与此同时，小夏就收到各种威胁。你要是不放人，就别想离开阿克邦，马上会有人过来教训你的。他的电话也被打爆了，国内知名人士说情的，还有人投诉他在海外随意抓捕国人，更有人直接打电话问候他家里人。小夏这小暴脾气也被激活了。一个小明星怎么了？给我抓回去，说不定他家里还有毒品呢，给他脸了。此时阿布房间来了一个熟人，前不久他老爷子在这里找了3个活体器官进行移植，还便宜卖给他们一些石头。我直白一点，周典是你们竞争对手，你们有没有实力跟他竞争？周典也就是马卫国吧，马卫国给你的价格我可以加20%，但是我也是有条件的。价格都不问就直接提升20%，你说说看。如果跟我交易，我需要你们走西南一边的口岸，也可以通过这里的国家公路到老挝，然后通过老挝跟夏国的口岸入关。这好办，只是会增加运输成本而已。我需要知道你们有实力吃下我这一批货，还有你们不怕得罪马卫国吗？我倒是想知道马家王国到底有多厉害。西南等于是他家的，但是其他口岸我们有把握可以试试。这样吧，马卫国给你的价格上调30%，我们不负责运输货物，我们只是在关口等着交接。你们确定不怕周典跟马卫国？你听说过夏国的4大财团吗？对了，我姓许，这是我侄女许木。我不管你姓什么，保证金我需要1个亿，并且到账之后我才会开始布局运输。好的，合作愉快。到时候我侄女也会在夏国口岸或者夏国东边公司负责跟你对账。此时阿邦再次急急忙忙过来，老大，郫都酒店那帮人结合了几千人，去围攻禁毒观察团的人了，高喊口号要放人。围攻禁毒观察团，怎么回事？观察团一个夏国成员抓了一个入住郫都酒店的少爷，那个少爷好像是夏国湘江小明星，他的同伴不服气，于是找了一大帮人要围攻观察团了。国际禁毒观察团驻地最前面是大量的夏国护卫，还有大量政府军的护卫，这里的局势有点控制不住了。护卫的作用只能是被动防御，已经有人往驻地丢燃烧瓶了。此时一个连队的特殊队伍开了过来，车队前面的吉普车直接横冲直撞，直接开了一条路，不让路的直接被撞飞，根本就不给他们任何机会。
今日是全球禁毒观察团过来阿克邦地区检查禁毒成果。怎么你们想造反？不知道还以为是当局组织那么多人围攻观察团呢。你谁呀？你知道我爹是谁吗？你现在说出任何名字都是对于你爹的打击报复，我劝你理智一点。你算什么玩意？小猴子而已。我们都是上等人，你是下等人。那娘们抓了我们的大哥，把他交出来，哥们晚上一起。要是我不交出来呢？不交出来，逼哥给他斩首一下你的实力。公子哥一喊，身后走出一位健身的壮汉，他走了出来，开始秀肌肉。小华哥怎么教训他？突然一道残影浮现，一拳打在健身壮汉的右臂上。众人看着这一位壮汉飞出去5米远，整个人砸在地上，挣扎2下就没有了气息。阿布接过一把冲锋枪，对着前面众人脚下扫射一梭子。我给你们3个数，还敢围攻这里，杀无赦！还敢袭击观察员，杀无赦！偷偷告诉你，点击左下角可以提前看到连夜制作的最新一集，爱你哦。他只是吸了一口什么东西，就发现他的上分英雄小乔在向他跑来。我去，这次的货这么纯的吗？嘿嘿，小乔妹妹，我怀疑你吸面粉了，带他去验个尿。那个什么龙公子尿检呈阳性，确定吃面粉了。如果你们还敢围攻这里，杀无赦！还敢袭击观察员，杀无赦！身后全副武装的护卫全部拉上保险，对着前面众人要进行扫射。小华哥看着自己的同伴咽气之后，吓得直接尿裤子了。这小子真敢扎人啊，还当众扎人！接着扭头就跑，大家都慢慢后退，然后疯狂跑了。你们的安全将由我们来守护。卢比大人已经安排了我们作为你们的亲卫，护着你们的安全。你们能前往阿克邦任何地方。This gentleman, can we escort us if we go to area 7-6? 当然，你们可以前往任何想要去的地方，包括76号地区。安排人员准备进攻76号地区，今天就把我们监测到毒枭的3个仓库趁机给打了。你可以回去了，告诉森迪我即将对于他的全部窝点进行打击，2个小时不送2吨面粉过来，他就等着接受我的怒火吧。黎萨赶紧向门口跑去，走到门口还回头深深鞠躬，谢谢你。皮都酒店，王慧刚从楼上下来就看见大厅坐着一个极度有气质的女子。听说你很喜欢给老马安排女人，你也被他安排了吧？你就是老马那个1号情人吧？技术不怎么样，死鱼一样不知道叫唤的那个。周点听见别人这样评价自己，脸上笑容消失了。很好很好，你知道我是谁还敢如此说话？我跟你不一样，我最起码不破坏别人家庭，现在一个小三都敢在自己面前耀武扬威的，给你脸了。周点姐，你也在这啊？王慧看到来人中有刘阿布，赶紧双手放下来，然后退到一边去。毒贩刚袭击了周二愣子，他正想找人发火呢，我可得躲远点。周点姐，不好意思啊，我们过来也是谈生意，没有想到你也是为了矿区而来，真不好意思。什么意思？这小子拒绝了自己的条件。许先生，我就送你们到这里了。王慧躲那么远干嘛？他怕那个男人，看来这个男人还不能死了。阿布出来后，车队直接开往76号地区，很快到达第一个隐藏仓库附近。身后一个小队的炮兵马上朝阿布给的坐标开炮。战地记者开始拍摄现场画面，前面一批人没有想到自己已经被发觉，直接享受满天的狂轰滥炸。在绝对的火力优势下，这个山头很快被拿下来，大批的面粉被缴获，10几个毒贩被拉下来跪在地上，后面有人直接用机枪扫射。Oh my god, execution without trial, more ruthless than sheer gore.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下地狱才是他们应该面对的。车队继续前进，前往之前被卫星拍下来的核心区域，去看看那一边有没有改变。1个小时之后，到了毒枭的老巢，这里聚集了不少毒枭的人，正在布置工事进行抵抗。前面就是之前每年都种植面粉的区域，你们也看见了，现在只有小部分因素了，因为每次围剿之后不彻底，他们又回来了。就在大家拍照的时候，四周传来了喊杀声，一支300人左右的队伍不要命地冲了过来。These drug lords are so bold that they dare to take the initiative to attack. 这一批毒枭是最后隐藏在山上之人，他们手里有即将出货的几10吨面粉，都是要销售到夏国的。既然来了，我们就彻底毁掉他们。吉普车很快开了过来，把观察团包围在中间，机枪口对着冲锋的人开始疯狂扫射，一边的迫击炮开始发挥作用。毒枭发起了自杀式袭击，还在1000米之外的阿布站在吉普车上，手握 M24，一枪爆一头。那些身上绑着炸药的毒枭根本就没有办法冲过来就倒下来，然后把自己人炸死一大片。很快他们撤退到山林里面，队伍攻进毒枭老巢，在这里查获一大批新型面粉，包括大量，这些都是销售夏国的。各位，
这里条件不如你们国家，销毁面粉主要就是丢入溶洞，这些溶洞通向几百公里外的大海，不会影响环境。这才是真正的禁毒，完全不是做样子。整个76号地区，你们可以想去任何地方。喂，你扎了那么多人，毒枭会疯狂报复你的。那几辆轻型装甲车要不要？我可以送给你。这是夏国产的 QL550 型号的轻型装甲车，很适合这种地区作战，有速度有防御。就你一个小刑警能做主？你看见那几辆猛虎车没有？我也可以送给你，只要你打击毒枭，我就无偿送给你。如果今年毒枭销售到夏国的面粉直线下降，我还给你送2辆 VT4 主战坦克。还送2辆主战坦克，他知道一辆坦克多少钱吗？几千万美刀呢！夏国军火库他家开的呀。欧美观察团还得到几个有面粉的地点，车队继续前进。既然有人提出质疑，那就去灭掉。在无人机的观察下，的确还有几个小窝点在生产其他新型产品，这些东西都是销往欧美地区。这些小窝点的人根本没有反坑能力，被抓之后那就是下去见上帝。连续3天76号地区的窝点全部被拔掉，大量面粉被销毁，大量毒贩被打死。We were very satisfied with this expedition. When I go back, I will definitely convince my country to continue to provide us. 阿克邦的一家西餐厅，你收到消息了吧？刚刚才收到消息，夏国方面专项援助了一批军火，都是有钱也买不到的硬家伙。之前是我小看你了。我做这些就是看见了你对于毒品的态度，你肯定会遭受毒枭疯狂报复。既然你给我送了一份大礼，那我也回你一份礼物。你扎毒枭就是给我最好的礼物了。宁家叛变了，他供出了全部隐藏在这里的卧底，包括毒枭身边的、黄窝身边的，还有赌场身边的卧底。据我所知，只有一个叫青鸾的没有被供出来。刘鹏就是因为跟他接头才被发现的。谢谢你提供的情报，这个情报很重要，我得赶紧回去汇报一下。对了，他为什么叛变呢？有人出卖了他，他扛不住折磨，还被面粉控制了，当然思想也发生了改变。他在疯狂报复一切，包括你。听到这个回答，小夏跑了。阿布一抬头，猛然发现前面垃圾桶里有个炸弹，小心！一声巨响，地面震动，路上的行人瞬间消失。没想到他的报复来得这么快。可不可以起来了？有点隔得慌。偷偷告诉你，点击左下角可以提前看到连夜制作的最新一集，爱你哦。他只是随意看了一下那个垃圾桶，却发现里面装有一个炸弹。不好，有炸弹！一声巨响，地面震动，路上的行人瞬间消失。没想到他的报复来得这么快。可不可以起来了？有点隔得慌。一辆装甲车过来，小夏上了装甲车前往驻地。师傅，您家叛变了。消息准确吗？是那个雇佣兵头目告诉我的，宁家还针对我进行了炸弹袭击，不过被我幸运躲开了。如果真是宁家叛变了，这一切都说得通了。对了，警方在上京龙公子的住所也找到相关面粉，现在正是对于他立案调查，你的回国之路会很危险啊。放心，我们那么多防卫人员，怎么会怕他们？此时阿克邦酒店，阿布收到一条秘密短信，不知道是谁发来的。有人要劫狱，去安排50人，我们得把观察团成员送到曼德勒。你们的安全将由我们来负责，我们会送你们离开金三角地区，等达到连接曼德勒的国家1号公路之后，我们再回来。我们的人有能力保护我们的安全。准备出发吧。阿布并没有解释，他还太青涩了，不懂得危机感。这一次开了2辆轻型装甲车，还有几辆吉普车，空中有3架高速无人机跟着车队，正对四周区域进行扫描。一路上大家都是在欢歌笑语之中度过的，直到车队慢慢停下来，车上快速下来一批人，武装人员，是阿布下达了作战命令。无名一脸懵逼，配备了红外夜视仪的无人机都没有找到目标，可是阿布直接给出坐标就开战。我们的衣服隔绝了红外探测，他们肯定发觉不了我们。他们是在通过火力试探呢。关键对方没有停火的意思，一直对我们这一片区域进行火力覆盖，再忍下去都得被炸死。孬的，打他丫的！很快一发 RPG 发射出去，远处的大巴车直接被一发入魂飞上天去了。山头隐藏的雇佣兵也发动了反击，肩扛重武器再次发射出来，后面的一辆吉普也被掀翻。这一次对手人数不多，但是每个人都是精锐，单兵作战能力极强，武器装备也是十分先进。阿布招呼2辆装甲车抵在前头，对方毫不客气发射2枚 RPG 过来，不过很幸运被躲开了。无名控制无人机进行了第一次投弹，直接炸死了刚刚发射 RPG 的2个雇佣兵。
对方有一位隐藏的狙击手，已经干掉我们阵营2个炮手了，炮兵方面乱了。此时后方观察团这一边已经有雇佣兵绕后了，这边的护卫还在请求上级要命令呢。还在等什么？等得到命令，我们都变成亡魂了。给我一把枪杀掉这些人！一把夏国 QBZ95 自动步枪丢了过来，小夏站起来对着敌人就是一梭子。护卫见他都开火了，也马上参与战斗，局面开始扭转过来。无名再次操控无人机进行投弹，大黑气炸了，遇上难缠的对手了。阁下何人？我们任务很简单，带走车上那个人，只要留下他，你们可以顺利通行，我们绝不阻拦。哈哈，你们这帮下等人还想把老子送回去，还不放了老子？信不信老子让一帮老黑？听见这话，小夏手握 QBZ95 对着龙少这一辆车就一梭子过去。要不是这是一辆防弹车，恐怕龙少就去见上帝了。要是这样耗下去，到了晚上他们的优势就起来了。不如利用防弹车冲过去。冲过去？你看看前面怎么过去？此时前面来了几辆救援车，最前面一辆在距离这里还有300米的时候突然飞上。巨大的爆炸直接把卡车炸上天了。小夏看见这一幕也是愣住了。需要我的人帮忙吗？不用，这帮人会跑的，你们的人继续藏着就行了。此时炮兵已经稳定下来了，随着无人机提供精准坐标，炮弹再次落到大黑阵地。他被炸得毫无脾气，想冲出来，前面有重机枪，想迂回，结果有一批夏国护卫在守着。现在大家都在打无人机，可是无人机那么高，并不是简单能打下来的，还会暴露目标。这个对手好像开了天眼一样，居然提前知道这里有陷阱，要不然这一次他死定了。撤退。老大，他们走了，尸体也带走了。哼，他们只有撤走这一条路，安排人去排雷吧。一颗颗地雷被拿出来，然后集中销毁，一条安全的道路清除出来，车子开始保持一定的速度前进。没多久，车队到达曼德勒，前面就安全了。多谢你们护送，请问你有女朋友吗？这是我的私人手机，上面有微信跟其他通讯软件，你可以登录。阿布看了一眼，还是接过了手机，但是并没有回答他的问题。看着车队远离，阿布直接把手机丢入了一边的水池。我是通缉犯，跟夏国刑警加好友，那不是加速曝光自己的身份吗？回到阿克邦洗了个澡没多久，周点就找到了阿布。咱们价格方面可以谈谈，你没有必要跟许家合作。作为商人，我自然喜欢跟价高者合作。价高者的没有错，但是也得看看实力。跟许同生合作，你还得走76号地区，运输成本大增，你赚什么？何必为了一点钱得罪他呢？我已经跟许同生签订合同了，我不是言而无信之人，并且他已经打了定金。一听这话，周点笑了，玉手用力一扯，浴巾被拉下来。哈哈，告诉我它的价格是多少？原价提升30%，条件就是帮忙运输，加上运输，算下来许家就加了10个点左右啊！你没有必要为了这10个点得罪老马的。算了，合同都签了，都说无益，咱们去礼物吧。周点一双眼眸带着一股迷离之色，意思很明显了。就在此时，一个电话打了过来。老马有事吗？听说你去找那小子了。我在跟他谈判，许家给了拒绝不了的价格，好像是30个点，我马上回去。王慧啊，你胆子怎么就那么大呢？连刘刚都不敢嚼舌头，可是你王慧敢。走出酒店，刘刚跟了过来。老板命令让您回国，要是这小子还执迷不悟，可能要进行斩首行动了。好，我现在就回去。这个王慧的幕后主人是谁？我猜测是利人国际。利人国际的老板也是实权之人，怪不得底气那么足呢，早晚会给他一个教训的。夏国西南某家属楼客厅已经坐着2个男人了。小夏，这一趟有何收获？漂亮国的雇佣兵一个最少能打10个，他们单兵作战、团队作战都极强，但是他们遇上了更加强大的一个雇佣兵组织。那个男生很有头脑，并且能熟练使用夏国跟美式装备。小夏，爷爷还是第一次听你对于一个男生这样夸奖。对了，那个雇佣兵沾染面粉吗？不，他不碰这些，并且对于面粉深恶痛绝。这个雇佣兵集团我们也调查过了，头目信息不详，但是战绩不错的，现在是76号地区最强大的一支武装力量。偷偷告诉你，点击左下角可以提前看到连夜制作的最新一集，爱你哦。雷兵你跑不掉的，给老板赔了那么多钱，你完蛋了。快救下他，这个人我要了。你能一路逃到这里还没怎么受伤，证明我没有看错人。麻烦你也救救援兵吧。我要的人是你，他没有价值啊。您不救他，我自己去救他。她是你女朋友吗？不是，我跟他同事一场，我们一起逃亡，我不能丢下他。要是我苟且活着，我内心会过意不去的。呀！你们不要过来！
哈哈，雷兵，我知道你就在附近，再不出来，你女朋友可就废了。他们都是北部彭家的人，救了他，我可又得罪一个势力，你得跟我混。肝脑涂地，再死不辞。雷兵根本没有地方去了，回国就是找死，而这里的军阀都跟老板有关系。阿布挥了挥手，身后的重机枪、轻机枪、冲锋枪，还有装甲车上的机枪手都在疯狂扫射着。很快，前面几百人剩下一个小年轻。这小子是谁啊？居然敢杀我彭家的人！阿布没搭理他，走过去，枪口直接塞进小年轻嘴，然后清空了弹夹，然后把援兵的手按在自己的手枪上。远处有人拍照，这一张相片就证明了是他扎死这个小年轻。雷兵也走了过来，他明白要把自己的把柄留下才行。你不用投名状，就冲你不要命就同事就足够了。雷兵看向阿布，眼里很湿润，有一种被信任的感觉。我会安排你回国，你准备一下。我还有价值。你问雷兵，我对于原石有独特见解，对于古董也很有见解。好，我会在这里弄一个翡翠交易公司，你暂时负责原石的估价与制作账单。如果办不好，你就自己回去吧。大哥，把这些尸体都反捆起来，然后对后脑再开一枪，这样至少能让对方怀疑是毒枭做的，能给我们争取不少时间。车队来到阿克邦，雷兵被直接送到矿区去当教官，让他帮自己训练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明天在曼德勒有一个经济交流会，我打算过去看看。援兵你陪我去，大军帮我找几块有价值的石头。年度的赌石大会也会在曼德勒召开。老大，我现在去找找吧。是往左边挖就有好东西是吧？此时阿克邦的皮都酒店，小雅，你准备一下，跟我一起前往曼德勒。可是姐，还有很多客人呢。我会安排退单，让其他姐妹来接。王慧跟小雅之前是好闺蜜，怎么闹翻的就不知道了。小雅在国内过得好好的，突然被王慧骗到这里来，就一直没有自由了。你们注意点她的一举一动，她有任何异心马上跟我汇报。曼德勒希尔顿门口，前面有一个东方面孔的男子，他左手搂着一个太妹，右手搂着缅妹，前面还有2个小萝莉，一个人搞4个嘛，肾真的强啊！援兵看见前面那个男人之后，眼神一闪，然后刻意躲到阿布身后。援兵，你认识他？前面那个是自己的好闺蜜，那个男子叫胡星，是职业演员，是我没有公布的男朋友。你刚刚消失没有多久呢，他就左拥右抱了，还邀请闺蜜一起参与他的派对，今晚打算1挑4。我没有试过他实力，真心希望他这一次是过来解救我的吧。看看这几个人是不是你老板身边的人？援兵看见相片之后连忙点点头。我们刚过来，你们老板的杀手就到了，你是不是瞒着我偷偷跟你老板联系了？我逃亡的时候跟我男朋友联系了，然后在阿克邦的时候给他发了安全的消息。看来他是来抓你的了。对呀，就是我给男朋友发了消息，我们逃亡才会被死死跟上的。刚刚还幻想男朋友是来救我的，原来他是想抓我的啊。老大，那屋的监视器已经放好了，你可以连接室看一看。很快阿布就通过连接器连接了对面房间的画面。援兵3天前给我发了消息，他说现在在阿克邦已经安全了。我尝试联系他询问具体位置。你告诉他你已经到了阿克邦，让他过来找你。阿克邦那是穷乡僻壤之地，哪有这里好玩？好吧，你们抓到他的时候能不能让我他？反正你们带回去也得杀了。可以，别耽误事情就行了。嘿嘿，那臭人每次都不给老子，这一次让他看看老子的厉害。周宇哥哥要发达了，过来给哥哥爽爽。周宇是援兵的闺蜜，之前2人就偷偷摸摸谈恋爱，现在援兵上了死亡黑名单，周宇也不怕什么了，直接走了过去。另一边，小雅跟王慧走了出来，2个人要去另外一家店。突然，王慧有点肚子不舒服，我先上个厕所，你们在这等我。小树林旁边有一个简易厕所，他也没多想就走进了厕所，然后蹲下来，刚要用力，突然感觉有点不对劲，低头一看，一双黝黑的大手在茅坑下面伸上来，直接用力一拉，王慧整个人居然被拉了下去。路边的保镖好像听见茅坑有点动静，正要过去。站住！你们过去要偷看吗？是不是活够了？听见这话，保镖才没有过去了，他们站在这里继续等着。他们一直等了有1个小时，才感觉哪里不对劲。不好了，茅坑下面居然有一个洞，慧姐居然不见了。保镖跳下来，在下面找到了王慧的一只鞋子，人却不见了。这块石头怎么卖？此时赌石大会上，属于阿布的展台前面来了一个老熟人，就是第1集靠家里给了赎金走了的武明。没有想到他还会出现在这里。1500万下国币。喵的，什么破玩意就1500万，当地币吧，1000买不卖？滚！你当这里是菜市场啊？没看见这里是展厅吗？谁家的东西敢随便标价？老五怎么了？
喵的，这一块破石头要1500万，我们要搞多少猪仔才能赚到1000万啊？你可低调吧，前面一批人不是撸小戴就1000多万，有一个不是小戴都搞了100万。那是因为他是退休公务员，有这一层身份，每个平台都可以借到钱，平常人哪里能撸那么多啊？你看看这石头值不值的？同伴拿起来检查了一番这块石头，一块紫罗兰的确很值钱。老五，这是小场口，晚上肯定防守不严格，等晚上我们带点人过来抢了就是了。对，虽然两个人距离阿布100多米了，但是两个人的谈话还是被阿布听得一清二楚。这个武明真让人看不起啊！混了一圈又混电诈了，这帮电诈之人也挺恶心的。要是晚上有人过来偷抢，直接毙掉。我已经跟这里的主管说过了。看来这个武明混得很顺利啊，没有吃过亏啊，居然敢抢场口的东西，他是真不知道死是怎么写的。要是晚上有人过来偷抢，直接毙掉。我已经跟这里的主管说过了。这是一块紫罗兰，新场口出来的吧？阿邦点了点头，不想多说。康莱那个厂子的，价格1500万，买就买，不买就拉倒。你们哪里出的是几个意思？好吧，那装起来吧。1500万，看一眼就买下来了。阿邦有点惊讶，随后拿出了微速卡，上面有国际卡号。等对方付款后，开始装箱。他肯定是某信的人，只有夏国几大财团才有这个实力，这种魄力也只有夏国人才有。能要一个你们老板的联系方式吗？毕竟是大客户。我就是他的老板，找我有什么事吗？原来是你收留了袁冰跟雷冰，找个地方谈谈吧。好呀，带路吧。很快，他们来到了某高级酒店的包厢。你应该知道我们的身份，把人交出来，我们还能愉快的合作。既然我过来了，也代表了我的态度。他们两个人已经帮我做事情了，我不会出卖他们。阿布刚刚说完，外面走来一群保镖，手里都拿着家伙。我能保证，在他们动手之前，我会先把你干掉。我大概知道你身份，达克帮雇佣兵头目，手底下有点人，但是你也要明白某信的能力，我没有能力在全夏国封杀你。我是大不列颠国籍，拥有夏国血统，属于双重国籍之人，你还真制裁不到我啊。但是我可以制裁你身边的人，我们能中断你武器供应，中断你跟夏国外贸交易，我们还能联合北方10几个军阀一起围攻你。谢谢你的善意提醒，要是没有其他事情，我就先走了。你走出这一扇门，我保证你活不过明天。我不信，并且我最讨厌别人威胁我。如果你不想死的话。妇人看着阿布离开，拿出电话打了出去。老板，见到接收援兵和雷兵的人了，他不肯交出任何一个人。那就直接让他在这个世界上消失吧。好，我会执行暗杀计划。妇人挂完电话，露出一股凶狠之色。另一边，阿布刚坐在车上，就有一个视频打了过来。这个软件里只有一个好友。其实我有事情想问你。你问吧。刚刚有人说要中断上一次你答应的武器援助。小夏听了一愣。哎，中断援助？援助都已经答应给了，怎么中断呢？某信的人哪里来的权利中断援助呢？我们是走某利援助呀，他们管不到那么宽的。他们说在夏国没有他们做不到的事情。小夏小嘴一翘，带着丝丝温怒之色。哼，他们还真有做不到的事情。如果我答应的武器送不到你们手里，我脑袋送给你当球踢，某信安心赚他们的黑心钱就行了，管那么多干嘛呢？某信在夏国可是4大财团之一啊，这个小夏是天真还是不懂啊？水利局跟电力局虽然都是属于一个体系的，但是水利局怎么能指挥电力局做事情呢？他们没有这个资格，也没有这个权限。哦，我明白了，某信再强大也只能在他们控制的范围做事情。车子刚来到一处小巷子尽头，后面就冲出来一批人。刚刚冲出来就看见阿布身后出现大批护卫，他们手握 AK 对着身后来人直接突突，地上倒下10几个人，全部人都被子弹打穿了。想杀我？这种方式的暗杀不行啊！某信高高在上很久了，已经脱离现实了。刚回到酒店，就又接到刚刚那个妇人的电话。只要你帮忙找到王慧，那么援兵和雷兵的事我们可以不追究了。好的，我会去找的。又是王慧，一个老鸨而已，能有什么作用啊？告诉我王慧在哪里，我当不知道怎么回事。阿布知道王慧就是小雅与周点联合起来才被抓走的，但是小雅死活不承认是他卖掉了王慧。既然他不承认，那只能自己去寻找了。此时曼德勒郊区一个贫民窟，铁皮房外面排着很长的队伍，还有一位拄着拐杖的老头喘着气在排队。一个老汉露出黄牙，正在清点现金，进去一个就是1万缅币。铁皮屋里面，王慧看着面前让自己呕心的男人，还有身上爆发出来的恶臭，虽然呕心，但还是忍着。自己上厕所的时候被人直接敲晕，带到这里来了，是被一对父子把自己绑过来的，然后被他们介绍给附近的邻居，一次收费1万缅币。他眼神里面隐藏一股怒意。
千万别让我活着出去，不然小雅那个贱人会承受比自己痛苦10000倍的报复。只见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头颤颤巍巍地走了过来，由于太激动，还没开始就结束了。没想到自己被丢到这个连手机都买不起的穷地方。今晚阿邦这里夜半3更的时候，一伙人冲了过来，想进来抢东西。只是他们刚刚出来，就被前面等待的护卫用 AK 给突突，10个人的尸体倒在地上。5名在远处看到后吓得撒丫子就跑。本来想过来发财的，没想到被人给阴了，这得弄多少猪仔才能弥补这个漏洞啊？这个5名的胆子很大呀，都抢到自己身上来了。真可惜他不在这里。阿邦，你去棚户区那边看看有没有王慧的消息。好的，老大。翌日，阿邦已经来到了棚户区，他看着一批一批的男人进进出出那个铁皮屋。晚上8点，一个榔头下来，王慧再次被敲晕，然后再次被装进麻袋。两父子开着3轮车离开了这里，一定地方不能停超过2天，必须马上转移，不然被人找到这里就不好了。你们几个跟着他们，只需要知道他们的行踪就行了。老大并不想马上救出王慧。希尔顿酒店，阿布迎来了一个客人。你叫阿拉夫？是的，我们国家正在经历水深火热，现在需要一批救援货。我们有钱，而你手里有救援货，我们可以合作。这个客人找了卢比，说是想买军火，于是就介绍到了阿布这里。我手里只有一批炸药，没有其他军火，我给你看看。阿布拿出平板，然后打开视频。这是无名改造的炸药，外壳用煤气筒，里面是压缩燃气或者炸药，可以通过定时或者遥控爆炸方式。虽然外观不怎么样，但是操作简单，威力巨大，一个就能炸掉一栋楼。阿拉夫看完视频之后有点激动。这东西有多少钱一个？现在我手里就有100个。阿布又伸出一根手指。好，1万美金起吧，100个我都要了，我马上安排港口货柜运输。1万美金，这玩意就100多块钱的成本啊！不会是骗子吧？我们需要收到100%货款才会发货。很快，阿拉夫安排打款，直到援兵说钱到了，阿布才站起来。2天之内，我让人运到仰光，你过去等着就行了。不过我们的武器装备不能用来袭击夏国人，如果被发现，我们将终止合作，并且会给予绝对的严惩。阿拉夫点点头，很满意的走了。100块钱的东西卖到1万美刀，这钱怎么那么好赚呢？阿布直接给无名打了电话，马上组织人发货，要2天就把东西送到仰光。这只是一些普通的煤气罐，没想到只是被加工了一下就能卖到1万美刀的价格。原来被加工后的一个煤气罐竟然可以摧毁一栋大楼。此时东部某个地方，阿拉夫方面死守着属于他们的最后一座城市，前方一辆辆西方的 M1 主战坦克向这边驶来。这些是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对付的庞然大物，面前的100个煤气罐是他们最后的希望了。只见一个煤气罐被抛出去，随着一声巨响，整个地面都颤抖起来，坦克被直接炸飞了。后面的坦克继续开了过来，一大群反政府士兵拿着冲锋枪跟随在坦克后面。要是这一座城市被拿下来，那就正式宣告政府军失败，最终这一片土地变成了其他人的地盘。又是一声巨响，一辆坦克再次飞天了，后面几百人如同稻草一般倒在地上，不少人都变成了碎肉。紧接着越来越多的爆炸传来，都是这种地动山摇的声音。随着神秘爆炸物的出现，政府军方面士气大振，他们发起了反冲锋。没有了那么先进的坦克，这帮人哪里还敢往前冲？要不是因为西方支持反政府军，造成了叛军的武器比政府军先进太多了，哪能走到这一步？阿拉夫，你立功了！就是扭转了，真的扭转了。就是那个东西1万一个，太贵了。我在去联机军火上看看能不能涨价，东西确实有点贵。这一次赌石大会来了多少老板？我们还有1块石头还没有卖出去呢。老板，我们是不是应该先把王慧找回来？他不会被玩死吧？放心吧，死不了的。他在棚户区好几天都没事。不能这样算的，在那里他还能休息，也不会玩得太过分。但是现在他被送到山区里去了，这些山区一个村子几百个光棍都没有见过女人，或者送到矿区里，矿区那些男的一身力气使不出，你觉得后果会怎样？你说的好像也挺有道理，那就先去把王慧带回来吧，死了就没有价值了。此时一辆3轮车正在飞快地行驶着，他们要把王慧拉到最后一个目的地。很快车子来到一处矿区，胖子跟管事说了些什么，管事打开麻袋一看，太臭了，不知道的还以为死了呢。胖子赶紧递给管事1叠现金，管事这才拿着对讲机让工人过来，反正免费的还给钱了。胖子在包里掏出一根针管，他把一个安瓶里面的液体吸收进去，然后拿着王慧的手臂就要注射进去。这一针打进去就没有了任何感觉，哪里都麻木了。很快一大群工人跑了过来，他们眼神里面都是火热的，他们才不管王慧脏兮兮呢，反正是免费的。
这一次彻底死定了。这帮人不光有力气，还都是变态，而且自己还被打了针。胖子跟他儿子站在一边，拿着摄像机录像，这些天的经历都录下来了。此时远处，一辆轿车慢慢的开了过来。阿布看了一眼王慧的惨样，完全看不出她原来的样子。要不是听了你的建议，那王慧肯定变成白骨了。没想到她也会有今天。阿布拍了几张相片，给某信那个妇人发了过去，作为交换，他们不能再找援兵的麻烦了。管事走了过来，后面的人手握 AK 指着过来的几个人。怎么想跟政府军作对吗？收了多少钱呢？你知道他是谁吗？阿布掏出一张证件丢给管事看看，管事看了证件一眼。嗨嗨，原来是政府军特种兵呀！他是别人送来的，我们也不知道他什么身份。你们这帮人就等着王慧的报复吧。你说的事情我可是做到了，你们不能再找援兵的麻烦了。我要你活着交到我们的手里，死了可不作数。喵的，赶紧给王慧注射2针肾上腺激素，要不然她到不了医院就死翘翘了。老板，王慧好像被人注射什么东西了，应该是面粉之类的东西。这个小雅是真狠啊！王慧都没有给小雅注射东西，她居然给王慧准备了这种礼物。一旦真的注射了，那王慧基本完蛋了。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能戒毒成功的。车子快速来到曼德勒国际医院，王慧被紧急送走去抢救了，能不能活就看她造化了。反正自己能做的都做了，然后开着车又赶往赌石大会。自己还有一块翡翠呢，要是卖不掉，那可是要带回去的。阿布刚刚过来，就看见一个女子带着2个保镖走过来。这2个保镖绝对是高手，高手之中的高手。或许只有卫戍区退下来的人才有这种能力吧。明卖还是赌石都可以，说吧，什么价格？2000万夏国币，包起来吧，我要了。又一个这么大气的，只是看了一眼2000万就花出去了。很快援兵查到了一笔美刀到账，阿邦确定到账之后才开始包好这一块石头。这一次遇上2个大客户，都是直接买走的，不还价不废话，直接买走。这年头有钱人可真多呀。他应该也是4大财团之人。2个人刚回到酒店，就看到里面坐着一人，站着2个保镖。阿布有点怒色，你是不是有点不懂规矩啊？他还得借我一用，有人要使用他几天，到时候保证活着送回来。某信就是这种诚信，是他先背叛我们的，也应该受到惩罚。现在就是让他陪几个客人而已，又能把他怎么样？我最后问你一次，交不交出来？我最后问你一遍，是不是要跟我作对？援兵赶紧走了出来。我愿意跟你走，但是明天早上就得回来。哈哈，这才听话嘛，就是几个老板，而且年纪都大了。放心好了，用用你的身体就还回来。妇人刚刚说完，身边2个保镖拔枪机会都没有，就倒在血泊之中。别杀人！哈哈，我赌你不敢杀我，杀了我你会受到神的惩罚。我们的手段比毒枭还残忍，你可考虑清楚了。我这辈子最讨厌有人威胁我，毒枭敢威胁我，那是因为他们本来就在处于黑暗，而你呢，你可是光明之人。阿布一个眼神，阿邦丢了一把 AK 过来，援兵上来想拉住阿布，被阿布一脚踢飞，拿着 AK 走了过来。先是一巴掌扇过去，然后把枪口塞进去妇人的嘴里。现在你告诉我，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耀武扬威？给你老板打一个电话，问问他遵不遵守承诺。妇人眼神里面终于带着一股害怕之色，她有点慌张的拿出电话拨打国际长途。怎么样，事情办妥了吗？拿来吧你！电话刚打通，手机就被抢了。随后整个酒店传来震动的声音，一梭子7.62的 AK 子弹全部打完，然后拿起手机。人已经被我杀了，欢迎你来金三角找我，等一会我发几张相片给你。阿布挂完电话，然后对着地上3人拍了几张相片发了过去。刚发完相片，就看到门口站着一个人，刚才2000万买石头的人。某信的人你也敢杀？说完就走了，他的房间也在这一层。他们都不讲诚信了，那何必怕得罪他们呢？今天敢威胁自己交人，明天就敢让我交出矿区，今天就告诉他们自己的底线。阿布想到了什么，走了出来，来到左边的房间敲了敲门。我们能谈谈吗？怎么怕了？你还没有资格进入这一扇门。没有资格，口气挺大的呀。偷偷告诉你，点击左下角可以提前看到连夜制作的最新一集，爱你哦。他不服某信的威胁，直接把人给突突了。没想到对方的老板立马就安排人来报复他了。此时金三角北方，马卫国接到某信老板打来的电话了。我给你打了1个亿，把那小子的人头拿下来，就看你有没有那个实力拿了。老板放心，我已经组织人手了，保证完成任务。打完电话，马卫国走进了一个会议室，面前有克钦邦独立军、某敢独立军、佤邦独立军等几个当地最大的军阀。最近阿克邦地区战争影响了地区和平，我们夏国方面希望你们能联合起来，确定阿克邦和平。这个人价值1000万夏国币，活的2000万，不好搞啊！那小子是官方特种连队，
搞他就是对政府军下手，到时候会再次引起政府军围剿的。明面搞他不行，暗地里搞暗杀你们总会吧？这样吧，每家都出动一个杀手团，除开刚刚答应的2000万，我个人再加3000万，拿下他的人头就是5000万。我马卫国用我信誉担保。哦，一听5000万，这里众人眼神里面冒着金光，大家都开始拨打电话，铁了心要拿到这5000万。嘿嘿，不出一兵一卒就赚5000万。集体会议开完之后，大家兴高采烈的走了。刘刚提着一个箱子走了进来，在箱子里面取出一个暖水袋一样的东西，这是最新的液体炸药，能粘在任何地方，就这一点，一座桥都能炸毁，就算是铁路桥也只需要3袋。很好很好，看看这5000万最终属于谁了。曼德勒，阿布坐在书桌前看着平板上面的信息。袁冰在外面走了进来，他是刚刚沐浴出来的，身上还带着一股馨香。老板，要不我们玩素的？素的？素的就是你不能动我，其他的都是我来，应该能让你满意。你总是喜欢吃素菜，不喜欢吃肉吗？你先尝尝素菜，要是不好吃再吃荤的也不迟嘛。袁冰一把解开身上的浴袍，一步步走进了内间里。次日一大早，阿布就去安排大部队先回去了。这里的事情办完了，要回矿区了。出来的时候，袁冰还没睡醒。安排妥当之后，回到酒店准备办理退房。刚回到房间，就看到袁冰已经被人控制在凳子上了。随后花2000万买石头的女子说话：“龙少熙面粉是你弄进去的吧？听说你还想如法炮制，把小华哥也弄进去。是又怎么的？安心做你的事情，不属于你管的别管。”特别是演艺圈，特别是湘江之事，你没有资格去管他们。跪下来道个歉，保证以后不跟湘江作对，不跟演艺圈作对。你是在叫我做事吗？阿布突然伸出手，一手卡住他的脖颈。你可以试试，如果我死了，你能不能活下去？你身边这些人能不能活下去？对面的保镖枪口都对着阿布，阿布慢慢的松开了手。给你一个选择的机会，跪下来道歉，或者选择死。女子一个眼神，保镖扣动保险，要对于阿布身边的人先动手了。忘记告诉你了，这一家酒店也算我们的了。阿布眼神里面带着一股可怕的杀意，慢慢的扑通一声跪下来。对不起。女子走过来就是一巴掌。记住了，别得罪湘江的人，还有别得罪演艺圈的人，不然管你什么雇佣兵什么头目，你也得死。说完后抬脚就走，刚走到门口又停下脚步。忘记告诉你了，你现在结交的一切关系都没有用，我们是你永远得罪不起的人，也别想着报复，否则你永远都无法跟夏国做生意了。帮龙少报仇的，这个龙少的老子果然不简单呀！应该是某商局或者某润的人，只有这2家不把某信放在眼里。一跪换来同伴活下去，一巴掌换来清醒也划算了。希望他永远不要落在自己手里，不然今日耻辱会100倍1000倍还回来的。我们走，退房回阿克邦。不得不佩服这个男人的魄力，都这样奇耻大辱了，但是他并没有半点要报复的意思，他很明白当下双方实力的差距。一行人刚走下来，就看见一辆救护车上下来的女子，她穿着病号服，精神萎靡。看到她以后，阿布顿时心情好了。没有那么严重吧？怎么头发都掉光了？那么多男人，我怎么知道他们有没有病？要是有一个有艾滋，那我不是全完了？打了干扰素，副作用有点大，今天测了是阴性，不过要3个月后才能确定有没有被染上。哈哈，见到你这个样子我很开心，要我帮你叫俊杰过来吗？王慧刚要说话，突然就一个哆嗦，浑身感觉好冷，额头冒着冷汗，整个人开始哆嗦起来。你要找的人在双卡园区，他的家人每个月被筛1个，就是要逼迫他做一些事情。双卡园区与毒枭有联系，而且园区背后也有高人，起码现在的你惹不起。好了，这是作为你姗姗来迟救我的报酬，祝你好运，最好别落在我的手里。随后王慧蹲在地上大小便失禁，整个人被毒瘾折磨的受不了了。这个女人是真的狠呀，毒瘾犯了居然还在强忍着，她居然想凭意志力戒掉，确实很厉害，就算那么丢人了也没有打针的想法，能当上老鸨的女人果然不简单。车队刚来到阿克邦，就看见胡鑫跟周瑜走进了皮都酒店。你的明星男朋友还在找你呢，这消息有点落伍了吧？那个傻大个，过来玩玩呀！你给我当人肉，我给你100块，我录制一个视频给粉丝们看看。胡鑫对外介绍自己是有武功的，花钱摆拍了不少这种视频，也不知道怎么就看上阿布了。袁冰捂着脸没过去，阿布跟着胡鑫走进了里面的健身室，周宇在一边架设拍摄器材。他现在是胡鑫的经纪人，这次发视频就是要让大家看看胡鑫有多硬汉。给你的，让我打就可以了，等一会再给你200块好处费，听得懂不？阿布看着这个家伙点点头。喵的，今天刚被扇了1巴掌，还没地方出气呢，刚好拿你出气。胡鑫看到他点头，这才放心的冲了过来，在半空淋了一拳下来。
阿布反手一击上勾拳，刚好打在胡星下巴上，胡星整个身体飞了出去，窗户都没拦住他，直接从3楼掉落下去了。袁冰看见胡星就砸在自己面前，整个人跟王八一样被人一拳就砸了下来。猴呆，居然让雇佣兵头目给他当陪练，这可是金三角，来到这种地方还敢那么嚣张，你可没有龙少那样的好爹，就算死了都不会给你1毛钱的。你暂时不要出门，就在这里躲着吧。最近要报复我的人太多了。你在这里设计2个东西，一个军火产业园，一个就是办公产业园。袁冰点点头回去了。他可不是傻子，自己出门一旦被绑走了，那下场比王慧可惨多了。袁冰对于自己的美色还是很自信的，可惜老板不好女色。阿布上车离开了阿克邦。昨天收到一个神秘信息，说他手下的人在偷偷的运送面粉。76号地区某一个检查站，一辆卡车被拦下来，卡车上下来30多人，这些都是阿布自己的运输队伍。你们还有什么话要交代吗？老大，我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呀。阿贵还在嬉皮笑脸，他们的确运面粉了，但是东西都在肚子里呢，他又没有透视眼怎么查呀？哼，不知道。阿布走了过来，一枪干掉1人。他们只要在阿克邦把这些面粉整包吞进去，然后跑到华夏的厕所再拉出来，随后大把的钞票就到手了，拉的越多得到的也就越多。没想到世上还有这么容易赚钱的好项目。此时阿克邦76号地区的一个检查站，你们还有什么话要交代吗？老大，我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呀。哼，不知道是吧？阿布也不跟他们废话，一枪干掉1人，然后拿匕首直接挑破肚子，在里面找到了包裹好的面粉。现在你们告诉我，你知道我在说什么了吗？啊！护卫们都惊呆了，这么一大袋子怎么在不弄破的情况下吃进去的？阿贵见事情败露，偷偷拔枪要把阿布干掉，前面的机枪见状直接扫射过来，几10个人全部倒在现场。都给我抛开！我要让你们这些还活着的人看看，他们到底因为什么而死的。随后护卫在每个人身上都找出了面粉，都是通过吃进去的方式。孬的，有好几个里面居然藏了半斤，这是怎么吃进去的？把他们全埋了吧！到底是谁在矿区蛊惑运输队呢？老大，这些带头的人又是我的人，上一次叛变，这一次又运面粉，要不把我的人全部赶走吧，我都不起这人。没有必要的，有一心之人会慢慢被清理出去。我们需要扩大队伍，并不是排除自己人，只要人没有问题，我们可以重用的。车队返回矿区，阿布就给全体人下了通告，只要涉及到面粉直接毙掉，谁检举有人运送面粉，奖励1000夏国币，并且给予绝对保密。随后阿布召集了几个兄弟进行开会。上一次阿拉夫买了100个煤气罐回去，他再次下订单了，并且要求技术转让。哈哈，我当时设计出来是想着炸坦克的，没有想到被老外买走了，还用于实战了。100万美刀一个煤气罐，想想都开心。看来我们也要思考轻小武器了，特别是简单实用的武器。现在国外很缺少这些东西。是的，而且我们这些东西还不受国际武器公约规定，因为煤气罐没有煤气不算危险品，而炸药是通过原材料运输出去的，全部东西都是合理合法。对了，老大，化验结果出来了，夏国好几个实验室都是一个结论，我们这里存在重稀土。重稀土，那么现在一切都可以解释清楚了。高丽那帮人看上这里的重稀土了呀，他们并不是看上金矿了。情报显示，他们想跟大南合作，然后在老挝招募一帮人，组建大军，再次杀过来。嘿嘿，战略资源这可是个好东西，可是怎么卖呢？夏国那娘们干啥都给咱82开，他们8咱们2。当然我们可以高价卖给别人，可是那样就会影响夏国稀土的布局，我还不想搞僵跟夏国的关系。要不先瞒着，我们也不开采。没有绝对实力之前，还是不要展现太多好东西。这样也挺好，相信高丽那帮人也不会说出去的。好了，先到这吧。毒枭那边说派人过来和谈，应该也快到了。此时宁家带着一个女助理已经到了。这一次过来，我们是带着很大的诚意跟你谈判的。阿布很想扎了他的，因为他的出卖。这一次夏国禁毒局可是损失很多人的，但是不能在谈判的时候伤害他，有些规矩还是要遵守的。我们承诺不再诱惑你们的人帮我们运面粉了，我们也会逐步离开76号地区，同时放弃对于你的暗杀，并且取消跟任何人合作对付你。我们每个月再给你1000万当做保护费，我们也不需要你做任何事情。哼，黄鼠狼给鸡拜年，居然不是来威胁我的，而且送了那么多礼物。要知道自己全部对手加起来都不如毒枭有威胁。以后在你的地盘，我们将不会再制造面粉。同时，我们提供一条内部情报，这一条情报对于你跟你矿区的安全十分重要。先说你们的条件吧。不愧是聪明人，我们的条件有2个。第一，我需要看看你的手机；第二，就是上了离撒。嘿嘿，这条件太简单了，我可以答应你们。但是你们怎么保证你刚刚说的你们能做得到？我们有一个存储面粉的仓库，就在76号地区，里面有超过2吨的氯什么铜。要是我们没有做到，你可以毁掉这个仓库。你应该也知道2吨的价值。随后阿布把手机丢了过来，
黎萨他人呐，他不过来怎么上啊？我们撤出76号地区之前，你干了就行了。我们会找一个机会出卖他，这个秘密只需要我们知道就行了。宁家还在等着小助理反馈消息呢，他怀疑黎萨就是那个代号叫青鸾的卧底，就是他给刘阿布发了消息，最终才让毒枭方面屡次运毒失败。阿布起身走了过来，其实明白他在找什么，他们应该发觉有人发了消息给自己。小助理突然感觉下面一凉，自己裤子被人扒掉了，身后这个男人居然要当场做运动。宁家姐救我！宁家赶紧拔枪对着阿布的后腰。你敢动一下试试？他可是我请来的高材生，我答应了会保护他安全的。小助理看着面前的数据，他抓紧操作，很快数据采集到了。小助理看向宁家，摇摇头。藏面粉地点等我安全回去会告诉你的。那个小助理的确是一个人才，还好最后搞了一点小动作让他心神慌了，最终他什么都没有获取到。老大，你要跟他们妥协呀！我在等他们的消息。2吨仓库的地方拿到坐标之后，通过火炮跟燃烧弹烧了吧，那种区域附近没有人，造成不了太大污染。老大，要是通过火炮跟燃烧弹，对这环境污染挺大的。会吹到我们这里来吗？那不会，只能吹到老挝那一边去，绝对不可能到我们这里。那跟我们有啥关系？吃鱼吃的时候没有我们，坐飞机的时候没有我们，现在环保了就轮到我们了。明白了，我现在就去安排了。行了，也没有把你怎么样，说吧，获取到信息没有？没有，我链接了他手机，获取了特定时间段的全部数据，但是并没有找到短信。你确定对于他手机全部数据都进行搜索了？万一他删除了呢？不可能的，删除了我也能找到。既然没有问题，那么就按照约定办理吧。宁家发了一个位置过去，只是刚刚过了没一会，他就听见了炮火声。炮弹落在仓库四周，并且点燃了熊熊大火。该死，明明双方都达成和解了，可是他居然毁约了。他这是要害死四周的兄弟，马上安排附近的人转移。车子很快来到一处山洞，他答应了要求，但是转手就攻击了我们的仓库，造成了大量的毒气污染。我已经让四周的人离开了。森迪看向自己身边2大人才，黎萨是往夏国销售的冠军，宁家也为自己做了不少事情。既然没有证据，那以后就不要说两家话了。我已经给你机会了。好，我不说了。但是这次他毁掉我们价值几个亿的面粉，怎么算？最近订单都没有完成，上面对于我们很大意见，暂时忍着一口气吧，等完成年度任务再想着报复。他们不远千里偷渡去某园区赚大钱，然而没想到分分钟就变成了猪仔，给他们自由他们都不敢回家。矿区附近的一个小镇，本地人与一批电闸猪仔闹起来了矛盾，阿布连忙带人赶过来了。怎么回事？你们知道在我的地盘搞事情的后果吗？大人，自从他们这批人来到这里，整天的搞破坏，今天一帮人还轮了我们一个当地女子。原来这帮人是孙栋梁弄来的，先让他们偷渡过来，然后利用他们的身份证，在国内小贷平台借了一大笔钱，然后又撸完了他们的信用卡。有些血型比对合适的猪仔被拉走了，这些都是没有价值还欠一屁股债的。本来孙栋梁想在这里开产业园，奈何阿布不容许，于是干脆把烫手山芋全部都丢给了阿布。喵的！他最好别出现在我面前，不然我要让这几百人轮了他。很快10几个欺负当地女子的始作俑者被揪了出来，他们根本就不害怕，反正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阿布一挥手，后面的护卫对着这帮人直接就是一梭子。老大，其余人怎么办？送到大使馆吗？送到大使馆，这路上的费用谁出呢？再说他们不想也不敢回去啊。我给你们2个选择，一个是自己去大使馆回国，第二就是去矿区挖矿。我的地盘可不能让你们胡作非为。此时援兵正跟几位戴着头巾的客人在介绍着什么，屏幕上面是一款叫蜜蜂的无人机，一款飞行高度300米、飞行距离5公里、使用传统定位装置的简单无人机，上面可以带上1枚2TNT 炸药。看见阿布来了，援兵就走了过来。他们是中东来的，听说我们有武器就过来看看。这帮老外对于无人机很有兴趣，他们问我这款蜜蜂无人机怎么卖。你刚刚不是告诉他们价格了吗？我可是听见了。我刚刚说1万，没有说是美刀还是当地币还是夏国币啊。那就美刀吧，1万夏国币我们只能喝点汤，要是1万美金，那就可以吃点肉了。那我拿一个样机给他们展现一下，看看他们有没有兴趣。他们说先买100架带回去，现金交易。那就是100万美刀的大生意，得赶紧给吴明打个电话。吴明，老外买了100架蜜蜂无人机，你得加班加点的赶出来，叫那帮猪仔也去帮忙组装，这可是大客户，要先满足他们的要求。吴明听见无人机卖了1万美刀也是傻眼了。老板这是把无人机当黄金卖吧？这东西成本价不会超过3000了，居然卖了1万美刀，这种小型武器很受欢迎啊。那我赶紧去把那批猪仔拉过来，叫他们帮你组装，这玩意可比毒品还赚钱啊。
哈哈，中东土豪就是大方啊！你想让我怎么奖励你呢？还是算了吧，搞素的都让人害怕，要是搞荤的，我岂不是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这个人，我需要知道他全部信息。袁冰通过暗网很快就找到了他的详细信息。聂雅倩，夏国燕京大学电子信息专业毕业的高材生，曾经获得过红客联盟的最高荣誉奖状，履历很丰富啊，是一个高等人才。高级人才怎么来搞毒品了？还成为了宁家的人？信息显示，他已经在漂亮斯坦福留学了，现在来这里了吗？成为了宁家身边的小助理。你的手机给他几分钟就能全部破解，包括你的全部删除的记录。他虽然厉害，但是社会经验不足，我会注意网络安全的，或许可以利用他的技术获取到他们的客户信息。他们让我上了离萨，我应该注意点什么？本来他以为离萨是卧底，现在又觉得这个聂雅倩更加有可能啊。他的实力摆在这里，不然怎么进入毒枭集团的？你要温柔一点，不然他也得被你搞。袁冰给了他一个白眼走了。阿布刚来到楼下，就注意到一辆车开进去了皮都酒店。这一辆车上面有一个箱子，让人觉得奇怪，里面是一包包的液体。如果没猜错的话，这是液体炸弹。阿布坐下来看着三个人先去酒店，他不但双眼能穿透，而且双耳听力也是极强，他们在里面说什么都被自己听见了。这帮人要通过高爆液体炸药对我下手，就这3袋足够让一整栋楼都毁掉。阿布看着3人下楼去找小妹了，直接让人冒充服务员进去把东西拿了出来，然后打电话让大军把那几个给灭掉。次日，老外要的蜜蜂无人机加班赶出来了，阿布还友好的送给了他们一份礼物，就是一份液体炸药。这算是维护客户的小礼物，希望他们以后踊跃下单。中东某部，几个王子在护卫的带领下来到了今日狩猎地点，这里养着老虎、狮子等大型动物，深受王子们的喜爱。哈曼王子操控着刚买的无人机开始跟踪目标，这一批无人机就是他托人买回来的，并不是当武器用，而是用来当打猎的玩具。这一头狮子真顽强，居然没炸死！给我安装那个液体炸药，今天必须炸死那玩意！很快，无人机跟随狮子来到一栋10层高的废弃建筑面前，哈曼王子果断操控无人机投弹。一声巨响，哈曼王子和四周的护卫全部都死了。他惊悚地看见刚刚那10层建筑居然夷为平地了，并且四周跑出来一大批武装人员。很快，一批无人机起飞，锁定逃跑的目标，投放炸弹，不少人都被直接炸飞。要不是我追击狮子的时候无意之间找到他们，恐怕这一次王子们都要被偷袭了。他们要跑路了，再增派无人机过去。王子，无人机都派出去了。该死的买少了，那么便宜的东西怎么不多买点？再去买，必须多买，必须马上买。这是武器订单，其中阿拉夫要求买1000个煤气罐，并且要求技术转让跟低价。哈曼王子那一边要买200架小蜜蜂，要求还要上次那种赠送品。阿拉夫是我们的忠实客户，便宜一点倒是可以，1万美刀打个折吧，跟他要5000美刀，技术转让就别想了。对了，等会儿有一个夏国禁毒大使过来，想跟你聊聊。很快，前面走过来5人，清一色穿着夏国现役军服。最前面的一个中年男子肩章是2-1星，其余4人都是清一色2-1星，都是少校军衔。我是夏国人民防卫部队西南军区少校吴大奎。你们有什么事吗？是这样的，我们是夏国禁毒大使，这一次过来金三角是跟你们协商禁毒事务的，希望你们开100万的票，回去后我们给你们报销200万，大家赚点钱都不容易。先来100个仰卧起坐吧，做完我就给你们钱。刚刚说完，吴大奎从口袋掏出一根证据拍在桌上。你居然怀疑我们身份，谁敢冒充夏国禁毒大使？袁冰女士，你可知道得罪我们的下场？禁毒人人有责，这小子好像看不起我们呀。你知道5个少校出现在一起代表什么吗？只有2个可能性，第一就是开军部会议，第二就是开人民会议。你们要是无法证明你们的身份，我就全杀了。今天矿区居然来了5个2-1星的少校，可是阿布见到后不但不给他们敬礼，反而还叫人把他们抓起来送到矿区去挖矿。你们要是无法证明你们的身份，我就全扎了。老大，我验证过他们身份了，文件证件都没有问题。吴大奎拿出电话，直接当众拨打一个视频电话。刘司令，我们在阿克邦呢，这里有小子不配合我们禁毒工作，还要验证我们身份。只见视频里面有一个中年男子身穿橄榄制服坐在国徽下。刘司令是吧？我就让他们做100-200个俯卧撑之类的，他们都不肯，这让我有点怀疑啊。他们舟车劳顿的累了，并且禁毒工作不好开展，你理解一下。哈哈，金色橄榄我服了，厉害厉害！把这5个人送到矿区挖矿，他们不瘦30斤，不要让他们下来，敢逃跑直接毙掉。听见这话，袁冰愣住了。这可是禁毒大使啊，送到矿区挖矿不太好吧？有点嚣张过头了吧？
你们5个人真是人才，不去搞电诈算是埋没人才了。你们的胆子也很大，都骗到我这里来了。特别是左边那小子，不到28，你家老爹就算是皇帝也没有那么快速度。带走。是不是在查？我查过没有问题呀。我跟大使馆打了电话，大使馆都没有说那证件是假的。哼，禁毒大使能跟你合作赚钱吗？所谓的刘司令能等着你打电话的时候坐在国徽下，雷兵在矿区，他比你脑子好。要是我看错了，他会纠正的。你们干嘛？你们得罪了夏国禁毒大使，你们死定了！刘司令会发射导弹炸死你们的。阿布走过来，一巴掌就把吴大奎门牙给打了，都骗到我头上来了，胆子够大的呀！我还是跟大使馆询问一下吧。你脑子被狗吃了吗？5个骗子轻易就骗你打开了大门，还让他们见到我。如果他们是杀手，我岂不是死定了？几个禁毒大使开着云 A10000的牌照，你知道这车牌是谁的吗？阿布恨不得给袁兵一巴掌，怪不得孙栋梁拿到钱还不跑。原来电诈是真的赚钱，因为没脑子的人实在太多了，都骗不过来了。袁兵被骂得狗血淋头，可他还是不服气，于是给雷兵发了邮件。雷兵倒是很快回了消息，就2个字：骗人的。那5个人只能在矿区赎罪了，竟敢骗阿布，他们真是厕所里点灯。阿布走了出来，看见一个长胡子的男子走进了皮都酒店。这人身份不简单，他绝对是某个组织的侦察兵。阿布一直跟着那个神秘人的踪迹，看看他到底要做什么。只见他回到自己的房间后，打开了装备箱，里面有迷你摄像仪、小型定位器、精密观察仪等等高科技的仪器。喵的，这家伙想干嘛？次日，阿布见到了送装备的小龙。那个小夏之前答应送2辆 VT4 主战坦克，没有想到真的送来了，并且提供了大批的炮弹。这一批坦克不能开到距离夏国100公里范围地界，不然会触发警报，我们会直接摧毁。放心好了。随后阿布把一张相片丢了过来，小龙看了看，眉头紧锁，然后对着相片拍照发送给上级。很快小龙收到一条消息，似乎得到上面的首肯了。这是瓦格纳情报局的人，瓦格纳出现的地方一般是有战火或者有矿产。这里的矿产确实不少，可是这里是夏国背部啊。虽然夏国跟毛熊关系不错，可是也不能容许有人在你背部做点什么吧？上面问你还需要什么装备，我们可以免费或者低价出售，但是我们也有要求，那就是瓦格纳不允许出现在这里。之前遇上一个很嚣张的女子，她应该是某商局或者某润的人。她说会中断我跟夏国的贸易联系，不管我从哪里进入夏国口岸。那是属于你的私人事务，我们只是负责武器装备一块。不过我能保证武器装备这一块任何人都无权干涉。那玩个屁呀！我安心挖我的矿就行了。我对付瓦格纳做什么？你们就送点武器，我就要去卖命啊！你们找其他人去吧，我没有兴趣。不是我不帮你，是我没有这个权限。某力只负责武器装备之事，其他方面干涉不了。要不你找那个小夏帮忙。虽然那个小夏身份就是个缉毒局的巡捕，可是他说话管用啊，人家是真有后台。我先走了，我得回去报告这里的情况。瓦格纳可是有几万雇佣兵，都是能征善战的，鬼知道他们要做什么呢？小龙刚走，援兵就走了进来。夏国那边要关闭口岸1个星期，他们说打了胡鑫违背了当初的承诺，这算是对的报复。关闭口岸1个星期，以防疫的名义关闭1个星期，你还真是无可奈何。还有就是他们要50%的干果，要是不同意，可能针对我们的东西进行特别检疫检查。要50%的干果，这杀猪刀可真锋利啊！那个女人也是足够嚣张的，她比毒枭还要贪呀。说到底还是我们实力不够，得赶紧让雷兵训练一支队伍出来。皮都酒店楼上，长胡子见到了他入住之后的一个客人。我们帮你打下地盘，你地盘上的矿产都属于我们。你们手里有多少人？我手里还有1500人。7天后，我们一支50人的小分队将会隐藏在你们之中，配合参与作战。前期我们不需要你们出任何金钱，以后地盘拿下来，矿区属于我们就行了。好的，我们会配合的。自己的50人，那可是有5000人的战斗经验，拿下这帮没有多少战斗力黄猴子轻轻松松，然后扶这个彭宇豪当傀儡上位。那我回去安排了，我给你安排了一个小礼物。说完，彭宇豪起身离开了。很快，房间里面走来一个当地妹子。此时夏国西南某地，小龙已经回到这里了，并且把阿克邦的局势告诉了上面。他怎么说？他说跟他没有关系，好像某商局还是某润的人跟他要干股，他不给，现在封锁了口岸，让他很不爽。听他语气，好像我们能帮他解决这个麻烦。
他就能帮我们解决麻烦。某商局跟某润跟我们都没有关系，但是他们阻止我们武器出口，那就是跟我们有关系了。你跟他说，武器装备不可能被阻止。哦，小龙一听，立马明白领导的意思了。武器装备要是出口被某些人阻止了，那么组织就能公然做点什么了。大米也可以算军备，同样的很多东西都可以算军备，这样那帮人不是干涉不到了吗？上面对羽毛熊给阿三出口一批武器很是不满，而且这一批武器就部署在我们西边，对于我们造成了严重威胁。这次他们的人又来到了金三角，我们不能出手，但是可以支持暗中力量打掉这一批人。你觉得他有这个实力吗？他能一己之力让高黎雇佣兵后退，并且俘虏高黎情报团，那实力还是有的，并且他对于夏国方面很有情感，让他来干这事情很合适。既然他的要求只是让口岸部关闭，让他能跟夏国交流，那可以答应。谁敢阻止某力对外军售？有些人啊，管得太宽了。2天后，一支50人的队伍来到了北部某个地方。有一个大汉看上了一个挺不错的女子，于是拉着女子就走进了房间，不管她如何呼叫都不做理会。彭宇豪赶紧走了进来，看了女子一眼，也并没有说什么。长胡子这50人都是非洲地区的雇佣兵，一个个牛高马大的，彭宇豪也怕被他们拉去干点事情。我这些兄弟都是粗人，你理解一下，准备一下吧，我们3日后行动。彭宇豪走了出去，他心都在滴血，这可是他新女朋友呀，居然便宜给了长胡子。突然一双黑乎乎的大手捂住彭宇豪的嘴，被人直接拉到一边角落去了。很快角落传来几个大兵嬉笑的声音，还有彭宇豪那鬼哭狼嚎的声音。偷偷告诉你，点击置顶视频的左下角可以看到连夜制作的最新一集，爱你们哟。如果你的女朋友被人欺负了，你会怎么办？他是这么干的。原来他不仅女朋友被人欺负了，就连他自己也被人拉到犄角旮旯给欺负了。不知道的还以为鬼子进村了呢，这帮雇佣兵把这里当成他们的家呀，不管男的女的就直接干了。彭宇豪那个女朋友都给贡献出去了，没想到他自己也被人拉到一边给干了，这就是狼狈为奸的下场。阿布又举起了望远镜，还是得拿望远镜装样子的，不然也太假了。很快外面一辆大巴开了过来，孙栋梁从车上驱赶下来一群女子。这小子他居然也干这个了，这些人到了他手里不把你榨干就不是孙栋梁了。雷兵已经感受到阿布的愤怒了。老大，我们可不能提前行动啊，如果提前行动，那就破坏了之前的计划，我们这一边损失会很大的。哈哈，你小子干得不错，这个还是不错的，赏给你了。长胡子把小妞丢了过来，孙栋梁赶紧抱住。就在此时，里屋的彭宇豪突然端着机枪冲了出来，顿时现场一片火光冲天，整个现场都乱了起来。不过彭宇豪也没有开太久就被击毙了。给他脸了，多少人求着自己帮忙办事呢？一个女朋友而已，有什么想不开的？彭宇豪死了，他可是北方军阀之一，他死了那后果可是很严重的。彭宇豪带来的人一个个战战兢兢，不敢乱动。黄猴子都是废物，1000人都不敢打我们50人。远处阿布并没有动手，相比之前他冷血多了。要是提前动手，死的就是自己兄弟。这个孙栋梁，要是有机会绑了他，把他活着带给我，他罪大恶极，比毒贩还该死。3天后，车队开始浩浩荡荡地前往阿克邦。车子突然停了下来，长胡子走了下来，看看四周，然后蹲下来当场拆掉一枚地雷。就是一颗地雷而已，这帮废物哪里知道怎么打仗，还是自己给他们上一课吧。随着车队进入了一个转弯口，长胡子命令车队停靠下来。这个地方很适合伏击，要是有人埋伏在这里，那倒是有点影响的。你们几个过去侦查。一番侦查下来，一个人都没有。大胡子自嘲笑了笑，哈哈，我还当这里是非洲呢，谨慎过头了。就阿克邦那帮废物，他们知道埋伏吗？队伍开始继续前进，只不过大胡子不再过于谨慎了，要不然什么时候才能到阿克邦呀？远处，阿布一直看着这帮人的动静了。不得不说，大胡子身边这50人战斗素养很高，玩归玩，但是要打仗了，他们打起了12分精神。前面不过是一点开胃小菜呢，我的大招就看他们能不能接下来了。车队又来到一处密林前面，队伍再次停下来，一条猎犬放了出去，让猎犬进去里面看看情况，直到猎犬安全回来，没有发现情况，刚要继续前进，突然身后的一辆卡车被炸了，车上几十人直接上西天取经去了。紧接着四周密林里面火舌喷射而出，大批没有反应过来的人被击中倒下，大胡子身边的人马上占据几个角落准备反击。就在这时，大量手雷丢了过来，这些手雷把大胡子他们炸得头皮发麻。手雷爆炸完了，天上又落下来密密麻麻的炸弹，彭家的人都躲起来了。
然而大胡子的人却进行了反冲锋。等大胡子的人来到偷袭者阵地的时候，却什么也没看见。阿布的人早撤了。这帮黄猴子只会跑，不敢跟咱们硬碰硬的。队伍刚刚走了10分钟，空中又传来呼啸的声音，一发发迫击炮弹落下来，直接再次给大胡子来了一个洗礼。大胡子早已经派遣一个排过去了，很快一个排的人回来。队长，那帮黄猴子又跑了，我们不敢追，怕有诈。哼，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既然如此，那就快点正面接触，到时候才能一网打尽，快速前进。这一次速度快起来了，但是一路上都是地雷和各种炮弹，炸得整个队伍都散了。后面只有大胡子的人还在前面冲。突然满天的炮弹落了下来。喵的，我们好像被围了，被炮弹围起来了。对方什么来头？居然无后坐力炮都有。无人机的炮弹丢完就走了，紧接着四周响起了机枪声音，还有狙击枪的声音，一枪一个，很准。队伍散开，等后续援军来了就好了。只不过这一次援军没有过来，早就被打跑了。大胡子那个气啊！可恶，那帮废物不过来当替死鬼，就凭我们几十人还怎么打？嘿嘿，那帮人死的差不多了，不过也没必要出击，就炮火打击就足够了，没有必要浪费兄弟的性命。果然是大名鼎鼎的瓦格纳呀，不怕死，临危不惧。很快，大胡子他们竖起了白旗，打算投降了。按照国际公约，我们是俘虏了，你们不可以开枪了，请你们遵守国际公约。有这一条吗？好像日内瓦公约有这样一条。你们马上放下全部武器，一个个举起手走出来，我们接受你们的投降。很快，剩余37个人丢下手里的武器装备，举起手走了出来。大胡子举着手慢慢的靠近阿布，距离只有3步之遥的时候，一个快步冲了过来。阿布上前一步，一个直拳打了过去。挨了一拳之后，大胡子惊悚发现自己的骨头全断了。其他30多人见局势不对，马上要肉搏。远处的机枪手直接突起来，30个人根本就冲不过去，就被机枪给扫射倒在地上。老大，一共51人，50人死亡，1人被俘虏。这个老大的单兵作战能力居然强大到如此可怕的地步了。大胡子可是瓦格纳之中绝对的强者，他居然被老大轻轻松松给干翻了。孙栋梁呢？他在后面彭宇豪弟弟那帮人之中呢，早就躲起来了，现在不知道藏哪去了。哼，只能说孙栋梁那孙子运气好，别落在自己手里，不然给他安排几个大汉玩死他。居然一次次挑战我的底线。皮都酒店，援兵找到了王慧。你找我有什么事？你手里有没有那种很变态的女的？我手里有一个人，我想卖到他全身器官，然后给你们慢慢玩。王慧看了看车里的大胡子。我给你20万，白人的腰子比较值钱，眼角膜里面的下水还有血液都值钱，我还可以赚点。援兵点了点头。王慧当场拿出手机给援兵赚了20万。很快他就安排人过来了，先把血液样本给取了，然后输入数据到一个黑色器官交易系统，然后就能比对。此时几个老女人走了进来，她们脸色之中带着一股渴望之色。很快房间里面传来大胡子鬼哭狼嚎的声音。声音有点大啊，那么刺激的吗？老板听说你想100人斩1000人斩，临走前我满足一下你的愿望吧。很快惨叫声没有了，因为几位穿着白大褂戴着口罩的人来了。过了一会，几个人出来了，他们直接上了一辆冷冻车，也不知道被摘了什么零件，看样子这家伙还是挺吃香的嘛。你知道一个人的零件值多少钱吗？以后可不要再说自己穷了。大胡子的2颗肾被人要了，眼角膜还有肝脏都被人要了，骨髓也被人抽走了，那玩意被人捡了，都是在黑色交易系统上匹配到的买家，他最少能赚上100万。这样很好，处理得干干净净，直接废物再利用，到时候也给孙栋梁来一个全套，让他感受一番痛苦，也算帮猪仔们报仇吧。突然大门被人踢开了，一位十分年轻的男子走了过来。怎么1个星期过去了还不答复我们？你是觉得我们没有办法封锁你全部产业吗？因为不答应他们50%的干股，就被一直针对。最近自己需要的东西都是通过某力走军事装备路线进来的。哼，你是军阀还是我是军阀？既然来了那就别走了，我也得给那帮大小姐送点小礼物呢。接着阿布拿出一把枪，对着朴不成就清空了弹夹。朴不成吓得跪在了地上，额头冒着冷汗。这小子居然真敢开枪！援兵，你觉得他值多少钱？我想把他一身下水卖掉。哈哈，王慧可不敢动他的，他背后都是富婆，动了他的话，他身后的人会弄死王慧的。给你主人打一个电话，交出5000万赎金，要是给你就活命，不给这辈子你就活到头了。阿布看着朴不成，子弹再次上膛，就等着结果了。我给！妈呀，吓死宝宝了！这雇佣兵可真大胆啊，居然不给我面子！不就是5000万吗？我现在穷的只剩钱了，我通过下国银行给你转。拉皮条的也能赚那么多钱，5000万啊，这可真不是小数目。你当我是傻子吗？我给你提供账号，那一边马上就封锁我账号了。汇丰跟花旗你选择一个，
汇丰吧，我有不少湘江的客人呢，都是走汇丰。阿布提供了一个汇丰的账号，等钱到了马上转出去，走美刀路线。没办法，阿布得罪了上流圈子的人，他们一句话就能冻结自己的账户。汇丰银行到账5000万，我转过去了啊，我家里煤气罐没有关，我先走了。朴不成连忙滚了出去。阿布走出办公室，来到楼顶，突然看到1公里外2个卖花的小孩子提着篮子慢慢往这里靠近。又是利用孩子来办事，就不敢自己抱着炸药跟我同归于尽的吗？篮子里面提着一些鲜花，篮子下面还有一个暗层，里面就是炸药。阿布拿出 M24，不慌不忙地开始上子弹。就在此时，一位漂亮的女子走到孩子面前，好像要买上面的鲜花。M24 连开2枪，他们手里的篮子也滚落下来，露出里面的炸弹，外面的护卫全部卧倒。他们都有经验了，知道是自杀式袭击。阿布又是2枪，刚刚那个傻眼的女子才连忙跑向外面一边。巨大的爆炸让女子都飞出去好几米。你来这里做什么？夏国十字会过来看看帮扶。呵呵，过来捞钱的吧？在夏国没有捞够吗？来这里也想赚那些穷苦人的钱。你对于我们误会太深了，哪里都有好人跟坏人，不能因为一个人影响了我们整个团队的成果与付出。哼，这里不欢迎你们，给你们3天时间，要是还出现在这里，我就不保证你们的安全了。我们是受托国际十字会的委托，将要对于76号地区进行定点扶贫。夏国方面将会对于这里的全部农作物进行零关税进口。一道鄙视目光看了过来。你们打算要多少吃拿卡呀？吞掉多少国际援助？梦姐，你怎么样了？我没事。他是谁？他是这里的雇佣兵头目，听闻也是这里的实控人。因为阿邦是本地人，所以就让阿邦做他们表面上的领导人，处理一些政治方面的事情。我没事，咱们回去吧。此时，夏国南边彭城当地最大的夜总会里，花影一群姑娘陪着我，姑娘们全都是富婆。胡星正搂着一个小蜜蜂做原始运动，刚刚吃了一点刺激的东西，不然起不来的。外面大门就被人踢开，胡星直接被人按住在地上。巡捕办案，其他人都老实一点，全部抱头蹲下进行现场尿检。这位女士，你们不打招呼就来这里，你知道这里是谁的场子吗？你们哪个局的？我是夏国缉毒局的，这是我的证件。现在你告诉我这里是谁的场子？这里是吴主任的场子，你一个小小的缉毒巡捕算什么玩意？信不信马上让你回家卖红薯？彭城吴主任，给我带人上门抓了他。此时的吴主任还在家里睡觉呢，突然门被人踹开，冲进来几个人，直接把他从被窝里拽出来抬走了。现在说说，你上面还有谁？主管一愣，吴主任也敢抓，这刺头到底什么来头？队长，初步尿检结果出来了，胡星尿检呈阳性。哼，马上带到专业机构进行第2次尿检。你们一个都别想跑，真以为在这里就不查了吗？真以为有吴主任就安全了吗？2个小时后，西南缉毒局正式公布艺人胡星涉毒被查，并且他还藏匿面粉蛊惑让人吃面粉。同时，彭城吴主任因为藏面粉也被抓。这消息可是在娱乐圈石破天惊，因为胡星刚刚参演某几个亿的大型古装剧，这对于投资人来说可是巨大损失。此时上京的一处私人会所，之前给了阿布1巴掌的女子，是谁查的胡星？西南缉毒局一个叫夏景儿的小队长。哼，一个小小缉毒局小队长，千里迢迢来彭城抓胡星，他是什么来头？你想知道他是什么来头吗？突然门外传来威严的声音，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走了进来，他走到女子面前，伸手就是1巴掌。就算来你家里抓你的人，你又能如何？你还反了不成？你不是想知道小队长是谁吗？夏老的孙女你也要动吗？又是1巴掌，绝美女子脸上2道爪印了，这2巴掌可打得不轻。原来是你在背后给他们撑腰，一个个娘炮抽烟喝酒吸面粉，这就是你们年轻人的审美吗？要是这样的审美，以后谁来保家卫国？我问你，西南口岸什么防疫检查是不是你搞的？是不是你组织某利集团往外销售武器装备的？我哪里来的那么大能耐来阻止某利军备啊？把人给我带上来！一声令下，2位内卫押着一个男子上来，这男子肯定不是夏国人。只要我还活着1天，就不允许我曹家任何一人找国外的男朋友女朋友，你找一个我就扎一个，把他拖出去毙掉。这一位男子眼神里面很惊恐，一直求助看向这一位曹小姐。我告诉你，要不就别嫁，要不只能嫁给夏国人。我再看见娱乐圈那些娘炮存在，我让整个娱乐圈都关了。我夏国男儿不可以是娘炮。老头气得全身发紫，然后一瘸一拐走了出去。我要是再听见你敢暗中组织某利一些业务，我把你狗腿打断。怪不得几次破坏自己好事情呢，原来是那位夏老的亲孙女啊。很快小助理走了进来，小姐，人已经死翘翘了。他们很看重金三角那的雇佣兵头目吗？
是的，夏国某地方面要保障他的一切武器装备需求。我跟他一边传来绝密消息，他可能要跟巴尔特人进行肉搏战，谁要是敢在肉搏战之前动他一个汗毛，影响了他肉搏战的进展，谁就得死。怪不得老爷子都亲自上门给我2巴掌，原来是影响了他们的布局。小姐，老爷在打听那个雇佣兵的国籍问题。既然是老爷子打听的男人，那只有2层意思，一层就是想培养，第2层那就是招婿了。我可是给了那个男人1巴掌，并且处处为难他的。七夕情人节本应是与心爱的人儿共赴浪漫之旅，做羞羞之事，岂料他的情人竟被老爷子直接给毙掉了，而且还被打了2巴掌。他要跟巴尔特人进行肉搏战，谁要是敢在肉搏战之前动他一根汗毛，影响了他肉搏战的进展，谁就得死。此时矿区里山鸡正在进行特定训练，几个兄弟之中只有他的个人武力是最弱的，但是这次肉搏战他必须要跟兄弟一起参加。大军叼着一根棒棒糖走了过来，他还是很自信的，当初自己当小混混的时候一个打10个。不是说肉搏吗？这是什么？就是肉搏呀，不使用现代武器的。你打过架吗？用过砍刀吗？这狼牙棒上面都是铁刺，这样一棒下去，人不死也得废掉了。你们之前就是这样跟阿三他们干的？对呀，光靠拳头送他们上西天太慢了，一般都要用点棍子之类的东西。这狼牙棒，这关公刀，你说他是棍子，管他呢！来到这里都用热武器，好久都没有用原始武器了，我都迫不及待了。老大，都已经训练好了，随时可以出发。这次我必须参与。那就走吧，我已经安排阿邦负责整个矿区了，谁来扎谁。乔尔夫不是要帮大胡子报仇吗？那就看看到底谁才是肉搏战之王了。乔尔夫本来想一路训练这帮人的，等他们有了战斗力，就让他们去夏国边境惹事。阿三高层提出条件，要是能打赢夏国2线人员，他们就开始惹事，正式称霸南亚。阿三方面还派遣了10几个专业摄像师，他们要把这精彩一幕拍下来送到油管上，让全球看看阿三巴尔特人的厉害。等会打起来了，你在后面通过无人机摄像头的视角录下来，你不要参与战斗，并且注意有没有人放冷枪。无名的1颗肾没有了，战斗力下降很严重，他是这里技术类人才，他要是受伤了，阿布会很心疼的。兄弟，录下来，到时候给其他人当教学，不然那帮人不会知道疼的，到时候他们还会嘴硬，肯定还会去诬陷我们。对面丛林里面走出一批人，乔尔夫跟大胡子是兄弟，看得出他也是一个精英。肉搏战，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你们敢吗，黄猴子？哼，千里迢迢来到这里，你问我敢不敢？阿布也不跟他废话，一根狼牙棒放在手上，双方人嘶吼一声就冲向对方。乔尔夫现在是瓦格纳的武术教官，之前是毛熊战斗部队武术教官，实力很强。2个巴尔特人手握长刀冲了过来，刚刚伸手，狼牙棒落下来，最前面一个身体被拍成刺猬，后面一个长刀落下来被狼牙棒挡下来，下一秒脑袋变成了肉饼。雷兵和大军整个人冲入了对方队伍之中，左一刀右一棒槌，没有人能靠近。200对100居然被压着打，你们都过去干那个头目，他死了就能扭转局势。阿布看见乔尔夫身后冲出来的人之后，一手狼牙棒一手砍刀，快步冲了过去。乔尔夫一直观察这个领头羊，他好像能看穿对手下一步动作一样，冲入队伍之中如同切菜一样，一手一个。切西瓜都没有那么快啊！这帮人被吓破胆了，傻乎乎的站着不敢反抗。很快，一个班的人居然全部倒下了。既然是肉搏战，那么就真正肉搏吧。乔尔夫丢掉了身上的武器，直接要跟阿布进行最原始的肉搏战。阿布也丢掉武器冲了过去，没有任何花拳绣腿，2拳直接碰撞在一起，力量透过拳头传递到乔尔夫脑袋上，直接震晕了。然后乔尔夫赶后跑，有人拽着自己的身体来回甩，最后身体飞向身后一块空地上滚了几圈。乔尔夫还没有反应过来，面前就出现了那个夏国领头人。暗处，巴尔特拿着手枪想要开枪，就在他要行动的时候，空中掉落一枚炸弹，直接把他炸得4分5裂。乔尔夫被提起来，然后脑袋再次被一拳砸了下来。客人惊恐看见西瓜居然被一拳砸扁了，里面的西瓜汁直接爆了出来。当乔尔夫被打到之后，整个防线全崩溃。哎呀，快走快走！短短几分，场面就变成了一边倒的追杀。阿布走到这帮摄影师面前，我给你们一次挑战我的机会。我们投降。这一次是私密决斗，不接受什么日内瓦公约，不接受投降。别害怕，眼睛闭上就完事了。突然，一个摄影师拿起一把武器，直接把同伴的西瓜剁下来。其他人见状，也开始疯狂的开始内斗。10几个摄影一会的功夫就站着一个人了，身上挨了挺多刀的，还没有倒下来。记住我这一张脸，回去之后好好帮我宣传。要是巴尔特人还敢继续侵犯高原地区，我将会带着人亲自过去，把他们从这个世界上抹去。记住了吗？记住了，记住了。阿布丢下他，狼狈的跑了。老大，这几10个人怎么处理？既然是对手，那就不能心慈手软，直接扎了吧。
按照日内瓦公约，对于投降之人好像不能杀的。那也得有人知道是我们干的才行啊！雷兵还没有下令，大军拿着砍刀就冲了过去。第三组出来，几十个人全倒在了地上。这一次灭掉了对方200精兵，以后他们在高原都没有底气作乱了。他们对于夏国的恐惧又多了一份。一把大火点燃，把这里烧得干干净净。这还是巴尔特人，如果换成阿三，那自己能打5、6个，追着他们满地跑。这次带来了100人对抗200人，要的就是这一股气势。活下来的人可以担任队伍里面的核心了，这是为以后扩大队伍打下坚定基础。夏国西南会议室，巨大的屏幕上播放着双方的实战视频。这一次肉搏战很有学习经验。首先，这是夏国几个退役之人组成的队伍，其中团队都是普通人，有卡车司机、小混混，各种社会角色。那个跟乔尔夫对决的男人是谁？他一个人干翻了一个班的巴尔特人，并且一拳打爆了乔尔夫的脑袋，战斗力直接爆表了。暂时还不知道，自我介绍是大不列颠的雇佣兵，拥有夏国血统。这帮巴尔特人经过特别训练了，实力很强大。这一次200人全部死在这里，算是减轻我们高原的压力。哼，不管在何方，我夏国男儿还是敢战敢打的，这才是我夏国男儿应该有的气概。别搞得跟娱乐圈那帮娘娘腔一样就全完了。一听这话，大家正襟危坐。娱乐圈是娱乐圈，队伍是队伍，不是一个圈子好吗？要是这个领头人能受控制，不威胁我们的安全，我提议可以试着扶持他，就跟这一次一样，我们不方便出面的事情可以交给他来干。嘿嘿，要是真有一个那么强大的力量，那的确能帮夏国做很多事情，很多不光彩的事情可以交给他们，前提是领头人要受控制。要是那小子身份没有问题，老夫想让他当孙女婿。夏老，这年头还是需要自由恋爱的，只要是国内的就行吧。此时阿克邦好像要有大事发生，2辆小型布雷车正沿着必经之路进行布雷，现在已经布置了超过1000颗地雷，直接阻断了北方与这里的联系。这个矿区真是有实力，只是遇到一点小问题，竟然直接用布雷车布下3000枚地雷，直接阻断了北方与这里的联系。原来上面有人要利用小夏这个直脑筋来对付这里的小头目。阿布再次收到一条神秘短信，夏国巡捕司将要约定抓捕山鸡，是不是黎萨呢？为什么他总是能提供精准情报给自己？这一次目标居然是山鸡，难道不应该是我吗？因为得罪那帮人的是我呀。此时阿克邦北面，夏国车队进入了这条布满地雷的道路，整个车队的人下来，看着那么多地雷也是傻眼了。很明显就是使用了夏国制造的布雷车呀，整整齐齐的布雷，就怕你看不见。他看向上京来的那一位孙队长，他是这一次抓捕团的队长，他一脸笑容的看向小夏。这样下去没有3、5天都过不去。小夏，你跟你爷爷说说，就说缅甸当局不配合我们行动，问问他们是不是不想要援助了。这不属于我的工作范围，并且布雷的人还不知道是谁呢，万一是某国的人呢？这里可是他们的地盘。队长，按照现在的速度，没有3、5天我们过不去的，并且前面还不知道什么情况呢。那就走过去，反正地雷就在表面呢，不去踩就行了。这也得走好几天呢，当野人嘛。返回西南口岸，然后坐飞机到曼德勒。我倒是看看有没有道路可以前往阿克邦。嘿嘿，老大他们果然走了，效果达到了。等会叫排雷车清除地上的地雷。我应该是被家里人出卖了。老大，你不会把山鸡给交出去吧？想什么呢？咱们3兄弟不可能出卖对方的，他们肯定是针对我的，想从你嘴里找到突破口。等会你跟我走，我安排你藏到一个地方。老大，要不把我交出来，你放心，我什么都不会说。咱可是一起走过野人山的人，好不容易走到今天，把你交出去，除非我死了。双卡园区全球知名，他们不去抓，为什么偏偏来抓你？他们其实就是想要利益。2个人刚出去没多久，大军看到山鸡又走了回来。你怎么又回来了？我都跟你说不需要担心，老大会帮忙解决的。嘿嘿，雷兵你小子可以啊，不愧是侦察兵出身的。老大已经做好了万全准备，老大不可能出卖兄弟的，对手想从兄弟这里下手，注定要失败的。此时另一边，孙主任动用夏国包机来到了曼德勒，一大帮人坐着大巴杀向了阿克邦。奉夏国巡捕司的命令，我们过来抓捕一位犯罪嫌疑人，希望您能提供帮忙。我们已经跟当局发函了，当局的要求你也听见了吧？阿布点了点头。
我们的人员要前往特定地点进行抓捕，希望你不要干涉我们的行动。阿布再次点点头，见阿布都点头了，孙队长马上安排几个抓捕小组开始分头行动。很明显，他们早就知道人藏在哪里。小夏走到阿布面前，我已经调到巡捕司刑事局了，负责境外案件。阿布又点点头，他很明白为什么动用他过来，就是想利用他这一股劲来抓人。他可是谁都敢抓，他这是被人当枪使了。那我先去忙着工作了。刚收到消息，只要我们愿意给6成干股，那么这帮人马上就可以回去。那个孙队长是上街某信人，权势很大，你最好避开他的锋芒。呵呵，想多了，给了他们我们怎么扩展实力？另一边，孙队长带人直接来到一个地下室，可是看见里面的人后，孙主任傻眼了。这是哪个傻子？他不是山鸡啊！线人说的情报就是这里啊！他又带着人沿着整个矿区寻找了一番，但是都没有找到人。先回营地休息吧，明天要找一个合适的理由再进去看看。次日，孙队长刚出来，就看到外面密密麻麻跪着一大片人，请求夏国刑警解救被绑人质，取缔双卡园区，打击某感园区。解救人质，解救人质，取缔双卡园区。孙队长看见这一幕，脸色不好看。是谁在搞鬼？这一次可不是来解救人质的，也不是要打击园区的，就是单纯抓一个人的。解救人质，取缔双卡园区。阿布从车上下来，走到孙队长面前。孙队长，这个双卡园区臭名昭著，不少人都被他们残害，躲到这里来了。您作为夏国巡捕司队长，是否顺便把双卡园区给取缔了？夏国知识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那倒是，我一个外籍人都懂得收留那么多家属，你一个队长倒不需要我来指手画脚。你们是瞎了吗？没有接到家属报案吗？是没有利益就不去干涉吧？双卡园区是怎么回事？你们去双卡园区看看，在外面就能听见里面鬼哭狼嚎，里面都是夏国人，电诈、卖零件等等犯罪，这些在外面就能看见。这一次你们过来不会是公款吃喝的吧？孙队长，双卡园区那么邪恶，我们必须灭掉。小夏，作为巡捕司巡捕你要听话，不该管的事情不要管。你是一个废物吧？敢不敢出来练练？我看你也就是一个凭借家庭上位的富家权势哥而已，我一招就能把你打趴下。孙队长可是夏国上京护卫总队教官，同时也是卫戍区教官之一，那地方没有一点实力肯定进不去的。就是，现在被一个雇佣兵头目指着脸辱骂，绝对不能忍。什么？你还是比武冠军？应该是某些人看在你是某些人儿子份上故意让你的吧？既然没有多大本事，就老老实实回家喝奶吧，别出来丢人现眼了。哼，孙队长，你别逼我看不起你。他大楼里面有面粉，你敢抓了他吗？一听这话，小夏的目光变得有精神起来。他听见面粉就亢奋。你们几个跟我走。阿布使了一个眼色，人群中有人跳出来，一脚直接把他踢翻了。四周的民众冲过去就使劲的踩，谁让他不帮忙解救人质的？他可真是废物，都被人这样鄙视了，居然无动于衷。就他还比武冠军，讲笑话的吧？小夏转过身就看见孙队长被一帮民众按在地上摩擦了，他愣了好久。这就是冠军的实力，怎么如此不堪一击？亏得自己还一直很崇拜他呢。你们放心，我们这一次一定会打掉一个电诈园区。要是没有打掉，我不干巡捕了。听见小夏这话，四周民众情绪才稍微稳定一点。打掉双卡园区，解救人质。我姓夏，巡捕司西南分局的刑事案件小队长。要是我没有完成任务，欢迎你们到国内举报我，这是我的工作证。民众这下怒火才又下降了一点。小夏连忙叫人提着孙队长进入营地了。我们收到举报，要对于前面大楼进行面粉检查。我问心无愧，随便查吧。小夏让身边的人开始去寻找面粉，他不相信这里有面粉，他也知道毒贩最怕的是谁，可是有举报不得不来。你刚刚说的双卡园区负责人是谁？是夏国人吗？阿布拿出手机给他看了几个人在电诈被虐待的视频。这个人叫水哥，双卡园区股东之一，这里夏国两边跑后台极硬。队长，查到最新款面粉，在哪里发现的？在楼上一个角落找到的。那么一大包起码1-2斤吧，足够吃很多粒花生米了。唉，偷偷告诉你，点击左下角可以提前看到连夜制作的最新一集，爱你哦。队长，查到最新款面粉，在哪里发现的？在楼上一个角落找到的。你下去吧，东西留下来。队员摇摇头，他可是毒贩啊，必须抓起来啊！你忘记我们来的目的了吗？哼，你确定面粉是我的，而不是你带回来的吗？你别诬陷我！我诬陷你干嘛？
阿布打开监控画面，开始展现大家进入这里的场景。这个队员口袋里面那么鼓鼓的东西是什么？楼上一个角落他拿出的东西是什么？看见这一幕，小夏一个擒拿手，直接把队员给扣住了。他还想反抗，反手就给了他大腿来了一粒花生米。帮他包扎一下，他要是敢跑，直接击毙了。我最讨厌涉毒之人。那个视频能给我拷贝一份吗？当然可以，但是我赌他活不过今晚。事情没有办妥，还想活下去，怎么可能？我马上跟巡捕司报告，然后请我队长视频连线审问他，暂时借用一下你的场所。小夏收起枪，马上招呼其他几个人布置一番，要进行远程审问。要是当着自己的面还死了，那就说不过去了。孙队长刚刚喝了一点止疼药，就收到上京方面来的消息啊，自己安排的人竟然露馅了。快背着我过去。说面粉哪里来的？小夏，人都受伤了，先治疗吧，不着急审问。孙队长，这是全国连线审问，要是程序不对，欢迎你举报我。现在我要对于这个叫刘小刚的成员进行突击审问，我怀疑我们队伍有内鬼。我知道，但是我们要开会制定打击某感电炸园区，要给老百姓一个交代，你肯定要过来的，审问可以延后。在面粉面前，其他事情都可以缓缓，请你不要打搅我办公。孙队长被吓坏了，自己的确手眼通天，但是涉及到面粉，爷爷是谁也不管用啊。小刚啊，你儿子女儿最近生病了，好像愁着上学等问题，你要好好交代问题，严肃交代，知道吗？刘小刚本来都要崩溃了，现在听见这话立马有了精神。我不知道那是面粉，有人让我拿过来放在这里，我家李琼就收了1000块。那个人是谁？应该是毒枭的人，具体为什么这样干我也不知道啊。我也是一时鬼迷心窍，就是为了赚1000块犯了错误。呵呵，你当我是傻子呢？我告诉你，要是不交代，问题很严重。你不要想着幕后之人会把你搞出去。不过刘小刚却不怕，反正就咬死帮人带的。如果自己说了，孩子都要被连累，不说起码还能保留一丝希望。孙队长对于刘小刚的表现很满意，只要他不说，你们能拿我怎么的？过后他就永远也说出来幕后之人了。我会安排好一切的。真想不到会是这样结果，偷鸡不成蚀把米。那个香蕉明星是谁？我打算回国抓了。朴不成你知道吧？朴不成肯定知道了，他很出名的，怎么他涉毒了？我可没有说，一切都要有证据。好吧，没有证据我也不敢去抓人。这一次刘小刚死咬不松口，我也没有办法，只能带回去审讯了。我们要制定计划打击电诈园区了。总得对一个小虾米动手的。最近我们这里面临很大压力，连瓦格纳雇佣兵都过来找麻烦，某感地区几个大家族还想拿下这里。你列一个清单给我，我回去跟我爷爷说说，但是我不保证你要的东西都能给，这需要走某利援助，除非你想花钱买。肯定是要援助了，我哪里来的钱？清单早就准备好了，这一次想要的东西都是高爆炸药。等回去我跟我爷爷说说，但是之前也有人跟你说了，这些东西不允许出现在距离夏国100公里范围。他这是觉得清单没有问题吗？上面可是写着10吨炸药呢。那个，你夏国血统是怎么回事呀？早些年移民出去了，我在夏国上的学。那你是哪里毕业的呀？滨海大学。阿布也知道，只有他跟夏国有关系，才能得到更加多的支持，所以不得不透露一些信息给他们。那我要回去开会了，要制定打击电诈园区的计划了。你说的那些园区，我会申请全部打掉的。全部打击，那是痴人说梦。这个孙队长不过是想转移注意力而已。老板，一块要经过我们防区的原石已经到了，昆罗要求经过我们防区的时候提供方便。价值很高吗？马卫国买的，价值8000万，传闻是送给某个商人的礼物，那个商人要过寿了。阿布走了出来，看到车子就停靠在一处空旷之地，外面还有10几个护卫在站岗。阿布用透视看了看这石头，一块翡翠绿的石头，里面重水纹路各方面都是极其完美，8000万赚大了。这马卫国为难我那么多次，这块石头就当做利息收下了。此时营地里面，孙队长制定了行动计划。孙队长，我们为什么不打掉双卡园区？你说的这个地方是哪里？小夏不了解实情，这个地方才是残害同胞最深之地，你服从命令就行了。小夏也不追究了，打哪个园区不是打。很快计划被全员通过。次日队伍开始出发，离开了临时营地。很快车队进入了北方某自治区。刚刚进入这里，他们就看出有一帮人正在打劫一个护送车队，一块石头被他们用简易起重机弄到自己的车里走了。小夏看见了吧？这就是这帮电诈人员的，跟我来抓人去。其实孙队长昨晚就跟某感地区制定了计划，让他们配合演戏，到时候自己过去抓人，这样才能捞取功劳。小夏跟着队伍冲了进来，却发现里面的人一个个都已经跪下来抱头了。
什么情况？不费力气就把电诈园区给端了。这些人能那么老老实实的等着我们来抓，这不会是孙队长安排好的吧？随行拍摄开始记录这英勇的一幕，好回去发新闻，让国人看看是怎么打击电诈的。队长，那个孙队长是不是靠关系上位？好像连我都不如。他在国外当孙子，连打架都不敢。你们都是关系户，他可是利用家庭活得好好的，而你却选择最苦的工作，去最凶险之地办案。马卫国一块价值8000万要送你的石头跟人劫持了，你们听说了吗？好像请求下夏国介入了。我是不是应该给他鼓掌？他在缅甸那就是恶魔，他就是欺负夏国管不到他，然后在国内捐款当大善人，搞好名声。你能想到这些就好，我就怕你去帮这个马卫国。此时孙队长一副懊悔的样子走了过来。小夏，刘小刚畏罪自杀了，我先去忙了。小夏看着孙队长离开，他要气炸了。我才离开一会就把人搞死了，这帮人胆子真大呀，简直可以说为所欲为呀！就没有人能治得了他们吗？偷偷告诉你，点击左下角可以提前看到连夜制作的最新一集，爱你哦。他的队员居然栽赃陷害别人，而且还被抓了。可是没想到在押回审讯的路上被人偷偷给弄没了，小夏都要气炸了。我才离开一会就把人搞死了，这帮人胆子真大呀，简直可以说为所欲为呀！看孙队长的意思是不打算去解救人质了，那我还听他的做什么？上京一个奢侈的酒吧里面，一群年轻人正在疯狂的玩耍着，还有几队正做着原始运动。大门突然被人直接踢开，最前面一位公子哥站起来。哟呵，今天这是要给我们玩制服诱惑吗？喵的，小妞你还玩上劲了！兄弟们把这小妮给我开了。小妞和女朋友一起喝酒打扑克不违法吧？说话这一位就是小华哥，他的局居然被人破坏了，那肯定不爽。哼，喝酒打扑克自然没有违法了，但是聚众玩的话那就违法了。给我带走，全部进行尿检。那个孙队长不是不管吗？那我就给他上一课，直接异地用警。这小妞什么身份，居然敢动我的人？他马上给上面打电话，要动用关系。很快，外面几辆巡捕司的车子开了过来。小夏看向面前包围自己的这帮人，怎么，你们打算截胡吗？小夏同志，为什么来上京不打招呼？还有，我们收到举报说你违规抓人，我们要对于你进行调查。想要调查我，那也得带他们回去再说。5个人里面3个人尿检阳性，2个玩男人，1人玩几个那种。既然你觉得他们吃面粉了，那么进行复核，复核结果出来之前你不能带人走。还有督察将要对于你的行为进行调查，你不能这样办事啊，动不动就飞过来抓人，吓死个人。那就赶紧去复核，都初步尿检阳性了，还能有什么问题？1个小时之后，一份详细的报告送了过来。刚刚还说3个人尿检阳性，现在只有1个人有问题了。小夏同志，一个玩几个人那也不违法，你带着这个白痕走吧。我要求带着他们回去复核。人已经放走了，别走吧，程序不对，不是你这样来抓人的。男子挥挥手，其他人都离开了，就剩下1个练习生在这里。小夏咬咬牙，挥挥手带人回去了。远处这位曹小姐看见这一幕，露出了微笑。呵呵，夏老的孙女，你还是太嫩了呀。西南看守所，白恒刚被带回去就被放出来了，因为第3次复核没有过，那肯定要放人了。这一次可把那个小夏给气炸了。明明初步尿检都呈阳性了，怎么就这样了呢？大老远过去抓人，结果抓来的人没有问题，这一次肯定要被处分了。白恒走了出来，一开始他还很得意，当看见前面一辆黑色车子之后就精神不佳了。原来车上有一位50岁左右的女子，身高1.5米，体重180，看一眼都让人有点难以下嘴的感觉。刘姐，您来了。刘姐一只手开车，另一只手就伸了过去，车子启动开往酒店。刘姐可不简单，电影电视剧能不能播出上映，都凭借她一句话，并且还十分有钱，拿钱砸就没有她捧不红的人。5分钟后，这个刘姐突然给了白恒一巴掌。什么玩意？老娘就让你那么害怕吗？你小弟是不是不尊重我？对不起，刘姐，我在里面被人针对了，刚出来一下子可能没有休息好，休息好了肯定会扬手挺胸的。很快，车子来到了当地最奢华的酒店。刘姐提着驴牌包包走了下来，白恒连忙过来搂着她的水桶腰，两人一块走进了总统套房。刚进房间，刘姐就在驴包里拿出2个钢丝球，看见这东西，白恒都想晕过去了。啊！刘姐，别急，慢慢来。白恒直接被按了下去，不行也得行。只见旁边已经准备好了几颗药丸，有了它，没有什么人会不行的。很快，房间里传出了惨叫声。阿克邦76号地区的聂雅倩收到一份邮件，当打开邮件看见那个视频之时，聂雅倩傻眼了，因为她看见自己的男朋友白恒居然像一条狗那样去伺候那个胖女人，自己都没有玩过呢，居然被那个可恶的胖女人给玩了。这角度就是她自拍的，然后发给我的。看见白恒这模样，聂雅倩立马觉得赚钱没有什么意义了。
阿布这边收到情报，马卫国为了巴结那位大富商，又运送了第2份礼物，他们打算拿下来，就算不能拿下来，也得摧毁了。可是，一架小型无人机都搜寻1个多小时了，还是没有线索。难道情报有误？这一次是不是要打水漂了？马卫国可真是老狐狸呀，居然在这里就开始显得小心谨慎了。常规路线找不到，那么肯定走小路了。正好试试刚改装好的察打一体无人机，看看效果怎么样。察打一体无人机很强吗？这一个成本就上百万呢，飞行高度4000米上下，能携带20公斤左右的炸药。摄像头是欧洲某公司的产品，7级大风都没有问题。察打一体无人机对于4周目标进行寻找。阿布看着屏幕，慢慢露出了一股微笑。嘿嘿，老狐狸不是挺能跑吗？这一款无人机那么贵还是有道理的，上面那么多探头都是高精密的东西。原来马卫国的车队居然走了小路，并且这块石头不算大，通过改装1辆面包车就装下来了，没有大卡车那么明显。老大，咱们怎么搞？是打劫还是怎么弄？找个机会把车子炸了，这样可以让马卫国怀疑是边防军干的，让他们狗咬狗去吧。雷兵开始操作察打一体无人机，分析最佳袭击地点。无人机投放1枚炸弹，精准击中面包车，整个面包车4分5裂。无人机对于目标区域进行大量拍照之后，才开始返航。哈哈，这是毁掉马卫国第2块石头了，也不知道这一次他会是什么反应。此时76号地区，刘刚带着人来到3国交界的地方。马卫国每年都要拿一部分面粉，也想垄断这一笔生意，但是毒枭不肯。你要不跟我老板混来吧，我老板可是比你老板更加有实力的。聂雅倩一愣，他突然叫住我要干什么？对了，你会跳舞吗？会一字马就行。帮我留意一些年轻漂亮的女孩子，要求会一字马的。至于会一字马能做什么，那刘刚就是不知道了。你不想要东西了，竟敢挖我的人！聂雅倩，你要是敢走，我会给你找几个老黑。刘刚笑了笑，刚要说什么，他低头看了一眼手机，笑容瞬间消失。猫的，老板的第2块石头再次被人搞没了，石头没有了，只能用这个女孩顶替了。你会一字马吗？会的。此时宁家走过来，直接伸手一摸，顿时一愣。我这一行早就断绝美色了，美色会影响我出枪速度，一直受伤之后直接剁了。刘刚一手提着他丢在一边，整个人压了下去。虽然剁了，但是宁家还是发出一些美妙的声音。看见这一幕，聂雅倩连忙跑了出去。没有多久，宁家惊悚地跑了出来，身上有不少伤口是被人咬的。她为了赚钱给男朋友花不惜去给毒枭工作，没想到她却跟一个胖女人好上了，而自己却被这个军阀给盯上了，想要把她抢到自己的地盘上。此时76号地区，几辆面包车刚到检查站就被扣下来了，安检人员开始对于车子进行扫描检查。突然，那个护卫做了个手势，然后飞快地跑离面包车。一声巨响，那些面包车4分5裂，然后有几个人被拉出来，直接吃了一梭子花生米。随后，阿克邦某水务处一位当地维修工刚刚要提着一水桶毒药去放毒，突然大门被人踢开，一帮人冲了过来，就把他给打得鼻青脸肿。然后有人摆好了摄像机，你被出卖了，已经有人告诉我你今天要往水里下毒了，你再补充2句吧。一个女孩子给了我5000美金。视频到这里就刚刚好，等会发出去，那帮毒枭肯定会怀疑身边人的，我就是要离间他们。原来汽车炸弹和投毒阿布早就知道了，上次看见聂雅倩的时候就想把她挖过来给自己做事了，所以他监视了毒枭集团。其实阿布也是上京大学计算机系的高材生，而且比这个学妹还要强。这次那么缜密的计划都被我知道了，而能接触到这个情报的只有聂雅倩，只要她不是傻子，她应该会跑的。阿克邦绝对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此时夏国西南，马老板的脸色很难看，价值1、2个亿的石头都被人搞走了，现在都不知道到底是谁干的。当收到刘刚发来的相片之后，脸色瞬间变了。嘿嘿，这个小美人，等她过来了，我要全方面给她上一课。这一次刘刚是立功了，那个富豪肯定也满意。当聂雅倩得知宁家的计划，完全被对方提前知晓之后就慌了。这个计划只有自己知道，现在被人提前知道了，那不是代表自己是叛徒。宁家对付叛徒的手段的，我可承受不住啊，只能跑了。聂雅倩给刘刚发了一个消息，很快一辆吉普车开了过来，聂雅倩连忙上了车。刘刚早就看出来聂雅倩有心思离开了，他都没回去，一直等着呢。聂雅倩刚刚离开宁家就收到警报了，只要聂雅倩离开自己超过500米，自己就会收到提醒。聂雅倩居然上了陌生人的车，她要叛变，可是在我的地盘，你们怎么跑？他们说死神无人机还不错，想多采购一点，并且询问价格。嘿嘿，这帮土豪不差这点钱，要是定价便宜了会让人看不起的，就定价1万美刀吧。老大毒枭集团出动了几百人在追杀一帮人，现在正往76号地区矿区方向过来。
毒枭追杀的人，这可是大新闻啊！快开着我们的坦克去迎接一下。我们已经和谈过了，希望你不要插手我们之间的事情。刘刚这一次带着50人过来，能活到这里的只有3个人了。要不是这里有阿布的人，恐怕刘刚也没了。的确不关我的事情，但是来我的地盘闹事，你觉得关不关我的事情？看来不光我看上聂雅倩，包括马卫国也看上他了。我只是针对他们，办完事情就走。哼，办完事就走，一点规矩都没有。你觉得你很厉害吗？阿布刚刚说完，坦克炮口已经对着前面这一批人了，机枪手也已经准备好了，只要一声令下，那就能把这帮毒枭全部给突突了。还有你们居然把战火引到我这里来，你觉得你来了这里就安全了吗？你想怎么样？给你老板打电话，你5000万，他5000万，要是给钱你们就过去，要是不给钱你就从其他地方回去吧。我出5000万把他给我们。聂雅倩吓得瑟瑟发抖，她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居然那么重要，居然有人愿意出5000万买走。如果刘刚放弃了我，也只能自杀了。要是落在您家手里，那真的会生不如死的。刘刚直接给马卫国打了电话，一听说阿布要钱，可把他气炸了。刘刚肯定值得5000万的，可是聂雅倩5000万也太贵了。但是富商已经看上了，那只能咬着牙买下来。很快，阿布接到援兵打来的电话，钱已经收到了。阿布挥手放行，刘刚拉着聂雅倩上了车走了。阿布看着宁家的人还不走，一发坦克炮发射，前面一个巨坑，几10个人当场归西，这一下就都跑了。嘿嘿，这1个亿到手，又能继续扩大产业区了。老大，你不是要聂雅倩帮你做事吗？怎么放走了？放心，马卫国可护不住他，到时候他没有路可以走了，那只能来我们这里了。西南马卫国见到了远道而来的小美人，为了他，我们得罪了毒枭集团。毒枭方面，他们除非找到新的合作伙伴，不然也不能拿我们怎么样。那我先去忙了。马卫国看向娇滴滴的小萝莉，露出了一股阴险笑容。放心跟我混，我不会亏待你的。我跟您混也是有条件的，就是你手下不能动我，你也不能动我，还有你身边的人也不能动我。你是觉得我年纪大了，让你呕心了吗？放心吧，我肯定会让你满意的。去那边换一身衣服吧。聂雅倩看向一边的特制服装，看来自己又进入另外一个狼窝了。这个女人南方那个富商看上了，要亲自面试，让我带走了。马卫国一愣，脸色之中带着一股怒色。我也知道南方那个富商看上他了，可是自己花了钱啊，先玩完再说不行吗？你叫聂雅倩？是的。跳过舞吗？一字马会吗？舞蹈跟一字马有什么关系？哈哈，你接下来要见的那个男人最喜欢会一字马的了，应该是你做一字马，他要对你做点什么吧？你自己想想。我小时候就学了舞蹈，有传统舞，还有国外的芭蕾。聂雅倩是一个人都得罪不起，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夏国某豪华游轮上，聂雅倩见到了那位富商，去换一身衣服表演一个节目。老马给了5000万才买回来的，会一字马，还从小学习了舞蹈，名校毕业，没有交过男朋友。很好很好，西南雅悦游乐区给老马了，价值怎么说也得几个亿吧。就知道这个富豪十分大方，那个项目就标价几10个亿，说给就给啊。在灯光照射下，聂雅倩开始翩翩起舞，一想到他会趁着自己做一字马的时候做点什么，聂雅倩又是一番恶心。主要这里是夏国，自己曾经在毒枭集团干过，绝对不能待在这里。现在只有阿克邦还能去，可是那个老板会不会和他们一样呢？一曲而终，聂雅倩站在这里。周姐，我想休息一下，太累了。一听这话，富豪马上安排了房间。今天的确有点累了，没有办法一晚上2次了。可他们不知道的是，半夜聂雅倩偷偷来到了甲板上，毫不犹豫地跳下了游轮。她实在太惨了，不但男朋友跟富婆跑了，自己还被当成了叛徒。刚跑出来又被卖到一个老男人手里，感觉前途渺茫，直接跳海。嘿嘿，我在下面等你好久了，老大布局就是远，本来在阿克邦就能拿下来的，硬生生等到今天。只见雷兵给聂雅倩换上氧气瓶，拉着她往远处游去，那边有他们的快艇。要我跟你干活也行，但是我是有要求的。你说说看。第一，你手底下的人不能动我；第二，你势力范围的人也不能动我；第三，你要是想那个我，必须正常方式。聂雅倩看向面前这个男人，谈判的底气不是很足。想要我动你，那也得有点本事才行吧？就你这样的，几分钟就投降的有什么意思？我打算邀请你加入我们团队，实习期收入保底10万夏国币。你不想动我吗？我可是会一字马的。
那你也得有那个颜值，技术好才行啊！从现在开始，你聂雅倩已经死在这个世界上了，我不希望你跟外界任何人联系，不然后果是什么你也很清楚。聂雅倩低头看看胸口，再看看大腿，自己在他面前算是颜值不够吗？未来肯定是电子战，我们团队需要你这样的技术人才，好好干。正式加入后还会有干股的。聂雅倩看见桌上10条技术突破之后才傻眼了。面前这个男人居然也是一个高手，这年头当雇佣兵要求都那么高了，不光能打，还得懂技术的吗？我在毒枭的时候收集到一个情报，他们不重视，等会我发给你。聂雅倩提供的消息，仙罗军方有人绑架了一个富商，我们现在有2个任务可以接，一个是干掉富商，另一个是解救富商。有人想富商死，不需要看也知道是家族内斗了。要是弄死富商难度太低了，这钱咱们不屑赚。解救富商难度倒是不大，但是涉及到暹罗军政府人员，怕有纠纷。他们还能越界来弄死我们不成？这个担心可以忽略。见老大都打定主意了，雷兵出门去安排。很快，阿布和雷兵带领5个人已经到达预定位置。雷兵操作小型察打一体无人机起飞，现在就看看要救的人在哪里，再看看对方的布置情况。只见交界的地方有个简易的彩钢房，四周有几十个人护卫，外围20人，里面15人，其中还有3个火力点，都是配备老鹰制造的 M60机枪。要解救的人质就是在中间那个彩钢房。等一会我们利用死神无人机炸掉3个火力点，然后我会干掉前面那5个放哨的。你们2个人不需要战斗，专门负责带着人质。雷兵负责解决左边巡逻几个人，你们2个人负责后面巡逻的。阿布交代一句之后，大家开始分开行动，5个人去冲35个护卫的队伍，等于1个人要干掉7个人。随着死神锁定目标，3声巨响，紧接着4周枪声大作，前面几个人都没有来得及任何反应就倒下来。这里的护卫看见出现的神秘人，全部趴下来投降。2个兄弟马上冲向中间彩钢房，询问一番身份信息之后，给他把麻袋背着出来，不回头直接先走了。阿布一脚踢开彩钢房，里面有几个夏国人吓得举起手来，过去跪下来。我们有钱，我们有钱，不要杀我们。老大，他们怎么处理？都是卖猪仔的都抓了吧，不然这帮电诈之人老是觉得自己脾气很好。机枪冒着火烧，几个卖猪仔的全被打倒在现场。做完这一切后，然后一把火烧了个干净。毒枭都是这样收尾的，看看会不会怀疑到他们身上吧。很快5个人汇合，沿着来时的路返回阿克邦，整个行动十分迅速快捷，一点都不拖泥带水。你需要给5000万，然后你的爱人会给我们1.5个亿，到账之后我们能送你到任何地方。我没有钱啊，我真的没有钱了，你跟我老婆要吧。几千亿身价赎金都不想给吗？你是不是觉得我脾气很好？要是不给钱，别怪我们撕票了。大老远把你救回来，居然不给钱！我真的没有钱了，我公司价值几千亿，可是不代表我有那么多钱啊！要是有钱，我早给了。这话说的好像挺有道理的样子，拉下去埋了。富商完全吓傻了，好不容易离开一个窝点，然后又被其他人给打劫了。很快一个坑挖好，富商直接被丢了进去，然后开始给他填土。我没有钱，但是我在暹罗有一批货，一批要弄到佳士的拍卖的古董，5000万应该值得的。什么古董？都是瓷器，还有青铜器，还有其他古玩。我给你3天时间，你把东西弄到阿克邦，然后我们重新计算价值。要是达到5000万，那你走。当然前提你老婆也把赎金给了，否则这个坑还是你的。富商赶紧联系自己在暹罗信得过的人，把东西带过来，不然真会被这帮人活埋了。3天后，富商妻子亲自来到现场，他看见富商这一副模样之后，走过来就是一巴掌。富商抱着他痛哭流泪。阿珍，谢谢你，谢谢你，要不是你，我就活不成了。老板，到账1.5个亿泰铢。1.5个亿的泰铢也3000万左右了，不少了。我发布的任务可没有说是什么币种。那你怎么不说高利币？阿布走过来一巴掌过去，直接把人扇出去3米远。3000万的确不少了，如果提前说好是泰铢，我也认了。但是我们把人救出来了，再耍小聪明，那就不行。别乱动！外面冲进来2个保镖，刚刚进来就被一梭子打成渔网了。分不清大小王了吗？分不清这是谁的地盘了？鄙人某国巡捕司事务关系处处长，你们这样针对某国人绑架，是需要受到惩罚的。把你干掉，不就没有人知道了吗？立马那位处长什么都不敢说了。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给不给钱？我真的没有钱。刚刚说完，子弹擦着头皮飞了过去，吓得他直接大小便失禁。拉出去毙掉！等等，我老婆可能真没有钱了。最近我生意不好，真的拿不出来那么多钱。等我的古董到了就够了。老大，货到了。护卫把一箱箱古董搬运下来，援兵走了过来，他是鉴定师，经过他的手就能知道这些古董价格。
箱子打开，第一件是夏国康熙时期的珐琅彩，按照佳士得给予的底价估算，应该在4000万左右，拍卖价格不会低于6、7千万。按照老板的个性，底价再砍一半就差不多了。这一件珐琅彩只能价值1000万。第二件是一件白釉茶杯，明代时期的官窑器件，东西也不错。后面还有青铜器，居然还有一小块汝窑的器件，虽然是残缺品，那也是价值很高啊。整体价值在4000多万，还差点5000万，你可以走了。阿布宣布了富豪自由了，富豪连忙上了亲信的专车离开这里。他是不是忘记他还有一个老婆在这呢？哼，男人果然没一个好东西。你走吧，以后擦亮眼，看清楚自己要陪伴一辈子的男人。珍姐走吧，我们先回去。价值在2个亿左右的拍卖品，是某润的，就是那个我们得罪不起女人的。没想到他们只是救了一个人，却惹到了上京的一个大小姐，只因被救之人把别人的古董当成辛苦费交出去了，结果被人家找上门了。你刚拿到的东西是我们要送到佳士得拍卖的，你赶紧把东西送到阳光来。过去尼玛，你算什么玩意？有本事你来阿克邦呀！老板，我们可惹不起他们呀！你忘记你挨的那一巴掌了吗？哼，今时不同往日了，我已经有跟他们抗衡的实力了。他敢来，我就敢弄没他们。走，陪我去原石交易市场看看。这一块帮我包起来，我要了。好的，3000块夏国币。这里有没有毒枭集团或者电诈集团？怎么你想加入吗？不是的，做你们这一行应该有点关系。我想让你们帮忙找一个人，相片上这个女子你们见过没有？我愿意提供5万块报酬。这不是离萨吗？他们是为了救人还是找人？如果离萨是卧底的话，那就糟糕了。那么漂亮的女子应该在暹罗才有吧？这种山卡拉的地方肯定没有。要是有他的线索可以跟我说，报酬肯定少不了的。今天阿克邦来了一个车队，车队下来200多人的精英护卫，全部携带夏国制造的5、6手枪。只是车队刚下来，正前面的坦克炮口就瞄准了车队，后面炮兵已经调整了方位，随时可以轰炸这里。暗处还有100人的特种小队，10多位狙击手隐藏在暗处，谁敢轻举妄动就灭掉谁。无人机在上空监视着一切。小姐，小心有危险。往日我能进他房间给他一巴掌，但是今天好像没有资格给他一巴掌了。这个头目通过雷兵招收了不少退伍老兵啊，看来你还不知道得罪我的下场是什么吧？这不是已经得罪了吗？夏国4大财团，你一个都得罪不起。在金三角，天高皇帝远的我谁都能得罪。东西还我，那些东西不属于那个老板。属不属于你们我不知道，这是解救人质给的好处费。你要是想拿回去，那替那个富商把赎金给结算了吧。这样说来，你是想彻底跟我为敌了吗？你一个后台都没有，你拿什么跟我为敌？不介意多你一个。最后问一次，东西你拿不拿出来？你奈何不了我的，只要我不影响夏国的核心利益。夏国似乎更加愿意让我起来，毕竟巴尔特人、高原边境还有瓦格纳都需要我来对付。说吧，多少钱可以拿走？2个亿的等价美刀。这一批货富商抵押的时候就当4000多万夏国币，现在卖2个亿美刀，这老板是真狠呀！我没有办法通过海外账号给你钱，除非你提供国内账号。那不行，万一你前脚到账后脚就给我冻结了呢？湘江币也行，当然你也可以不带走这些东西。很快曹小姐老老实实付钱，带着东西走了。小姐，情报拿到了，他手里最少有1000人，其中大部分都是当地人，夏国人应该有300-500左右。他手里的武器装备足够武装一个团的兵力了，主要收入就是矿区，矿区是许家独家销售的。许家手眼通天啊，居然越过马卫国吃掉了这个矿区。曹小姐拨打了许家那一位的电话，并说明了来意。什么？让我停止进口1个月？曹小姐，就算我不进口，他也可以找别人的，而且这损失我承担不起。叔叔，我们这样得罪他好吗？大家都是有老爷子的人，咱们不怕他的。多亏老爷子那次在公海的手术成功了，否则我们也只能任人摆布了。许家竟然不给我面子，等他家老爷子挂了，可要好好敲打一下了。上面要扶持这一支以夏国人为主导的队伍，很多不适合出面的地方可以让他们过去，好像是老爷子主导的，还有夏老爷子也出面当说客了。计算出来没有？他的实力如何？小姐，他曾经打败了 UFC 选手，还打败了乔尔夫，武力值已经爆表了，我们没有办法明面干掉他了。此时阿克邦外围的一个小村庄，快叫孙哥！孙哥好。搞电诈嘛，那简单。阿克邦不是不让搞吗？我们就在阿克邦外围搞，这里属于康莱的地盘，那小子不敢得罪康莱的。
看看这里怎么样？整个村子都是我找国内的建筑商过来建造的，采钢房成本很低，一个电诈园区就搞好了。那护卫呢？这样吧，前期你们把人搞过来，我给你们10万一个人，后面就按照诈骗多少钱来分红了。哦，这么大方吗？一个人10万，10个就100万，100个就1000万。要早知道那么赚钱早就过来了。好，那我们就大干一场，我马上带人过来。李文浩要回去一趟，他要去昨晚的小萝莉那里再消费一次。秀秀，我们也去交流一下。那是自然的了，交流好了，那才能更好合作。两个人也走了过去，来到一棵树后，只是还没有3分钟，孙栋梁就神清气爽走了出来。只是他没有看见李秀秀眼神里面的鄙视。切，还没有开始就结束了，就这样还交流？不是听说这里有老黑吗？自己那个妹妹可是经常接触外国人，肯定是外国人能满足她。此时辉煌酒店，这个曹小姐要回去了，她已经安排好了。阿布都已经知道她的计划了。刚走进大厅，在一边的李秀秀就对着阿布拍了一张照片，瞬间一拳过来，李秀秀被打得飞出去酒店外面好几米远，整个人如同死狗一般趴在地上动弹不得，也不知道死活。李文浩看见这一幕傻眼了。你知道我大哥是谁吗？孙哥，孙哥你知道吗？孙栋梁，孙哥你也敢得罪？你不想活了？一听是孙栋梁，阿布笑了。嘿嘿，那孙子还敢来？这孙子出卖同胞搞电诈，现在卖掉一批批的猪仔，他才是真正该死那个。哈哈，害怕了吧？我跟孙哥在外面搞了一个电诈产业，知道我孙哥的厉害吧？阿布没有搭理他。李文浩突然看见了曹小姐，这才是真正的顶尖气质美人，要是能和她交流一次，那少活20年也愿意啊！美女，加个绿泡泡呗！曹小姐一个眼神，身边的护卫一巴掌过去，直接把李文浩扇倒在地上。哼，你也配？喵的，臭娘们，别让老子抓到你，不然找人。李文浩自己有一套格言，在外面脾气就是要大一点，因为自己是有后台还有大哥的。这次不用那个曹小姐使眼色，那个保镖直接提起李文浩就开始疯狂的抽打那张嘴。李秀秀和李文浩如同死狗趴在那里一动不动。曹小姐的车队开始离开阿克邦，东西拿到手了，要送到佳士得进行拍卖。这一批东西可是给了2次钱，亏大了。里面的王慧走了出来，拿着一份报损单，打坏的东西赔偿一下，不然我会让昆罗出。最近王慧很少出来见人，可见面粉的威力有多大，就算她这种女人都无法轻易度过。打坏东西自然要赔偿，你给我安排几个人喜欢男人的，我随时都要用，费用算我的。等抓到人，我希望他能被男人。只要费用到位，我都能找到。阿布打算对孙栋梁动手了，这个祸害不应该继续存在。一阵微风吹来，王慧冷得瑟瑟发抖，走了回去。对了，从明天开始有事请跟我小助理说，他能代表我。王慧被小雅搞了之后完全虚了，完全没有了往日的嚣张。此时夏国西边高原地区，作为第3教官的列尔戈夫已经来到了前线，他拿着望远镜看着前面夏国人建造的一些据点工事。自己的好兄弟死了2个，包括乔尔夫都死了。他是精锐之人，没想到死后身上的零件都被卖了，这让列尔戈夫十分惊讶与气愤。列尔戈夫看看身边的人，这是蓝猫突击队，也是巴拉特最精锐的突击队了。他就是要训练这批人去夏国边境惹事，然后再次让2个国家紧张起来，最终倒卖军火。此时西南某房区，众人看着沙盘，正在思考怎么应对这一次挑衅。我们现在很被动，这可是1-2千公里的边境线，要是等到他们闹事再过去，那黄花菜都凉透了。不如让人过去训练场把人给突了吧，死人是没有办法闹事的。那就派遣这支战狼雇佣兵过去，理由就是乔尔夫之前想占领别人地盘，他们看不过去，于是过去教训蓝猫突击队。曹老，金三角距离蓝猫所在的超过2000公里，这报复说不过去吧？的确说不过去呀。毛熊不是派人去大不列颠刺杀了一个情报官，那么大不列颠的雇佣兵去教训一下刺杀者也不过分吧？我觉得这个意见很好，可以制定成为作战计划。巴拉特总是有人来我夏国地界闹事，现在一帮雇佣兵过去，他们那闹事也很合理吧？这一次计划其实2个老头都是有考量的，要是那个雇佣兵头目去执行这个计划，那证明他的心是向着夏国的，那么就可以通过某力来扶持他，这也是对于他的一个考验。孙队，找回场子的机会来了，我们想在阿克邦举办一次拳击比赛，你想不想跟他打一场？我们来出场费。孙队之前可是号称上京3大高手，电视都宣传过的，结果在阿克邦被当孙子一样打了，视频还曝光了，搞得孙队很被动。现在卫戍区的名义教官都被取消了。他同意打假赛了吗？
我们邀请了全球顶尖雇佣兵团队之人参与，只要我们钱给够了，我想他有兴趣的，只要他答应了，就算在他地盘我们也可以安排。森队，要是你赢了，你就是夏国之光。要是能最终获胜，那我又能成为夏国的神了，到时候名誉都是属于我的。小点啊，我这一条老命都交给你了。周点笑了笑，这一次举办活动的最终目的是恢复孙队的名誉，再就是想办法灭掉那个雇佣兵了，因为他太不听话了，并且一直跟某姓作对。阿克邦矿区，阿布已经通过正式的通道得知了夏国的计划，那就是灭猫行动。阿巴，你这一边也得培训出来10个人，未来地盘大了需要你这一边顶上去。老大，我想去参与任务。下次吧，这一次不合适，这次无名跟周彪都要留下来，我需要你们镇守后方。老大，你还锯个锤子，我们过去宰几只猫而已，你留下来看戏就行了。不，那个第3教官的人头属于我。雷兵，按照你之前的经验，先初步制定作战计划，等夏国方面提供了确定的情报，我们随时出发。老大，他是当局内比都的人。我们刚刚收到夏国方面发来的邮件，他们打算在这里举办一场全球雇佣兵武术比赛，夏国方面提供资金，我们来协助。我会协调好的。那个，你能不能出场呢？出场费100万美刀，要是1000万美刀，我可以考虑。好的，我去跟对方去商量一下。官员刚刚离开，援兵提着一个小袋子过来，辛苦了，1点茶水费。哈哈，多谢多谢。里面是1000美金，还有一点点小特产。只要是当局有点权势的人，援兵都已经制定名单了，跟他们搞好关系，那才能方便做点事情。这是某姓针对你的阴谋，你干嘛要接受呢？全球顶尖雇佣兵武术大会，请来了那么多人，不就是想打败我？只要出场费足够多，我也不是不能打。我了解某姓，他们会想办法在你水里、衣服上下点东西，他们的最终目标就是弄死你，因为你不很听话。我敢肯定，他们一定掌握了某些技术，能让你失去战斗力。来自己地盘都怕，那以后怎么跟他们竞争？援兵出来就看见远处的辉煌酒店正在进行装潢，别人的消息也是很灵通的，都知道要举办武术大会了。很快王慧就上了一辆车，好像要出远门了。一位小美女走了过来，她身上还有一股嫩雅气。你好，我是慧姐的新助理，你可以叫我小月。你不会是刚刚毕业吧？交过几个男朋友了？5、6个吧。别人这个年纪就5个6男朋友了，自己到今天才交了一个，还是一个渣男，不公平啊！王慧去哪里了？去接受一个疗程的电击治疗，去枫叶国那里有最新的戒毒技术，当然你知道就好，我不想其他人知道。原来去戒毒了，怪不得让小助理过来。以后就是我来负责慧姐的事情了，以后请多指教。我必须说一点，你们开什么店我不管，但是里面的女子必须要成年的，要不然我会取缔你们的。慧姐交代过了，让我遵守你们的规矩，我答应你。产业区小镇，聂雅倩已经习惯了不出门的日子了。她的工作是收集情报，然后就是改造一些电子产品了，并且对于一些产品提供技术支持。刚刚获取了一条老莫的重要情报，老莫方面的一个重要之人已经在海上了，他要过来跟罗哥谈论合作。当阿布看见这一封邮件之后，露出了一股杀意。毒贩集团见面，还在自己地盘上给他们脸了，我要让他们来一个死一个。阿布拨打无名电话，要送这帮毒贩上西天。最近3件事情都有高度重合性了，武术比赛、灭猫行动，还有毒枭集团的见面，没有一个先后顺序。阿布接到南边打来电话，那一边跟一伙人僵持住了。挂完电话，几辆吉普车离开这里。南边检查站，阿布走下来，看着双方剑拔弩张。你知道我们是谁的人吗？不让我们过去，你考虑过后果吗？阿布看了身后远处一眼，那一边有10几个人，包括那个梦洁也在里面。水哥的人，知道还不赶紧让开！这里不属于你们地盘，回去吧。越过地上这条线，你们就没有机会回去赚钱了。几个小混混不信邪，大摇大摆的拿着枪走过了红线。刚刚过来，身后的护卫集体开，几具尸体倒下来，整个身体都被打烂了。你知道我们是水哥的人，你敢对付我们？不要说他了，就算他老板来了不守规矩也得死。你是准备死在这里吗？你要的人我们已经解救出来了，并且付出很大代价，但是这个人已经不成样子了。阿布走了过来，看见了梦姐这一帮人很狼狈，不少人都受伤了，还有白色的袋子装着的尸体，应该是死在电炸园区的同伴。最终目光落在这个人身上，这的确是一个人类，但是双耳和一只眼已经没了，身上都是缝线，里面的零件还有多少就不知道了，而且连那玩意都被剁掉了。阿布想到了一个词，人质，这是多大仇多大怨呀！他不但双耳和一只眼已经没了，而且身上都是缝线，里面的零件还有多少就不知道了。没错，这就是去过毒枭的惨状。这就是传说中的人质吧？这是有多大仇多大怨呀？把人弄成这样。
这个人叫朱有才，夏国江南大学材料化学系毕业，进修老鹰哈佛材料科学，在材料化学方面有着很高的天赋，是我国海外归侨计划引进名单前3之人。既然都没有人性了，全扎了吧！阿布轻描淡写一句话，身后的机枪手直接对着前面几百人疯狂扫射着。梦姐看着面前这一幕，欲言又止。他们确实该死，可是不接受审判就扎了，这好像也说不过去。一堆的尸体被堆积在深坑里，然后就是石灰粉跟一种化学物质下去，很快就剩下一堆白骨了，十分可怕。人已经帮你救出来了。之前说好的你帮我救一个人，我就答应你们把总部放到这，但是你们得按照这里的规矩来。老板，我想留下这个人，他是一位顶尖的材料化学高手。既然毒枭可以用他来制毒，那么我们就可以利用他来做一些技术突破。等他活过来再说，他的后续治疗就由你负责了。因为人受伤十分严重，又不适合远距离移动，薛琪琪是他的女朋友，特意从夏国请了专家团走快速通道过来。这一次传闻花了薛琪琪3000万。他能活到今天不死，证明他心智也是很坚定的。他有一颗很强烈的求生欲。我这种漂亮的小姑娘，要是被弄成这样，还不如不活了。放心，你只要老实听话，我保证没人敢动你。等会来我房间一趟。今天大军抱着笔记本找到了阿布，上面安装好了最近火爆全球的一个单机游戏，只可惜是个3D 的，把这2个玩的是晕头转向的。老大，我给迷路了，刚才那 boss 找不到了。此时聂雅倩洗完澡，穿着吊带走进了房间。怎么你们2个都在呀？我可伺候不了。你怎么才来啊？我都等不及了。这个广志太厉害了，2个小时都没打过去，快给我改数据，让我一刀秒了他。啊，对，老大就是老大，不走寻常路。我去睡觉了，你俩不通关不许休息。这个朱有才是我姐的男朋友，是他突破了常规材料，最终帮我们研发了新型毒品，并且改造了生产工艺。现在他被救走了，这是狠狠打了我的脸呀！救出来不就好了吗？黛西是老莫的情人，精通5国语言。他这次作为老莫的使者过来评估这里的环境，最终与罗哥谈论合作。他这一次过来，身边还带着保镖团队的。在整个金三角，我哪里都可以救出来，唯独那里不行。在火力方面，我们不是他的对手。切，你给我10来个人，我来安排这一次计划。好的，要是人救不回来，扎了也行。这简直太简单了，在老莫的夏国人就是一个个怂包，一点都不敢惹事。雇佣兵组织也是他们夏国人能玩的，今天就给他们上一课，让他们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毒枭王牌。76号地区上空一架察打一体无人机，正对于活动在这个区域的人类进行分析与侦查。大军刚走进监控室，就看见屏幕上一个模特身材的混血女子。嘿嘿，这娘们身材挺不错的，身份确定的吗？可能跟毒枭有关，还没有确定。那太好了，我最近能力可是提升了，到时候一定要让他明白夏国男人的厉害。这一次你带人过去吧，只要确定是毒枭的人，任你怎么处置。16个人，3辆车，全副老鹰装备，一路驶向阿克邦。黛西，那个夏国男人很厉害，我们不能这样明目张胆的过去。大卫是这一次带队之人，上次暗扎他也去了，但是付出惨重代价，只有他一个人活着回去了。你是被一个亚洲黄猴子打怕了吧？你可是陆战队退役之人，怎么可以怕了几个小猴子？你要是害怕，现在就可以回去喝奶了。大军他们的身份确定了，一帮外籍雇佣兵加上森迪身边的人，还有这个女人身份没有确定。大家准备，除开那个女人，其他人可以自由射击。两边隐藏不少狙击手，都是要锻炼他们的枪法。这一次是移动吧，看看大家的技术有没有进步。脑袋打偏了，老大用这枪可是枪爆头的，快躲避！是 M24狙击枪。黛西刚走下来，一枚子弹飞了过来，她手里的化妆镜被打掉。这帮人还敢出来反击，给我狠狠反击！一发山地炮炮弹落在后面一辆车旁边，巨大的爆炸直接把车子掀翻了。四周开始传来枪声，他们被打得根本就抬不起头来。黛西这一次终于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了，赶紧给森迪拨打求助电话。这个棒槌开着3辆车直接就扎过去了，他不是要进行特种作战吗？救援，我看是过去收尸还差不多吧。现场战斗也没有持续太久，顽抗分子被天空掉落的炸弹炸得身体4分5裂，只有大卫这个地方没有被袭击。大卫把枪一丢，举起手投降了。黛西刚要捡起枪反击，自己肚子挨了一拳，然后失去意识被人背走了。四周再次传来密集枪声，既然是毒贩之人，那么躺在地上的不管死没死，直接补充一梭子过去。小分队全军覆没了，你去阿克邦看看那个黛西还活着没有？要是还活着，看看对方要什么条件。面对那个男人，赢家也有点怕了。怎么你不敢？我觉得不如让 Lisa 过去，给他机会，看看他会泄露多少我们的消息，这样也能确定他是不是内奸。
让你去就去，他还有其他安排呢。宁家走了出来，前往阿克邦要提前预约，并且要挂着白旗，要不然可能被人半路就干掉了。此时小镇黛西被拉进了审讯室，很快黛西的身份就被曝光了。没有想到我跟毒枭的情人交流了一晚上，怪不得长得有点姿色。大军赶紧给阿布打去电话，要是他身份不够硬，那就要拉出去毙掉了。人先留着吧，他们派人过来了，看看对方愿意给多少钱了。辉煌酒店，小月得到王慧的消息，毒枭要过来这里谈判，要他好好教训教训那个人。既然来人是表姐的敌人，那么就给他好好上一课，让他明白我月月小霸王的厉害。情报显示，毒枭那边是一个人来的。既然是一个人来的，那怕什么？带上你们的工具，这次一定要好好玩玩。很快几辆车来到一个路口隐藏下来，小月误以为就是这个人把表姐弄成这样的，这一次可是带上了足够多的工具。等了许久，看见一辆挂着白旗的车子开了过来，快过去，把车跟我拦下来。他身为毒枭的二把手，平时都是横着走，没想到今天被几个小年轻给拦下来了。只见一个小丫头走了出来，她拿着相片在对比着。没错，就是她，给我好好伺候。小月刚刚说完，宁家就被几个小年轻拉到一边去了。那边已经铺上了软软的毯子，一边摆放各种工具，并且还架设了摄像机。你他喵的做什么？弄疼我了！别墨迹，直接上家伙。当宁家看着一个小毛孩拿着的东西之后，眼神一紧，然后肚子上挨了一拳，整个人就弓着在蒲团上了。这帮人在哪里学来那么多东西？自己这一次死定了，居然要被一帮小黄毛给弄死，太耻辱了。另一边，援兵一直在等着谈判要赎金呢。人呢？明明检查站已经确定宁家过来了，按理说早就到了呀。你们两个班跟我走，看看他们又在搞什么鬼。一个车队沿着这一条必经之路前进着，不到半个小时，援兵看见了路边停靠的车子，也听见了一边的笑声，一帮人的笑声。援兵慢慢走了过来，当看见蒲团上一帮小黄毛之时，援兵直接吐了。都给我住手！援兵也见过太过刺激的玩法，但是这帮小年轻这样搞，那是真的没有想到啊！少废话，不然把你也……小月身边的一个小黄毛光溜溜的走过来，姐姐，弟弟来好好宠爱你，姐姐，弟弟肯定会让你满意的。我让你们住手，没听到吗？小月看着自己的人居然被打死了，她眼神里面带着一股愤怒之色。你是不是确定要跟我作对？我勒个豆，你一个老鸨都敢这样跟我说话了吗？停下来吧，这是最后一次给你面子。如果你不想变成他那样，你最好少惹我。小月也有人，也有枪，她自认为没人能把她怎么样的。援兵看着地上的宁家，作为女人很同情她，真的玩得太过分了。然后打电话联系了毒枭，问他们愿不愿意支付医疗费，不然宁家是不会去救的。尽力救他吧，等下我给你转10个比特币，把他送到车上。当专家团看见这个病人之时，吓得瑟瑟发抖。这不是我们干的，毒枭干的，快救人吧，费用少不了你们的。费用需要30万，再给你们每个人5万奖励，人要救活。援兵交代一句就走了出去，反正钱也不是自己出。帮我查一个人，名字肯定是假的，给你这张相片。他是少管所出来的狠角色，曾经在学校就虐待过学生，还把一个妇女给折磨没了。因为没有到判刑年纪，赔钱之后管教一段时间就放出来了。那么现在怎么跑出来了？他年龄够了，现在在国内没有办法玩了，因为出事就要坐牢了。好了，谢谢你，我先回去了。经过20多个小时的紧急手术，宁家这条小命算是保住了。奖励已经到账了，全部通过正规渠道到了你们提供的卡上，并且报税了。医疗团长道谢后，又去忙活朱有才的手术了。他那个需要分阶段治疗，短时间是出不了结果的。黛西的赎金你们愿意给多少？1000万美刀，其中老莫给500万，我们给500万。1000万美刀还挺值钱的嘛，本来给100万美刀都愿意放人的。那个人什么身份？王慧的表妹，叫小月。援兵很乐意回答这个问题，还希望他们狗咬狗呢。小月，王慧，我记下了。3天后安排你到76号地区，你安排你的人来接送，他们不能携带任何武器装备，否则都会被我们直接击毙。看着援兵走了出去，宁家眼神之中带着一股杀气。哼，这几个小年轻，姐姐陪你们慢慢玩。3天后，黛西带着黑眼圈走了出来，有点站不稳，是扶着墙壁走的。她看见了一边的宁家，一只手拿着吊瓶，慢慢的走出来。你们下国的男人精力都那么旺盛吗？宁家没有说话，瘾上来了，得赶紧回去吃口面粉。大军，突然大军看到一个女子走了过来，要给自己一个拥抱。
大军一个过肩摔，直接把人摔在了地上。你这个女人什么来头？上来就抱我！是我，别打了，你小子力气越来越大了。不是说要做面具吗？黄金准备好了没有？嘿嘿，你放心吧，早就准备好了，而且你的好处费也准备好了。老大，这就是我说的老江湖，易容方面超级厉害，我把他找来给你做个黄金面具。这老江湖确实厉害，不用透视根本看不出来他易容了。大军带着他来到产业区一处房间，这里准备了200斤的黄金。老江湖过去摸了摸黄金，纯度不够，需要5个9的，你这从是3个9的。这也能摸出来吗？等会我就换成5个9的去。你拿着这个东西打开，然后按照一定比例融合水，最后抹在脸上，你就会易容变成另外一个人。多谢了，大军好好招待你这个朋友。阿布拿着东西走了出去，来到自己房间后拿出一包粉末试了试，抹在脸上能快速拉动你脸部变成其他样子。阿布看着镜子里面的自己，的确变成另外一个人。要是在打扮上面下点功夫，那易容效果更加好。此时一个小黄毛漫不经心的走着，看看四周，然后把一把钉子丢了出去。很快一辆车子开了过来，车子直接被扎爆胎了。袁冰走了下来，安排身边的护卫去换轮胎，一只手突然伸出手，袁冰只是看见了面前的白色麻布，然后自己就慢慢软下来，被一个人扛着走了。在一个死胡同，袁冰被放下来，一个小黄毛在口袋里面拿出一个白色瓶子。姐姐，抹上这些东西，你会十分快乐的，弟弟会疼爱你的哟。小黄毛伸手过来，要给袁冰用上一点科技。就在袁冰绝望之时，小黄毛被人提起来。哼，你那么喜欢玩，我送你到一个地方，送他到76号地区给宁家。护卫点点头，马上启动车子把人送出去了。既然那么喜欢玩刺激，那就过去好好陪宁家玩吧。宁家对于这个礼物一定很有兴趣。连这种臭弟弟对我都有兴趣，你不来点兴趣，不怕我先被其他人欺负了？忙完这些事情就欺负你，看来这个小月更加不好惹，他身边这帮人都不好惹。辉煌酒店，一个小弟跑了过来，月姐，阿勇被那帮人抓走了，送到毒贩那里去了。他敢管我们的事情，阿勇怎么了？阿勇去欺负那个女人，被人发觉了。那个女人那么高贵做什么？阿勇欺负了她都是他的福分，他一再坏我的事情，真当我小霸王好惹的？带家伙跟我走！10几个人怒气冲冲冲向办公大楼。初生牛犊不怕虎，这一群小混混竟敢要找当地最强雇佣兵的麻烦，只可惜他们刚刚进入红线范围，远处的机枪口就开火了，前面冲得最快的几个跟班立马被打成了渔网。这死人了！俊杰哥哥，俊杰哥哥！见对方来真的，小月连忙跑去找俊杰，他老子可是昆罗。此时俊杰正跟一个新来的小妞进行成年人之间的大战，被小月推开门吓得直接萎掉了。姐夫不好了，那个可恶的雇佣兵炸了我们的人，你得帮我们报仇呀！杀了几个人而已，就算把你给干了，我也不能把他怎么着呀！好，我会给我老爹说的，让他好好管管。不呢，你现在就去找他麻烦，人家肯定会好好报答你的。好，我会跟他交涉的，你放心吧。俊杰走了出去，当然并没有去找雇佣兵的麻烦，要是过去被人开黑枪打死了，那就不划算了。病房里，朱有才的外科手术都做完了，现在就跟粽子一样完全被包裹起来了，只露出一只眼。薛琪琪让我把你送到国内去，你现在的条件已经初步达到可以远距离移动了，看你意见。有一种东西能暂时让人失去意识，心智不强大之人会说出全部知道的秘密。还有一种东西在身上泼下去之后，人会完全变成一滩死水，消失不见。这些都是我做出来的东西。还挺厉害的。森迪只是毒枭集团3号人物，我可只是2号人物，整个金三角1号人物是夏国人，而且可能也是一位化学高手。你今天说的特别多。我要说的是，我回去夏国也只是苟延残喘，还不如留下来，或许你有用得到我的地方。那薛琪琪呢？他一直没有放弃你，包括你现在的治疗费都是他给的。哪里能一辈子还完全部的情呢？只能下辈子继续还吧。我想找到1号毒枭，我想知道他是谁，这个人只有森迪知道。好吧，你先安心养病，我看看薛琪琪那一边什么反应。阿克邦一家新开的歌舞厅，听说这里的陪酒女都是国内过来的。阿布跟2个兄弟正在看着美女，突然在口袋里面拿出一瓶神药。谢谢老大，刚好需要补补呢。上一次跟黛西玩的虚脱了，最近战斗力都不行了。这玩意加入了其他化学成分，威力可能有点大。那我知道，不行的时候来1颗，可以再战斗1个小时。那给我也来1颗。你也需要这个吗？最近没有锻炼好吧？3位老板，这是我们的会员卡，请你们一定要收下。老板娘，你这是专业学习过舞蹈吗？你们这里的姑娘跳舞都挺厉害的。你们听说过某某歌舞团吗？我们这里不少姑娘都是曾经歌舞团的人。嘿，我听说过，听说都要会1次嘛。那个老板玩得过来吗？玩不过来看看也好嘛，每天看见一帮漂亮的小姑娘，也是能赏心悦目的。
老大，这里会一字马的姑娘，你知道多少钱吗？多少钱？你要是想带她出去，2万块，还有一个听说出场费5万，真他喵的贵。此时李文浩正跟一个兄弟在炫耀着什么。看看我女朋友漂亮吧，胸大身材好，那是一个爽啊！虽然距离那么远，阿布还是很清楚的看见了相片里面的女子，就是那个黎萨。要是李文浩继续这样嚣张下去，恐怕那个黎萨的日子不好过了。他应该得到消息才对啊，怎么还不走呢？突然，李文浩那个兄弟掏出一包面粉吸了一口，然后看看四周走了出去。这家伙心里有鬼。阿布跟着出来，看看他到底做什么。阿布一路跟随过来，最终来到一处小树林，他走了进去。阿布用透视眼看着里面的一切。你有什么消息需要我们本人过来？你们有没有拿着黎萨的相片？那可是森迪身边的红人，你要他相片干嘛？她好像是李文浩的女朋友。他拿出手机给他看了看照片，对方确认就是他，两人连忙转身就走。狙击枪的声音传来，两人直接倒下，大鼻看向四周，然后举起手跪下来，这是标准的投降姿势。只不过这一次不管用了。阿布走了过来，拿出一包面粉放在他们身上，然后拍下几张相片。此时李队长刚刚回到家，看见了一封匿名海外邮件发到自己这里。这该死的李文浩，让你去做卧底，你反而加入电诈了。李队长并没有拨通电话，然后急急忙忙走出门了。当小夏打开门看见师傅之后也很惊讶。李队长走了进来，先拿出仪器检查这里有没有窃听视听装置，最后拉着小夏来到卫生间，在这里释放信号屏蔽器跟监听屏蔽器。你不是想知道卧底是谁吗？他就是现在森迪身边的黎萨，他现在即将曝光。那还不赶紧让他回来，被发现后会很惨的。我跟他说了，他说就差一点就知道罗哥是谁了，要是这个时候离开就前功尽弃了。我想请你以你的名义给金三角那个雇佣兵发消息，请求他帮一把。可是我说了，他一定会帮我们吗？你说了，他一定会帮忙的，因为他以后要求着你很多事情，这个忙他肯定要帮的。小夏点点头。此时阿布收到了那个小夏发来的消息，那个黎萨就是吴倩，就是上京某日报的卧底。果然他就是卧底，他的胆子大到这种地步了吗？此时76号地区，森迪准备与老莫见面了。把你们的通讯装置都放在一边。两个人一愣，不过还是把手机放在一个指定地点。我们要出发去一个地方，保密性很高，都理解下。外面的护卫都准备好了，并且准备了各种各样的武器，这些都是从罗兴亚人的地盘调遣过来的雇佣兵。我觉得我们要取消见面，因为一旦被雇佣兵知道，我们可能会被一窝端了。放心，他不会知道的，除非有人泄密了。不过谁都不知道见面地点在哪里，他们要是知道了，我只能说他们是神仙。一行200人左右的队伍开始出发，除了森迪，没有人知道具体见面地点在哪里，并且其他人都没有携带任何通讯装置。此时南边检查站守护在这里的一个班兵力已经增加到1个连了。既然全球顶尖毒枭都来了，那就让他们有去无回。阿布已经提前知道可能见面的地点了，于是在这里早就布局了。一架察打一体无人机已经对于目标位置进行了侦查，敌人的各项火力点已经完全侦查清楚。30多门山地炮、50多门迫击炮已经进入了射程范围，现在就等命令，就要对于目标区域进行火力覆盖。此时另一边，森迪3人走进了要见面的县城，前面就是老莫的人了。我想拿手机看看消息。哈哈，你终于要暴露了吧？我有不祥的预感，我预感从来没有出过问题。一旦解除屏蔽器，谁知道他是不是要跟上级发送定位呢？我觉得很有必要对于他进行搜身。你过去搜身。他走了过去给黎萨检查一番，直到一枚微型定位器被拿下来。黎萨十分惊讶，然后看向宁家。你诬陷我，